送去风月楼。不要啊，姐姐，求你不要！还不带下去，别让张妈妈等久了。我不要进去了，不要！放开我，我不去，放手！姐姐，求你！谁是你姐姐？一个落魄乞丐，不过是看你有几分姿色，捡你回来自然是要卖了换银子的。哼，你该感谢老娘把你带回来，去风月楼比当街要饭强多了。给我封住他的嘴，拖下去。一团粗布死死堵住季月宁的嘴，没想到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假的。突然，季月宁猛地挣脱束缚，狠狠朝柱子撞去，身子沿着柱子缓缓倒下。柱子死了！废物，一个小妮子都看不好，要你们有何用？还不赶紧丢去乱葬岗！白瞎养了1个月，气死我了！晦气东西，还不赶紧去！是。他们把季月宁套进麻袋，扔在山后的乱葬岗，便回去复命了。卯时，太阳升起，阳光照进这腐臭阴冷的地方。这些冰冷的尸体受到阳光的佛照，一道强烈的金光直射乱葬岗。那团麻袋里的人动了动，随即撕拉一声，一个满脸血渍的女子从麻袋里钻了出来。这是哪儿？地府？不太像啊。此时他肚子咕噜作响，难不成堕入恶鬼道了？他捏着手指想起个卦，一段记忆猛地灌入他脑中。青楼、乞丐、家人、姐姐、苍天呀！他这是穿越了吗？从片段记忆中，他得知这身子叫季月宁，他叫季灵，难不成他们有什么渊源吗？刚起身要走，一堆幽魂像追逐弓一样围在他身边，看见这些灵魂一直缠着自己，季灵盘腿坐了下来，念着太上救苦经，为这些亡魂超度。然而不远处大树下站着2名男子，他们把刚才这一切都尽收眼底。王爷，咱们来乱葬岗做什么？边境战争结束3月有余，朝廷赈粮赈款款项早已下发，你说为何还有这么多的难民？王爷，您这是要查？不该查吗？两人看了一会儿，离开了乱葬岗。季灵超度结束后刚起身，一个魂魄依旧站他身旁，未曾离开。沟通了一阵后才明白，原来这身体是他的。于是季灵直接把季月宁的魂魄先收了。季灵忍着饥饿，拖着狼狈的身子下山。当他走到街道上时，他才敢确信自己是穿越了，而不是堕入恶鬼道。操你大爷的！他颓丧地叹了口气，捂着肚子走到一处巷子。他洗了把脸，又喝了几口水，心中的怒火不断燃烧。季灵心里已经盘算着无数种活下去的办法，但此刻青天白日的，他也只能拿着个破碗先去讨饭。就在季灵要生出邪念时，他看到了一位衣着金贵的男子。公子，给点吧。萧敬晨和霍成一看，这不是乱葬岗爬出来的那个女人，要饭要得这么理直气壮。萧敬晨扔完铜钱，抬脚正要走。公子留步。怎么，你还嫌少啊？公子面色苍白，气息微弱，清气都快延到印堂了，只怕命不久矣。放肆，一派胡言！何出此言？你中蛊已久，拖到如今，只怕不出3月便会心衰而亡。你说我是中蛊，你是如何看出来的？手伸出来，我给你把个脉，看看还有没有救。哼，你要有这本事，你还乞讨？哼，人有3衰6旺，顺逆无常，困厄也在所难免，谁能保证自己一生顺遂无忧？公子遇见便是缘，与你无害，何不信一回？听着季灵的话，萧敬晨有所动容。等等，只是嫌他脏，感受到指尖划过诡异的脉搏。中蛊也有2年，1年半前发病，起初只是气血不足，偶有心悸，如今可是喝药也不管用，胸口还时常伴有刺痛，一运气便会窒息。我当你有什么本事呢？你说的这些和大夫说的心疾无异。不是心疾，是中蛊，我可以治。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呢？治不好，我这颗人头是你的。好，有骨气。那你说要如何治？我饿了。来2个包子。掌柜立刻从蒸笼里拿了2个肉包子递过去。说吧。去买一副银针，红线，公鸡的鲜血，一定要公鸡的，鹿血也可以，我等会儿解骨要用。他犹疑了片刻，决定信一次。跟上。随后他大步往前走。
俩人来到一家客栈，去洗干净了再过来，衣服一会儿有人送进去。厢房内，纪灵泡在浴桶里，她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收拾好自己。进来。得到回应后，他推门进去。公子久等，可以开始了。劳烦把上衣脱了。萧敬晨走到床边，褪去上衣。咬住，别松嘴。萧敬晨看着血腥的红绳，有些抗拒，但还是照做了。端好碗，一会儿接住。随后，纪灵捏着另一头红线，另一只手对着萧敬晨的胸膛剑指画符，嘴里默念着咒语。霍成惊讶地睁大嘴巴，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接住！蚕豆般大的黑虫伴随着一口老血从萧敬晨嘴里一同吐了出来。霍成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慢着，这是子骨，母骨通常在下蛊之人手里，这只死了意味着你死了，母骨会跟着死掉，但你还活着，虫子死了可能会对你不利，不过你要是不在乎的话，随你。那这虫子要怎么样？这些动物的鲜血每日喂养即可。萧敬晨穿好衣服后，多谢姑娘告知。不必。感觉怎么样？胸口还有没有钻心绞痛感？萧敬晨按了按胸口，果然那个令他每日绞痛的感觉没有了。多谢姑娘救命之恩。不必，看病给钱，公子给点吧。他直白的话让萧敬晨僵了片刻。要多少？你觉得值多少就给多少。这里有1万两银票，若是嫌不够的话，可以跟我回少京，金银财宝任你挑。够了，说没别的事，我先告辞了。纪灵起身朝门外走去。等等，在下萧敬晨，不知姑娘如何称呼？纪灵。季姑娘是哪里人？怎么在乱葬岗出来？被人害死，没死透又活了。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吃饱喝足后，纪灵重新找了个客栈住下。晚上一个噩梦将她惊醒。这是姬月宁的噩梦。姐姐，救命！最后女娃娃被人捂住口鼻，而口中的那个姐姐躲在树后不曾动一下。于是她把姬月宁放了出来。抱歉，你也看到了，不是我夺舍占用你的身体，而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世界。我知道，谢谢你替我活着。乱葬岗超度你，为什么不走？我其实是想看看我还有没有家人，还在不在世。就因为这个？季月宁没回，她颓丧地低下头。你可知自己的生辰八字？季月宁摇了摇头。那今夕是何年何月何日？从季月宁口中，纪灵得知了此刻的时辰，但现在是半夜，不宜卜卦问世。明早再给你卜一卦，看看你父母在哪儿。真的能算到吗？能。太好了！今日起，你住簪子里跟着我，往后只能在我身边活动，以免被人收了去。好，都听姐姐的。随后季月宁倏的一下进了木簪。第二日清晨，震卦正东，看相意还是个将门世家。父母健在，门楣不小，应当是个将门世家。真的吗？从盘上来看，你应当是被仇人绑架，导致流落在外，并非父母刻意抛弃你。不过我还不清楚大赵国的地质面貌具体在哪儿，我需要买份地图和罗盘才能确定。那姐姐，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可以带我去看看我的家人吗？行，先去看你的家人，往后的日子再做打算。谢谢姐姐。姐姐喝茶，阿宁没用，日后姐姐有用到阿宁的地方尽管吩咐。两人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即刻启程。逛了几条街，忽然看到一个极为眼熟的人。鬼呀！只见那人吓到腿软。姐姐快跑，他是人贩子！原来你没死！奴仆猛地上前想抓住纪灵，被纪灵一脚踹飞，狠狠撞到墙上。他立刻上去拳打脚踢。你给我等着，你死定了！一道暗器射向那仆人，当场毙命。姐姐快走，风幽城极其混乱，要是被那些人贩子盯上，可就麻烦了。迟了，已经被盯上了，还不如直接解决了，就当是为你报仇。回到客栈后，他将刚刚买的药粉调制成一柱迷香，又画了几道符纸，烧化成灰包在纸上。姐姐，要不算了吧，我自有分寸。良辰已到，动手。纪灵乔装一番后，来到那处宅院，随后翻墙进去。顺着记忆和季月宁的提醒，他找到徐娘的房间，在房间的角落点燃了迷香，无数冤魂聚集涌入那座宅院。今日你们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姐姐，我也去。你去不去，他都必死无疑。我要亲眼看到他死才放心。我先回客栈等你。好，姐姐放心，我一定会把那女人吓死，绝不让她活着。说完，季月宁倏地飘走了。徐娘的屋内，无数被他残害过的幽魂全都聚集在他屋内。徐娘惊叫一声，直接僵死了过去。
纪灵回到客栈后，趴在窗户上看星辰。季月宁回来了，姐姐，我把那老女人吓死了，厉不厉害？厉害。行了，我要打坐养回精神，明日启程去找你爹娘。好嘞。季月宁也在一旁盘腿坐下来。第二日，纪灵去集市买了一匹骏马，经他推算，正东方位，天子脚下，是昭京城无疑了。王爷，还要派人跟着吗？你说呢？啊，王爷，还有一事。说。那个徐娘死了，跟着的人说昨晚季姑娘去过。哦，她杀的？根据线人来报。不过她离开的时候，那个徐娘还好好的，是后半夜突发惊厥而死的，经验是过劳而卒。死了就死了吧，风月楼这肮脏地方早就该端了。王爷说的是。纪灵一路沿着地图上的官道走，他终于到了昭京城。昭京城有个将军府，纪灵川有2子2女，幼女在几岁时走丢。这么说，你该叫纪云舒，而不是纪月宁。这名字记忆里是你养父给起的。我和养父相处的时日不长，没几年他就过世了，我也不曾问过名字的由来，只依稀记得遇见他是在一个冬日。好了，这个无足轻重，我们先去将军府看看情况。到了将军府门前，一层黑雾空笼罩着整个将军府上，邪煞之气，一股巨大的能量冲击他整个头部，疼痛欲裂。他身子一软，靠在了墙面。一辆马车停在了将军府门口，望着那2人。姐姐，那里是我娘亲和我哥哥，对不对？对不对？应当是。你别太激动，冷静点。哥哥，娘亲！着急忙慌地往前冲，被一道力量拉了回来。季夫人顺着季时宴的目光看过去，时宴，过去看看。季时宴走到纪灵面前，姑娘，你没事吧？要不要我派人送你去医馆看看？季时宴见他连话都说不出来，见此，季夫人走了过来。快去，夫人。老奴上前搀扶着纪灵，当看到他正脸时，老奴怔了一下。二小姐，是你吗？二小姐。季夫人早已被这生二小姐惊得不知所措。舒儿，是我的舒儿。姐姐快抱抱娘亲，我想抱抱娘亲，你快抱抱她。被这么一晃，晕了过去。季时宴眼疾手快接住晕倒的纪灵，一把将人抱起，往府里快步走去。快去叫绝大夫，快去！怎么样了？夫人放心，身子无碍，只是头部受了伤，又受了刺激，气血攻心，这才晕了。我开几副药调理便可。季夫人握着纪灵的手，方离院门外。大小姐，大小姐，好消息啊！大老远的就听到你的叫喊声，没规矩。说说看，是什么好消息？庭院传来消息，找到二小姐了，人现在在夫人屋里呢。二小姐。季婉堂不可置信。对啊，不信您去看看。季婉堂倏然腾起身，朝门外大步走去。娘，我听说找到妹妹了，是真的吗？便一直盯着床上躺着的人。是你妹妹，快去叫人收拾一下她的院子。娘，确认了吗？真的是云舒吗？是她，我不会认错的。确实和娘很像，但是娘，单凭这个是不是草率了些？不会错的。云舒一出生，右耳垂便少了一点，她两边的耳朵不一样，这是天生。我对比过了，和小时候一样，不会错的。娘，这个会不会是巧合？婉堂，难道你不希望她是你妹妹？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怕认错人，那岂不是让人家误会了？我不会认错，他手臂上还有你大哥小时候弄到的伤疤，没有那么巧合，她就是我女儿。季云舒就算回来了又如何？她只需认真待嫁，不出差错便会顺利的嫁进东宫。娘，我刚刚也是出于担忧才口不择言，您别往心里去，我这就去准备，再给妹妹挑些衣裳首饰。傻孩子，娘怎么会怪你呢？只是你妹妹流落在外多年，定受了许多苦，你们做哥哥姐姐的以后要多照顾些。堂儿明白，堂儿这就去给妹妹收拾院子。季夫人满眼柔光地看着季婉堂离去。这时季灵醒了。舒儿，你醒了，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季灵对着突如其来的温暖有些不适应。多谢夫人照顾，我也无碍。云舒，我是你娘，你不记得了吗？他偷偷地瞥向一旁的季月宁，决定先把季月宁收回了簪子，生怕他一会儿又闹出什么事。季将军在哪儿？你爹你爹和你大哥不在，已经命人差他们回来了。你饿不饿呀？来，先吃点东西。季夫人挽着他手臂来到桌前坐下，他拿起桌上的桂花糕尝了一下，甜而不腻。下人来报，将军回来了。季岭川等人等着，实则个个如坐针毡。当季夫人挽着季灵走进大厅时，太像了，
这简直和他娘年轻时一模一样啊！大哥季承霄也看呆了，季时宴已没了激动的心情，季婉堂面上挂着淡淡的笑，双手却死死攥着。云舒啊，来，这是你爹季凛川，你大哥季承霄，二哥季时宴，还有你姐姐季婉堂。诸位好，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们，很是开心。不过我在赵京待几日便会走。为什么？不瞒各位，我四处游历散漫惯了，说是让我在闺中做一个待嫁的贵女，我做不来。云舒啊，我们不会逼你嫁人的。如果你有了心仪的人，你跟娘说，娘给你做主，我们绝不会逼你嫁给不喜欢的人。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没人能逼你，你大可安心住下。小妹如果不放心，我用军功给你换一道圣旨，以后你婚嫁全凭自己做主，如何？军功换圣旨，看着这家人如此诚恳的模样，我还有一个要求。好，你尽管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答应你。我要在祠堂加个牌位。几人面面相觑，这是为何？你们答应我就留下，不答应就算了。就这样的人，他方才还在担心什么？妹妹，祠堂供牌位可不是小事，不知道这些年你在外面经历了什么，但祠堂可不是谁的灵牌都能供的。婉堂说的没错，这事儿不能胡来。你是想供谁的牌位啊？我的，可以等我死了再刻上季云舒3个字，说是有异议，直接刻也无妨。舒儿，这个不能胡闹，活人供牌位不吉利，会折寿的。折不折寿的，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自有我的道理，你们只管答不答应。爹，不过一个无名牌而已，无碍的。那这事儿可以答应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我现在的名字叫季灵，今后就叫这个季云舒，这个名字以后不用了。好，都依你，你喜欢用现在的名字就用这个灵儿，灵儿也好听，娘喜欢。谢谢夫人。谢谢娘，还有你爹。季灵看向这位正义凛然的大将军，爹。啊，我呢？大哥、二哥，这个二哥也不错。还有你姐姐。季灵转头对上季婉堂的目光。终于盼到妹妹回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蓝金蕾丝葫芦耳坠，我珍藏了多年，一直舍不得戴，想着成婚时做陪嫁。如今妹妹回来了，就送给妹妹，希望她伴随妹妹一生，福禄绵绵。既是姐姐的心爱之物，我怎能夺人所爱？姐姐留着自己戴吧。婉堂啊，你留着吧，改日咱们再让灵儿挑些喜欢的也不迟。对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给妹妹准备礼物呢。小妹，改日到你大哥那儿，喜欢什么随便拿。谢谢大哥。哥哥都这么说了，我做姐姐的更加不能吝啬。妹妹别和姐姐客气，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那就收下吧，都是一家人，你姐姐从不缺这些，不用见外。那就谢过姐姐了。谢什么？小小的心意，还望妹妹不要嫌弃才是。既是姐姐的一番心意，我怎会嫌弃？晚饭过后，季灵回到自己的院子，回想他上辈子父母给人算了一卦，说他短命，天煞孤星，克亲友。他打开锦盒，凑近闻了闻，这耳坠果真浸泡了药水。方才看季婉堂的面相，季灵立刻在掌中重新排起了卦象。假的，所以阿宁那个噩梦是真的。另一边，东西都处理干净了吗？大小姐放心，奴婢都已处理干净，可别留下什么把柄。大小姐放心，当真有也是奴婢的，和大小姐没关系。下去吧。是，他实在想不明白大小姐为什么要害二小姐。次日，季灵起早去了祠堂，季灵把季月宁唤了出来。该认祖归宗了，今后得改口叫你季云舒了。多谢姐姐的帮忙，云舒无以为报，下辈子再报答姐姐。好了，客套话就不用说了，先拜拜祖宗。两人一同跪在蒲团上拜了3拜。姐姐，那我走了。不急，先待着，等时间到了，我亲自送你。方才他上香的时候，发现季云舒还有机缘。姐姐是要帮我挑个吉时吗？天机不可泄露。好吧，姐姐定是要帮我寻个好日子，然后投个好人家，下辈子平安顺遂，衣食无忧。往后除了在将军府，没我叫唤你别出来。赵京人多眼杂，不乏能人异士，要是被别有用心之人发现，对你、对我、对将军府都不好。姐姐把我放在将军府不就好了？有道理。
纪灵回到青竹院，她拔下头上的发簪，放在床头的匣子里。备马车，我出门一趟。二小姐，这是要去哪儿啊？若是城中逛逛，不如叫上大小姐。您在这城中不熟，叫你备马车就去备马车，话这么多做甚？纪灵在昭京城的繁华街道逛了逛。啊，这是昭京城颇有名气的饰品铺，许多公子贵女都爱来逛。小姐，咱们也进去看看吧。她的直觉在这会遇到一个人，于是迈脚走了进去。一位身着浅蓝色衣裳的女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另一位衣着华丽的贵女经过，碰到了展架上的玉镯，他们二人便为此争论了起来。不用争论了，我亲眼见到是这位小姐走过时碰到的。你胡说，竟敢冤枉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管你是谁，我说的是实话。转头神色泰然地盯着赵梦婷看，我乃相府嫡女，你可知污蔑我的下场是什么？是什么下场？哪来的刁民，竟敢这般同我家小姐说话！婢女抬手便要给纪灵一耳光。没想到堂堂相府如此仗势欺人，普通百姓生来就该被你们欺负。这位姑娘，这事和你没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他身上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让他忍不住想帮他。原来是一伙儿的。我说呢，竟敢帮一个罪臣之女冤枉我，你好大的胆子！去把哥哥叫来，将这人抓走审一审。此话一出，赵梦婷惊慌失措。沈小姐，是我的错，请你网开一面，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要抓就抓我，和他没关系。不是你弄掉的，怕他做甚？哎，青兰，好巧啊！纪婉堂听闻这个消息，立刻赶了过来。哎，妹妹，你也在啊？出门逛市，怎么不叫上我？妹妹，她是你那个远房表妹？青兰，这是我亲妹妹纪灵，她刚回昭京，还没来得及给你们介绍。亲妹，你们将军府流落在外的那个？哎呀，别这么说。婉堂，你这个妹妹也太不懂事了，平白无故的冤枉我。看在咱俩的交情上，我也不想给你难堪，你让她给我道个歉，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啊，冤枉你！疑惑地看向纪灵，沈千兰添油加醋地把刚才发生的事同纪婉堂说了一遍。千兰，怪我，小妹才刚回来，我没陪在身边，都是我的错，我代她向你道歉。这镯子我买了，小妹不懂昭京的规矩，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别计较了。规矩？哼，原来赵家的名门大家闺秀口中的规矩，就是颠倒是非黑白，这做派真是让人大开眼。他终于明白为何觉得这位小姐眼熟了，是眉眼长得像纪岭川。哥哥看到沈玉来给他撑腰，婉堂，你让他给我道个歉，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该道歉的人不是你吗？好一张娇艳动人的脸，沈玉愣是盯着纪灵看了好一会儿。千兰，发生了何事？哥哥，他诬陷我，那镯子明明不是我打碎的，他非冤枉我说是我弄掉的。沈大人，都是误会，小妹不懂事，镯子我买了，我替她道歉。小妹，我的事儿何时轮到你来做主？哥哥，他为了这个女人诬陷我，况且这个女人还是赵家的罪臣之女，谁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哥哥，你一定要好好查一查。身边的丫鬟碧落收到纪婉堂的暗示。二小姐，定是您看错了，奴婢一直在您身旁，从未见到是沈小姐弄掉的。您给沈小姐赔个不是，想必沈大人宽宏大量，不会同您。轮到你来教我做人。他早上出门就看着婢女不顺眼了，不如其来的一巴掌让众人瞠目结舌。住手！家奴劝说几句实话就当场挨打，你未免也太蛮横无理了。哦，实话，沈大人是吧？不知道沈大人官居何职，就是凭那哪一点，觉得他说的是实话，还是沈大人仅凭令妹的几句话就断定他说的是实话？提到骄横，比起令妹，我纪灵自愧不如。你说得好。拍掌声随着话音从众人身后传来。瑞王，萧敬晨，他怎么在这？这才多久，腿怎么又断了？谁教你用手打人的？来，用这个。纪灵没接。你的腿。一点外伤，我纪姑娘别担心。这人真是自恋到了极致，谁担心他？你想多了，我只是疑惑你什么命格，为什么这么倒霉？不过刚刚这些人叫他瑞王，这女人比他预想的更有趣。本王从小一波三折，这不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要不你来帮本王看看？现在没空。纪灵不想和这人扯上关系。
哥哥，瑞王何意？我倒是想要问问沈千金何意啊？是仗着自己有一个左都御史的哥哥，还是仗着自己是相府的千金，可以无视我大昭国的律例，随意欺负百姓？谁给你的特权呢？还有方才沈大人说的话，可有依据？瑞王误会了，女孩子间这点小事，道个歉就过去了。沈大人都发话了，沈千金还不赶紧跟人道歉？千兰，怎么回事？说实话。我走过去的时候，那镯子就掉下来了。当时他就站在那里，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他故意弄掉了冤枉我？我又没看清那镯子是怎么掉下来的。沈千金言之有理，为了沈千金的名誉，本王可以替你封锁整个琳琅阁，寻找更多的目击证人。单凭季小姐这个证人，看来还不足以服众。等等，千兰，既然人家看到是你弄掉的，你就该大大方方承认。咱们相府不是连个镯子都买不起，不能让人看了笑话。赶紧跟人道歉。哥哥，我千兰不能任性，赶紧道歉。抱歉，是跟他道歉，不是我。抱歉，两位小姐，今日之事是我处理不妥，望两位海涵。纪灵认真看着沈玉，倒是长得英俊。看在沈大人通情达理的份上，我送你一句话：3日内出门，远离水边，可避免祸事。闻言，沈千兰心里暴怒，这女人是在咒她哥哥吗？多谢姑娘好意。行了，都散了吧，麻烦都已经解决了。想要请季姑娘吃一顿饭，感谢上次的救命之恩，可否赏脸？说了今日没空。季姑娘还有什么事？家里的一条狗患了癫犬病，我得回去治一治，免得胡乱咬人。正欲离开的季婉堂和婢女听到此话，有被内涵到。纪灵说完，转身已不见赵梦婷的踪影，只好打道回府。萧敬晨望着纪灵匆忙离去的背影，看来他是真有事。出了琳琅阁后，那个姑娘和将军府什么关系啊？婉堂说是将军府流落在外的那个女儿，前些日子刚找回来的，难怪一股乡野村妇行为，真是没教养。季将军那个小女儿。哥哥，你不会因为她有几分姿色就胳膊肘往外拐吧？你哥是这种人吗？还有，往后遇到这种事可不能再这般鲁莽，一点小钱赔了就赔了，莫要让人唠上闲话。哎呀，哥，我知道了。纪灵回到将军府，自己去领罚。二小姐，奴婢犯了什么错？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就去跪到知道为止。二小姐，我滚！碧落立刻停住脚步。呸！一个粗鄙野蛮的女人，要不是大小姐让她过来盯着，她才不愿意来。季夫人派人过来传话，今晚一起到膳堂用膳。抱歉，我来晚了。不晚，娘也刚到，看看有没有你爱吃的菜呀。灵儿啊，你和瑞王认识？有过一面之缘。一面之缘？不久前在丰幽城认识的。丰幽城？那不是瑞王2月前奉命去调查朝廷正款一案的地方吗？你在那儿与他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在丰幽城时，无意间救了他一命。季时宴不觉得事情有这么简单。妹妹这些年都在哪里生活？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直到巧合救下萧敬晨后，他给了我一笔银子，我想拿着银子找个安稳的地方落脚，便来了赵青。那在丰幽城可还发生了什么？我到丰幽城后不久，被人贩子骗了去，他们要把我卖到风月楼，我不肯，一头撞死了。然后他们把我扔到了乱葬岗，我没死透，又活了。后来便遇到了萧敬晨，他受了伤，也快死了，无意间就帮了一把。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端王，再后来又被那些人贩子盯上了，我奋力抵抗，把对方弄死，害怕再次被别的贩子盯上，便来了赵青。没想到他经历了这么多波折，难怪我听闻瑞王把一个青楼给端了，没想到不但逼良为娼，还贩卖人口。那既然和瑞王没什么其他的交情，那往后还是少些往来。为何？瑞王这个人的性格阴晴不定，不好打交道，在朝堂上更是肆意妄为，想弹劾谁就弹劾谁。而且他曾多次弹劾太子，你姐姐现在又和太子定了亲，所以你可不要掺和到其中去了。纪灵乖巧的点点头。妹妹，听说你一回来就罚了碧落，她现在还跪着呢，是哪里做的不好，惹你生气了？姐姐若是心疼，就让她去伺候你，我不需要这种时刻背刺我的奴婢。哎呀，好了，这点小事你们莫要计较。灵儿啊，你若不喜欢，娘重新挑一个机灵的，好不好啊？娘，我可以自己挑一个合眼缘的吗？当然可以啊，我想要个会武功的。没问题，选一个贴身伺候的，再选一个能保护你的。我要一个就行。就要2个。程潇啊，一会儿把府里武功最好的几个婢女叫过来，给你妹挑一个。好的。最后纪灵挑了2名婢女，一个叫兰音，一个叫阿燕，是
是贴身婢女时刻跟着他。主仆3人回了青竹院。二小姐有何吩咐？我当年是在哪里走丢的？小姐，这事儿我们你们尽管把知道的、听到的说出来便可。许多事我已经记不清了，你们记得哪些，也可以同我说道说道。兰英和阿燕对视一眼。小姐当年是在天卑寺走丢的，听闻当时夫人在殿上上香祈福，刘嬷嬷带着您和大小姐在外等候。您和大小姐关系极好，两人在寺内玩起捉迷藏，找了许久都没找到。当时大家以为您调皮躲哪里去了，而后找了1日都没找到，才派人寻你，后面便是失踪的消息。原来竟是如此。那刘嬷嬷呢？找了您1天1夜没找着，刘嬷嬷便自强谢罪了。对了，今日那姑娘，我听相府千金叫她罪臣之女，她是谁？你们可有听说？小姐，这个我知道，那是前伯爵府的赵小姐赵梦婷。此事过去10多年了，赵高明曾因贪官污吏被抄家，本该全家流放，但赵家与太后有恩，陛下网开一面，只革职抄了家，准许他们留在了昭京城。好了，没事了，你们先出去吧。兰英和阿燕退出了屋子，关上了门。纪灵把纪云舒叫了出来。姐姐，你找我？方才我和阿燕他们的话，你可都听到？纪云舒点点头。这么说，你经常做的那个噩梦是真的？你当年见到的最后一面正是纪婉堂，而他明明看到你被绑架，却无动于衷，且他从未和你爹娘提起这事儿。姐姐，你可是发现了什么？还不确定，我还没证据。证据？什么证据啊？我怀疑纪婉堂不是你爹娘亲生的，而我今天碰到的那位小姐极有可能才是亲生的。您是说我真正的亲姐从小被人调包了，府里的这个是假的，所以她才要害我？纪婉堂和你爹娘没有哪里长得像，倒是那位赵小姐，我看她倒是有几分像，不过单凭我的判断证明不了什么。姐姐，那我们该怎么办？就这么让他鸠占鹊巢？不行，我不同意。先不急，等我查清楚再同你爹娘他们说，空口无凭是不会有人信的。姐姐，那我能做点什么？要不我每天去他院里看看他整日都干点什么。鬼点子倒是挺多的你，不过他从小在将军府长大，早已经站稳脚跟。刘嬷嬷要死了，府里应当没有几人知道他的身世，你去也是徒劳。那怎么办？不行，我明晚去吓一吓他，等他疯了，指不定自己吐出来了。不可，还不是时候。现在对你爹娘来说，你还活着，到时候纪婉堂反过来控诉我每晚装神弄鬼吓唬他，到时被赶出门的人是我，而不是他。不过你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可以请他入梦探究一二。怎么请？入梦需要他的八字，这2日我打听打听，你就不用管了，睡觉。入梦也未必能寻得什么真相，还要看对方是否愿意全盘托出。纪云舒只好回了簪子。翌日一早，兰英为纪灵梳妆。兰英，你可知姐姐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大小姐的生辰还远着呢，在腊月初8。你可知她几时生的？是辰时。大小姐每年的生辰办得可热闹了，小姐要是想送生辰礼物的话，还早。那倒是。早膳过后，纪灵依旧习惯打坐。这时纪夫人来了。娘，灵儿，今日你二哥休沐，去你二哥那里学学字画怎么样？好呀。他还愁着怎么和这些哥哥们拉近关系。随后两人一同前往纪时宴的院子。时宴，以后灵儿的学业就交由你负责了。娘不求她成为一个才女，但愿她能知书达理便够了。娘放心，我会尽力教好小妹。灵儿，跟你二哥好好学啊。我定好好学，不辜负您的期望。好，那娘就不打扰你们了。纪夫人满意的退出了书房。坐。纪灵瞧着他这个二哥，肤白凝脂，眉若春山。你识字吗？纪灵看着书上的内容，这不是千字文吗？看来这世界的知识相通相融。先教你识字，一字一句跟着我念。我认得字，不用教这个。认得。随即纪灵照着书上的内容念了几页，纪时宴这才相信他。既然识字，那咱们开始练字。都说字如其人，小妹必须练就一手好字，才不失了这清雅绝尘的容貌。纪灵被夸得有些害羞。先照着上面的字写。纪灵拿着笔下意识地默写了一大段。纪时宴在一旁很吃惊，这哪是没学过的样子。妹妹这一手好字可是有人教过。
纪灵脑海里闪过一些画面，直接编造道：养父曾教过我时的一些字，这字体是我之前流浪时在庙里遇到一位守庙老者，他临走前给了我几本书，还传了我一些道法，没多久也仙逝了。之后我日日看着书上的字，无聊时便用木棍在地上照着写，久而久之便学会了。妹妹那几本书可否借我看看？书都烧没了，如今都记在脑子里。二哥若是对这个感兴趣，日后我写下来再拿给你看。小妹，不带你这样的，勾起二哥的好奇心。又不说今日有空，你现在就写，二哥不要求你今日全部写完，先写一部分我瞧一瞧。纪灵脑海里飞速思索着哪个方面的知识简短又能单独拿出来写成一本书的。对了，有一本的内容较为简短，我现在就可以写给二哥看。写在这本子上。半个时辰后，这本卜卦用的。纪灵点头，那送你的。送我的？二哥，我现在就想看，不介意吧？无妨，看吧。二哥，这些当真全送给我？小妹当真喜欢的话，赶紧用它们把剩下的书写下来。二哥好奇，莫让二哥等久了。他这是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二哥放心，等我写完了，第一时间拿给你看。等他回去慢慢编。二哥，姐姐是从小便和太子有婚约吗？倒不是，他们两人情投意合。皇上前2年册封太子后不久，太子求皇上为他们赐婚。不过他们两人婚期将至，还好你能赶上。哦，是什么时候？还有3个月，府里已经在准备了，只不过你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和你说。那我回来的还真是时候。这正是纪灵一直在纪时宴这里同他谈天论地。殊不知将军府找回小女儿的事已传遍整个昭京城，谣传纪灵是个蛮不讲理、不知礼数的悍妇。纪婉堂听闻这个消息，顿时觉得大快人心，看来日后要对付纪灵，少不了沈千兰的帮助。隔天，纪灵打听了一些赵梦婷的情况，便随着阿燕来到一处偏僻的宅院。小姐，这便是赵家宅院了，看样子也不算完全落魄。阿燕正想上去敲门，咱们是过来打探情况，不是来拜访的。范强，我以为您是来看望赵姑娘的。阿燕一跃便跳上了屋顶，看到赵梦婷正在柴房干活，她又回到墙角复命。小姐，赵姑娘在劈柴。劈柴？去看看。纪灵借几个力已经上了墙头。我家小姐会功夫。你怎么还没劈完？今晚的饭是不是不想吃了？锦衣绣袄，一点也不像个落魄户的人家。不盯着你就想偷懒是不是？赶紧给我劈完，劈完去洗衣裳，再偷懒。今晚没你的饭。娘，我没有偷懒，我马上就劈完了。这一声娘把纪灵和阿燕都惊住了。赶紧的，我最近腰可疼了，干完活赶紧过来给我按摩。是。纪灵看不下去了，倏地的一下，2片树叶划过赵母的脸。哪来的妖风？见鬼了这是！赵母骂骂咧咧地走出柴院，赵梦婷也四处张望。今日哪来这么大的风？纪灵和阿燕回到了马车。你去帮我查一下赵梦婷的生辰，越快越好。是。马车内，纪灵一直打量着阿燕。小姐，有事儿？你轻功挺好的，改天教我。没问题，奴婢定会尽心教会小姐。我说过，你不用这么拘谨。之前那个碧落是别人派来监视我的，你是我亲自挑的，我信得过。谁？小姐，您是说将军府有奸细？奴婢替您去查一查。不必了，是纪婉堂的人，这事儿回府再与你们说。大小姐，待会儿到府上再同你和莱茵一起说。阿燕点了点头。瑞王府，萧敬晨大腿被砍了一刀，幸好及时挡着。王爷，再过3日拆下纱布后，您就可以正常走路了。这几日委屈您先坐轮椅。萧敬晨淡淡的嗯了一声，随即挥手让李太医退下。王爷，近2日外面都在传纪小姐的为人，似乎有人刻意针对她。查了吗？还没。去查，顺道派人过去传话，明日醉香楼见。上次说没空，这次再说没空，就别怪他不守君子之道。属下这就去办。来人，小的在。王爷有何吩咐？去库房。是。小厮将萧敬晨推到库房，他拿起一串天然珍珠项链，俗；抓起一个金镶玉镯，丑。不知道纪灵喜欢什么，作为救命恩人送礼不能随意。纪灵回到将军府后，小姐喝口茶解解渴。小姐，瑞王府差人来报，要您明日未时醉香楼一聚。瑞王？来人是这么说的，请小姐务必赴约。萧敬晨找他作甚？莱茵，如果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亲生，有什么办法可以确认？小姐，
您问这个做甚？阿燕，进来。小姐有何吩咐？你俩坐下，我有件重要的事，先同你们通通气，切不可对外声张。阿燕和蓝烟两人相视一眼，纪灵长话短说，简明要害，同两人说了纪婉堂和赵梦婷的身份。二小姐，您说的这些可有依据？我知道这些话很难让人相信，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们，纪婉堂绝非良善之辈。那天他送我的耳坠便抹了毒，这事儿阿燕你去查，是他干的，还是背后有人指使的？抹毒？小姐，你可有事啊？无碍，我懂一些药理，闻出来便没动，如今还放在那匣子里。小姐，我信你，这事儿我替你好好查一查。纪灵欣慰的点点头。小姐，刚才您问有什么办法确认一个人是不是亲生的？您是想确认大小姐的身份吗？对，通常验亲都是滴血验亲最为常见，可小姐您想验血的话，需要取到大小姐和夫人或者将军的血才行。方法可靠吗？小姐放心，滴血验亲是最可靠的，皇室也是这么验的。需准备一碗水，再加入特定的药粉，然后滴入两人的血，看是否相容即可辨认。药粉是否可以买到？药粉包在我身上，我知道哪里可以买得到。我想越快确认越好。药粉我这就可以去买，只是小姐取血不易。娘那里我有办法，但纪婉堂那里要费点功夫。我还想取赵姑娘的血一起辨认，只是短时间内要3人的血有点难。3人同时思考着对策。小姐，夫人那里你有办法能取到的话，我晚上可以取赵小姐的。至于大小姐的，小姐，大小姐那里可以不取，您就滴自己的血一起验。若是你们3人是相容，那大小姐就肯定不是亲生的。我未曾听闻夫人当年怀的是双生胎，况且2人并不像。那就这么办，来烟，一会儿你去通传一下，就是今晚我亲自下厨，让娘来我这边用晚膳，我会想办法弄到娘的。阿燕，你务必要取到赵姑娘的。小姐放心，包我身上。他跟厨房里忙前忙后，忙活了1个时辰，终于将这些菜全部弄好。季夫人也如约而至。娘，灵儿有心了，我听下人说是你亲自下的厨。我姓学的，不知道合不合娘的胃口。娘先尝尝我煲的汤。娘，这个是阿胶鸽子汤，我放了一下百合、莲子，养心润肺，美容养颜，您尝尝看。季夫人端起碗勺了一口汤汁，好喝。这是什么菜啊？娘，这是我做的毛桃鸡，香酥里嫩，您快尝一块，看看合不合口味。好吃，快你也尝尝。真的？真的，味道不错。改天让厨房按照你的方法也做一道，给你爹尝尝看。只有他有口福，能吃到女儿亲手做的。娘俩欢欢喜喜地吃了这顿晚饭。纪灵拿起一旁装好清水的茶杯，娘漱漱口。茶杯在季夫人手中裂开，直接划破她的手指。娘，你没事吧？快去拿纱布。没事儿没事儿，一点小伤。灵儿院里的东西，她得叫人检查，全部换上新的才行。娘，我给您包扎，都怪灵儿笨拙，您疼不疼？一点点小伤无碍的，这哪能怪你啊，傻丫头，是杯子不中用了。回头啊，我叫人将你院子里这些都换上新的。谢谢娘。纪灵心疼地为他娘包扎伤口。另一边，他到赵宅时夜幕已黑，赵梦婷的房中还亮着灯。他趴在房顶掀起瓦片一看，赵梦婷正在用膳。这都吃的什么东西？馒头、白粥、咸菜。他往屋内吹了迷烟，用银针扎破赵梦婷手背上的血脉，接了一点血后便快速离开，到了将军府门口，并轻功飞跃回青竹院。这一幕恰巧被刚回来的纪岭川看到，他内心很好奇他能有什么事。纪岭川直接跟了上去。小姐取到了。进屋说。纪岭川则选了另一条路跟了过来。纪灵和阿燕根本没发现取什么东西这么紧迫，他们到底在密谋着什么？小姐，这是赵小姐的血，夫人的您可有取到？拿到了。我夫人的血，还有哪个赵小姐的？他们想干什么呀？他直接跃上房顶，掀开房顶瓦片，这下看得一清二楚。小姐，水来了。3人围在桌边。小姐，先验谁的？先验我的吧。2滴血在水中慢慢拉近，最后融在一起。这孩子居然怀疑自己的身份，在这偷偷验血呢！这个傻孩子呀，跟他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我最近太忙了，没顾及到他？不对呀，刚刚他们还提到什么赵姑娘的血，这事儿恐怕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这是赵姑娘的，小姐亲自来吧。我去的时候，她正在吃馒头咸菜。倘若她才是夫人所生的大小姐，那真的是太可怜了。你说什么？小姐，是与不是，现在验一验不就知道了？几人的对话如惊雷般直接轰炸纪岭川的脑子，差点滑下去。当瓶子里那滴血滴入碗中时，时间仿佛凝固了，最后完完全全的融到一起。我要确保这种验法没问题。阿燕，你滴你的血进去看看。好。蓝英为了证明验亲的可靠性，她也咬破手指滴了进去，她的血也是单独浮在一旁。此刻真相早已不言而喻。此事不要对外声张，先查一查赵家和季晚堂。是，小姐，不同将军和夫人禀报吗？季晚堂从小在将军府养大，还是夫人亲自带的，就连他们都不知道孩子被调包的事。就算知道真相，他也是舍不得送走的，只是苦了外头那位真的。蓝英惆怅地看向纪灵，小姐，你有何打算？纪岭川听到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娇咪咪地退下。地下的三人丝毫没察觉他们想遮掩的秘密已经被偷听了去。如若真的是这样，那季晚堂的身世必须挑个合适的时机公之于众。小姐，那咱们得抓紧时间，季晚堂婚期快到了，如果让她以将军府的嫡女身份嫁给太子，那往后您再想揭穿她就很难了。我记得我被人贩子抓走时，我看到了他，但他却一声不吭，以至于时间久了，我以为是我噩梦做多了臆想的，看来这事很可能也与他有关。这么说，大小姐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她帮那些人掩人耳目绑走您的。事实摆在眼前，都不是大小姐了。平日看着端庄娴雅，没想到才几岁就这么恶毒了，占用大小姐的身份不说，还害得小姐流离失所多年。她真能装。从明日起，蓝烟府里的事儿你多盯着点，尤其是季晚堂那边。阿燕，你查一查赵家的钱财，这些年都从哪里来的？最主要的是，季晚堂这么多年有没有私下给赵家银两或者其他的往来？是。季岭川回到房中后，此事他得叫老大老二过来好好商量，暂时先不让孩子他娘知道。季承霄和季时宴收到老父亲的消息，说有天大的事相商，两人立马赶了过来。爹，到底什么事儿啊？昨晚呢，看到灵儿的婢女火急火燎的，老子以为她出什么事儿呢，就跟了上去。结果他们是偷偷取了你娘的血，在验亲。季承霄和季时宴两人一惊，爹，小妹不是亲生的吗？要不咱们重新验一验呢？不是灵儿，是晚堂。晚堂不是亲生的。这怎么可能呢？而他们口中的那个赵姑娘才是亲生的，这事儿他好像早有预料，莫不是亲自撞见，我也还被蒙在鼓里呢。季时宴顿时联想到那日季灵在他书房总是有意无意问的一些话。爹，可信吗？要不咱们自己再验一验呢？你想验便验，但是别再去折腾你娘了。还有这事儿还没调查清楚之前，先别让你娘知道，我怕她受不住。俩人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还有，近日你们可有发现灵儿有什么异常啊？小妹知道晚堂的婚事后，当时她到回来的正是时候，我那时还以为她指的是赶上晚堂成婚的事，没想到她竟话里有话。那依你这么说，他是回了将军府之后才知道晚堂不是亲生的，他才回来几日啊？这到底是从哪儿得知这件事儿的？可能是小妹会算卦看相，那日我本想教她识字练字，她不仅全会，甚至写得比我还好。后来她说她曾经遇到一位老者，是那老者教她的。对于那人，她不愿意多说，是真是假我也不知。我猜她定是在外头拜了一位高人为师，不愿透露。从她的言语以及写给我的那本书中来看，她绝不是白纸一张的天真小姑娘，绝没有这么简单。她失踪了这么多年，不偏不倚，在这个时候回府，而且这一回府便发现了这么大的秘密，不可能全是巧合。况且她似乎没有要告诉咱们的打算呢。我没发现什么异常，盯着点灵儿啊，没查清楚之前不宜打草惊蛇，别让他干出什么过火的事儿来。还有你去查一查那个赵姑娘现在是谁家的孩子。季承霄点头应声，心里却在想，他要想办法拿到季晚堂的血重新验一验。你呢，在府中多和灵儿走动走动，有什么异常及时过来禀报。是。季时宴两人领命地走了出去。季岭川洗漱后便前往季夫人的院子。
夫君，这么晚可是有事？哎呀，这手怎么弄伤了？近日灵儿亲自下厨，叫我过去陪她用膳，那碗呀不中用了，到我手上就碎了，一个小口子，不碍事的。什么碗啊？你不会被什么汤汁什么的烫着了吧？没有，别大惊小怪的，就一点点皮外伤。那就好。灵儿这孩子也真是的，想偷验怎么不来取他的血，再不济取他2个哥哥的又不是不行，非得挑他娘的。夫君就为这事儿跑过来？夫人啊，没事就好，那我们歇息吧。啊，你要留宿？原因是季岭川太能折腾了，二人决定不生了，所以才分开睡的。怎么，夫人不欢迎我？我手不方便，况且什么？哎呀，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就不要学人家新婚夫妇如胶似漆了。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歇息吧。一把年纪了，老子不过才40，硬朗得很呢。况且夫人还这么貌美，我哪里忍得住啊？咱们都有4个孩子了，别折腾了，我可不想一把年纪了还生孩子。哎呀，那不想生咱就不生嘛，不放里面就行，不会让夫人受罪的。我信你的鬼话，你不走我走。都一把年纪了还能讲这些满口胡诌的鬼话，男人至死都风流。那夫人你说说，你夫君我如今正值当年，血气未减，我不找你我还能找谁啊？夫人这是想赶我出去找啊？你别嘴贫了，我都说了手不方便，更何况这么晚了，你明日不是还要上朝？又用不到夫人的手，更不影响上朝。今夜的将军府与往常无异，可丞相府却不是那么安宁。沈玉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咳嗽。大人落水，寒邪入侵，肺气上逆，在下开几副驱寒回阳的汤药，便可痊愈了。多谢白大夫。大人客气了，此乃在下分内之事，愿大人早日康复。沈千兰端着一碗汤，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哥，你没事吧？我听下人说你落水了，快喝点姜汤暖暖身子。谢谢兰儿，你哥哥没事，放宽心。说完，沈玉便一口灌下一碗姜汤。小心烫啊，吹着点儿。你哥哥又不是小孩子，烫不烫的我还能不知道？哼。丞相大人沈少元膝下只有一儿一女，所以兄妹2人手足情深。话说哥哥你怎么会溺水呢？你不是会水吗？这事说来蹊跷，和你3言2语是说不通的。要是没把季小姐的话当耳旁风，或许你哥就没这一遭了。好在有惊无险。哥，我就说是他诅咒你，你还不信？他就是个巫婆，以后你离他远点，和他这种人沾边会倒霉的。别胡说，人家是好意提醒，你怎么能把人说的那么坏？本来就是嘛，我说的是实话。他不咒哥哥，哥哥怎么会落水？铁定跟他有关系。好了，千兰，不可在背后胡乱编排别人。你这话若是让旁人听了去，免不了口舌是非。我这是在替你出气，你怎么还帮别人说话啊？谁才是你妹妹？你这出的哪门子气啊？况且这事和别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幸好这是在咱们自己府里，你要是在外头说这些话，你就是在给哥哥找麻烦。那哥哥好好休息吧，我明日再来看你。沈千兰窝着一肚子气出去，回到房中几乎是连夜写的请帖，他让下人明天一早就发出去。翌日一早，季婉堂便收到了沈千兰的邀帖，让他带季灵去，无非就是想看季灵出丑。季婉堂到青竹院时，小妹有事。小妹，明日京中的小姐闺女们相约在和风别院一起赏花作乐，她们还没见过你，你和姐姐一起去好不好？小姐，是世家闺女们一起吟诗作画切磋才艺的活动。季灵垂眸挑眉会意，没兴趣。季婉堂还想过去劝说几句，奈何季灵舞剑一点没搭理他，他内心暗骂，真是没半点教养和规矩。季婉堂憋着一肚火回去。这一日，季灵想到去看望亲姐的话，他要以什么理由去？到府门前刚好撞见要去参加雅集的季婉堂。妹妹这是要去哪儿？难怪他昨日不答应和自己一同去，拿着食盒要去看谁？莫不是和哪个男人在外面厮混？季灵没搭理，继续往马车那边走。季婉堂快步追在季灵身侧。妹妹，原来你不愿同我一道去，是另有他事啊？怎么不早点和姐姐说呢？你提着食盒是要去看望朋友吗？若是不嫌弃，姐姐陪你一起去如何？我嫌弃。这冰冷的字让季婉堂脸上瞬间挂不住，他僵在原处看着扬长而去的季灵。哼，你比本
本小姐不嫌弃，市井泼妇一个，拿着吃食，绝对是去私会哪个野男人了，装什么清高？要不是想知道你身上那点龌龊事，本小姐才不屑搭理你这种人。哼，别让自己抓到把柄，不然定让你名声狼藉。大小姐，二小姐性格古怪，不近人情，咱们别贴着脸上去找不痛快。真是气死我了！季婉堂上了另一辆马车，两个马车刚走不久，季承霄打听到纪灵刚出门，得知后立即追了上去。不久后，马车停在一处宽敞的大树下，季承霄带着疑惑一路尾随。这熟门熟路的，这两人是在干什么？私会？纪灵和阿燕翻进赵宅后，看到赵梦婷在洗衣裳。就在纪灵胡思乱想之际，小姐，有人！只见来人是一个公子哥，怒气冲冲，跨步到赵梦婷身旁。贱蹄子，是不是你故意戳烂我的衣袍？大哥，我没有，洗的时候是好的。好的，我穿上怎的就破了？明眼人看就是谋破的，害我今天被同僚嘲笑，说我们赵家落魄的只能捡破衣裳穿。你知不知道我多丢人？我脸面往哪儿搁？干点活都干不好，嫁也嫁不出去，爹娘真是白养你这个赔钱货！再弄烂我的衣裳，下次把你卖了。我下次注意。纪灵看得咬牙切齿，还不是时候，记住他，确认起见一次揍一次。是，小姐。随后纪灵让阿燕给他放哨，他直接跳了下去。你，他眼神来回在屋顶和纪灵身上扫视。抱歉，吓到你了。赵梦婷慌张地环顾四周，别怕，阿燕在上面望风，过来坐会儿。赵梦婷带着疑惑，惴惴不安地坐到纪灵身旁。你是哪家小姐？找我有事？前几日才见过，这么快就把我忘了？没忘，那也是多谢姑娘解围，只是还不知道姑娘芳名。我叫纪灵，你可以叫我灵儿或者小妹都可以。原来是季姑娘，你找我有事？他知道他高攀不起这些人，想同你交个朋友，不介意吧？啊！赵梦婷一脸蒙圈。季小姐，如果是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大可直说。你误会了，我刚回赵京，没什么朋友。况且我现在名声臭烂大街，怕是交不到朋友了。思来想去，或许只有你愿意同我做朋友了。怎么会？季姑娘不要妄自菲薄。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赵梦婷点了点头。见状，纪灵笑得更的开心了。那快尝着看，好不好吃？赵梦婷垂下眼眸，怯生的不敢去接。她小口小口地吃下糕点，不禁眼圈泛红。这是她从小到大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了。我还有事先走了，改日我再来。你若有事找我，可以直接去将军府说找二小姐就行。好，原来她竟是将军府的二小姐，难怪那日她不畏惧相府的权势，敢替自己出头。季承霄在暗处目睹了全程，这才是他真正的大妹子吗？他的心狠狠地揪了起来。走时刚好看到赵光纪开着房门，他捡起地上的石子，倏的一下弹出。哪里来的落石？他紧张又愤怒地张望，一个影子飞过，赵光纪直接吓晕了过去。与此同时，和风四季院便是被沈千兰包下了。为了能看到纪灵出丑，沈千兰可是邀请了不少人。看到长廊那头缓缓走来的季婉堂，这死女人不都说好的吗？不来不早说，害自己白白花银子包场，今天的账必须算他头上。千兰，抱歉啊，小妹有其他事来不了，不过不影响咱们小聚。说的轻巧，我可都跟大家说了，今日特邀将军府的二小姐，让大家认识认识。大家可都是奔着这个来的，你却跟我说她来不了，这话儿都放出去了，我的脸面往哪儿搁？千兰，你别生气，我亲自向大家致歉，都是我的错。随即他向那些小姐们招手呐喊，叫他们都聚过来。各位姐妹，今日是我对不住大家，让大家空欢喜一场，我没能劝佳妹前来，日后有机会再介绍给各位姐妹认识认识。唉，说起来都怪我，妹妹在外受了10余年的苦，我却在府中享福了10几年。她看我不顺眼，不想与我亲近，也在情理之中。如今他刚回来，爹娘都疼得紧，我也只能默默受着。那日在琳琅阁，诸位应当有所耳闻，我好心好意劝说，千兰也不是故意的，大家都是姐妹，没必要较真。可他是半点情面都不给我，唉。听到这，原本还在生气的沈千兰动起了歪心思。在外
外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他都敢吆喝你，那你在府中岂不是更憋屈？唉，别说了。季婉堂心里给沈千兰拍手叫好，可太懂她了。怎么说也是女孩子，将来都是要嫁人伺候婆家的，礼仪规矩少不了。季二小姐这性子，婚后的日子怕是很艰难呢。其他人纷纷点头，这就不用操心了。妹妹说她不嫁人啊。也不知道妹妹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听说她曾经被卖到风月楼。说到这，她忽然拿着帕子按住嘴，众人闻言错愕不已。季婉堂见目的达成，方才不小心口误，其实没有的事，大家都不许当真啊。婉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哪怕是真的，你也该烂在肚子里嘛。虽说咱们这儿都是真姐妹，定是不会有人乱说出去的，但若是让旁人听了去，那还了得？今日我坐庄，大家可都得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一个字都不许乱说。顾名思义，一定要往外说。是我的错，我只是想到小妹受了那么多的苦，我本该体谅她，处处让着她的，是我没做好，才让她对我不满意的。这时上官雪上前，沈小姐，在下略感身子不适，今日这雅集去世，怕是没法继续参与了，我先失陪，各位玩得开心。上官雪本就不想来，但碍于情面，没想到竟是来听她嚼舌根的。回府的路上，马车正行驶在一条巷子里，车夫躲避不及。此时正在跟踪纪灵的季承霄看到这一幕，他毫不犹豫地跳上车架，抓紧绳子稳住受惊马儿。上官雪对上这张英俊的脸庞，瞬间晃了神。姑娘，你没事吧？没事。小姐，方才有一个孩童突然跑出来，小人为了躲避掉了马头，是小的鲁莽，得亏这位公子搭救。您有没有受伤？无碍，没伤着人吧？没有。多谢公子搭救。说完，他便起身要下车，也想问问是哪家的郎君。但季承霄看到人都没事后，继续追去，跑得这般快，到底是哪家的公子？他脑中有些眼熟。季承霄追了一段路后，发现已经跟不上了，他脑中浮现出刚刚马车上那位姑娘的身影，长得这么水灵，谁家的小姐啊？纪灵离开了赵宅后，直接来了醉香楼。来了。他还以为这女人又要放自己鸽子。瑞王找我何事？季姑娘想要吃点什么，可有什么忌口的？瑞王有话直说。这女神知道他身份后，倒是懂得客气了，随后掏出一个小木盒放在纪灵面前。瑞王何意？特邀一句，是想要感谢季姑娘的救命之恩，这是本王的一点心意，还望季姑娘收下。不必，我没白治，收银票时就已算清，瑞王不必再挂念此事。本王只是想要同季姑娘交个朋友，不必如此抗拒。朋友？瑞王心中当真这么想？当然，生平所遇，如你这般的奇女子寥寥无几，本王想要同你交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是想交朋友，还是想利用？不瞒季姑娘，在丰幽城时，本王当时只是觉得姑娘走投无路，想要收你做手下。我给你一个庇护所，你为我办事，两全其美，你情我愿，这个不算是利用。不过今非昔比，季姑娘既是将军府的二小姐，本王又岂会存着小人之心接近姑娘？我这次是带着十足的诚意来和季姑娘交朋友的。季姑娘刚回赵京，单打独斗可不好施展手脚，你就不想要多个朋友吗？还是本王这种有权有势的朋友，我可以让季姑娘少走很多弯路。我有什么需要你帮的？没有吗？季姑娘方才是从赵家过来的吧？可不要和本王说你闲情雅致去那里看风水，那块地方可不是什么风水宝地。季姑娘想要查什么事，我可以帮你。瑞王说了这么多，总不能是来做好人好事、助人为乐的吧？听闻季姑娘和姐姐季婉堂的关系好像不怎么样，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呢？有话直说。季姑娘这是默认了，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能搅黄太子这桩婚事，本王很乐意同你一起抬棍交势。瑞王所想之事不止这些吧？看来他和太子不对付的事是真的。自然，若是需要季姑娘帮忙的地方，还请季姑娘不吝相助。那你恐怕要失望了，我从不许虚无缥缈的诺言。季姑娘
姑娘还请放心，绝不会让你做出违背自己良心的事。你可以理解为朋友间的合作，是吗？那我就想不通了，我身上还有哪点能让瑞王看得上眼的？没有吗？季姑娘会解蛊又懂医术，若需要之时帮我救人，总不过分吧？救人这种事，就算他们之间没有交易，只要不是仇人，他也是不会拒绝的。季姑娘沉默不答，本王就当你是答应了。随即他从袖里拿出一个令牌放在纪灵面前。季姑娘可以拿着这个令牌在醉香楼找于掌柜，你想要知道的一切消息他会帮你，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问本王，本王定会知无不言。另外季姑娘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拿这枚令牌来这里调20名影卫，这些人全凭季姑娘差遣。纪灵拿起令牌翻看了2眼，那瑞王的诚意纪灵就收下了，一股卤肉香味随之飘来。可以吃了吗？无需多礼，往后季姑娘在本王面前都不用拘于这些小节。萧敬腾看纪灵饿得跟豺狼似的。好饿好饿好饿，有真就好饿，好饿好饿好饿，有真就好饿，好饿好饿好饿。终于吃饱饭，瑞王说没有其他事，我就先走了。你可以直接喊我的名字，咱们现在是自己人，不必这么生疏。哦，那你为什么还喊我季姑娘？闻言，萧敬腾笑笑不语。纪灵收起小木盒和令牌，出了雅间，直接回了将军府。回来后，他拿着萧敬腾送的礼物仔细端详。莫不是昆仑紫玉出那只木簪？纪灵姐姐，给你找了个新的住处。哇，好漂亮的石头啊！姐姐哪里弄来的？萧敬腾给的，我瞧它上面有灵气，这玉石应当是在灵气充沛之地孕育出来的，很适合你。萧敬腾？谁呀？送姐姐这么漂亮的东西？莫不是新月姐姐？你脑子里面都装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别瞎说。对，那姐姐可有意中人？没有，别净想这些有的没的。你快看看怎么样？师傅从前都是教他无念无欲，他自然对这些不感兴趣。行吧，那我进去探一探究竟。紫玉中竟别有一番境地，里面冰天雪地，紫气缭绕，但他却丝毫没感觉到冷。姐姐，里面冰冰凉凉的，冒着紫气，在里面待着又舒服又自在，我超级喜欢。那便好，还怕你不适应。另一边，季承霄他拿着季婉堂的血迹，匆匆地跑去找季岭川。父子2人又重新验了一遍，结果不出所料，去查一查当年赵家被抄家的事儿，越仔细越好。是，父亲。入夜，一封密信钉在季灵房内的柱子上，小心翼翼抽出纸条。季婉堂，舒坦日子过多了，也该到头了。姐姐，你找我？之前你一直想做的事儿，现在可以去做了。真的？姐姐放心，现在就去，我保证完成任务。别玩过火，现在还不是要他命的时候。好嘞。季云舒说完，便迫不及待地穿门出去了。季婉堂敢堂而皇之的造他谣言，真当他是软柿子。季云舒到季婉堂这边时，季婉堂刚熄灯歇息。季婉堂眨了眨眼睛，仔细一看，是季灵。他假意睡着，眼缝却死死盯着季灵看。随即他猛地扯过被子，整个人钻进被子里，浑身发抖。春红在隔壁厢房直接飞奔了过来。大小姐，发生了何事？小姐，是我，你怎么了？他伸出脑袋，蓦地一道虚影从季婉堂的身后窜了出来。家伙，这就吓到了，就这点胆量？季婉堂猛然看过去，一个白透的脑袋漂浮在他旁边身旁。鬼！春红，有鬼！春红紧紧抱住季婉堂。小姐，哪里有鬼？奴婢怎么没看见？小姐是不是做噩梦了？奴婢今夜在这儿守着，您别怕。白透的虚影悠然自得地坐在他身后，直接连人带背摔滚在地。鬼呀！真的有鬼在床上。哪？奴婢没看见啊。是纪灵，他什么时候死的？白日不还好好的，怎的死了没人来通知我？你才死了呢！你马上去死！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为什么要害我？我要让你每晚做噩梦，夜夜梦魇，睡不着觉。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假货，后来的人生，你以为就能高枕无忧了吗？你做梦，你只会活在无尽的恐惧中。春红一头雾水，二小姐哪里死了？大小姐，二小姐没过世，奴婢昨晚还看到她好好的。您是不是做噩梦没睡好，看花眼了？季婉堂被春红的话点醒，莫不是装神弄鬼来吓唬她？可
可他抓的是春红的手臂。大小姐，地上凉，我扶你起来。叫人去告诉娘，就说我受惊晕了过去。是。季云舒就匆匆穿门离开了。小姐，奴婢看见了，该不会真的是二小姐使什么手段装神弄鬼吧？还用你说？还不去叫人过去传话？说完，季婉堂便躺晕了过去。季云舒急匆匆回到青竹院。姐姐，那假货要和娘告状，我们该怎么办？莫慌，明天还有你的重头戏，到时候看我眼色行事，赶紧回去养好清气神。一切听姐姐的。季夫人闻讯赶到芳梨院。春红，怎么回事啊？堂儿怎么会受惊晕厥？可有叫府医看过？这是老毛病又犯了吗？回夫人，已经叫人去请大夫了。大小姐她是院里闹了鬼，吓着了。闹什么鬼？夫人，奴婢不敢妄言，你还是等大小姐醒了亲自问问。绝大夫背着药箱匆匆赶来，为季婉堂把过脉后，夫人放心，大小姐只是受了点惊吓，老夫给她下几针，再开几副安神的药，身子无碍。季夫人安心的颔首应下。季婉堂被扎醒。娘，先别动，还没取针呢。这么晚还惊扰到娘，害娘担心，堂儿不孝。傻孩子，说什么胡话呢？你是娘的宝贝女儿，娘不心疼你，心疼谁呀？娘最好了，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娘亲。季婉堂非常懂得如何获取季夫人和季岭川的怜惜与关爱。绝大夫取针后便退身出去抓药了。怎么会被吓到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娘，这个您别怪小妹，是我不好。所以当真是他使手段来捉弄你？娘，都怪堂儿胆子小才被吓到的，我不怪妹妹的。简直胡闹！万一真吓死过去怎么办？开玩笑也得有个度啊！这样下去怎么行啊？你先好好休息，明日娘去说他，让他来给你道个歉啊！是他这段时间太纵容季灵了吗？第二日一早，季灵就被叫来了芳梨院，便瞧见季婉堂斜倚在榻边。娘，你找我？过来，还不快和你姐姐道歉？道什么歉？这时季承霄也进来了，这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小妹，大哥一直以为你是个沉稳冷静的人，没曾想你竟这般不知轻重。昨晚的事，你赶紧向婉堂道歉，以后不许这般胡闹。他和父亲商量过了，婉堂是他们养大的，和赵家没半点关系，他是无辜的。昨晚什么事？一大早，先是娘又是大哥，都叫我道歉。何事要我道歉？娘，大哥，妹妹还小，之前顽皮，你们别……他话没说完，面前突然惊现一个倒挂的头颅。救命啊！季承霄和季夫人慌得不知所措。堂儿，你怎么了？婉堂，怎么回事啊？啊，是哪里不舒服吗？走开，走开，别缠着我。堂儿，哪里有东西缠着你啊？啊，在哪儿啊？婉堂，大哥在这儿，你别怕，是什么东西缠着你？季婉堂见季夫人伸手过来，随即一脚踢开季夫人。娘，你没事吧？季夫人根本顾不得理会季灵。堂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婉堂，你怎么回事？你推娘做甚？我莫不是得了失心疯？该对大夫好好瞧一瞧，免得让人知道未来的太子妃患了失心疯，可比我这个刚回来的二小姐被说成弃女还要丢人。季灵的话如同针刺一般。是你，一定是你！你到底是个什么手段？为什么要害我？啪啪左右两下。你搁这胡说八道污蔑我，居然有脸问我为什么要害你？这话不该我来问你吗？季婉堂被扇在地上，整个人僵住。你胡说，我何时害过你？季夫人和季承霄全然愣住。你和沈千来是如何一唱一和的？在贵女中传我被卖青楼的事儿，你心知肚明。娘，冤枉啊！我没有，堂儿怎么会干这种事儿？这事我为何没听说？小妹，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满城皆知的事儿，你却只听到季婉堂污蔑我的哭诉，你可真是个好大哥。季承霄被对得哑口无言。婉堂是他一手带大的，他清楚他的为人。此事定有误会，灵儿，让你大哥去查，你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是啊，小妹，你放心，大哥会替你查清楚的。还用查？昨日季婉堂亲口当着众多贵女的面说的，随便问一个都成了证人，你们却还能替他狡辩。季承霄顿时觉得两头为难起来。既然大哥和娘认定和季婉堂没关系，那大哥也不必查了，交给官府去查吧，我只信官府的调查结果。三人不可思议。娘，我灵儿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事可以坐下来好好说嘛。一家人还要告到官府去，咱们将军府怕是会被人笑话的。
笑话？可我此刻不是被整个赵境的人笑话吗？难道你精心养育的这个人不是一个笑话吗？更让人笑话的是，我以为威名远扬的将军府是个讲理的地方，没想到竟偏颇的这般无礼。或许是我走错门，不该与你们相认。小妹，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只是还没听说这件事，待查清楚了，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他居然说自己是个笑话，纪灵一定知道些什么。万堂，到底怎么回事？你如实说。娘，我没有啊。我想起来了，昨日千兰邀我带着小妹一起去和他们认识一番，可小妹不愿同我前去。众人问起小妹的遭遇，我也是极为心疼的紧。说着说着，不小心提到小妹险些被卖到风月楼的事。当时我只觉得妹妹真的太苦太惨了，我真的没想到他们会这样造谣，真的太过分了。娘，我真不是故意的，您是看着堂儿长大的，堂儿是断不会做出这种事的。灵儿，你看，你姐姐也不是故意的，这事儿就让你大哥去平息，让姐姐给你赔礼道歉，好不好？万堂，快和妹妹道个歉。小妹，此事是姐姐口不择言，对，道个歉就想抹账？你以为你谁呀？金口玉女吗？老祖点化几句话就能让人飞升吗？我纪灵稀罕你那狗嘴里吐出的道歉？纪婉堂脸色如死一般的惨白僵硬。娘，此事不给一个说法，我不会罢休。纪灵放下话后，在几人的震惊中大步离去。灵儿，你放心，一定的，娘给你保证。娘，大哥，你们要相信婉堂，堂儿真的不是有意的。一旁的春红见气氛偏向了纪灵，夫人，大小姐最近总是吃不好睡不好，这几日晚上总是做噩梦，大小姐定是碰到邪祟了，才会误会二小姐。二小姐的谣言真的和大小姐没关系，奴婢都可以作证。婉堂，娘信你，昨晚的事是咱们误会灵儿了，现在外面还在传她的谣言，她只是一时生气，你呀也别太自责，晚上等你爹回来，让他去说和说和，没事的。这几日你也睡不好，精神欠佳，待会儿收拾一下，娘陪你去寺庙求个福，驱邪。谢谢娘。娘，那我先告辞了，外面的事我会好好查一查谁散播的，孩儿会妥善处理，您放心。大哥，无论结果如何，你一定要相信我，是有人想要挑拨我们姐妹俩，堂儿是无辜的。大哥信你，交给大哥处理，你先养好自己的身体。婉堂，希望你不要让大哥失望。出了芳梨院后，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小姐，醉香楼那边来了消息，咱们要不要现在过去看看？走吧。纪灵心中有些烦闷，她正好想出去走一走。俩人到了醉香楼，果然照得美艳动人，难怪能见风月楼那种地方。听说风月楼要人有2大要求，要么漂亮，要么才艺过人。哼，长得又不漂亮又没才艺的，人家可不要。能不漂亮吗？听说将军夫人曾经也是大美人一个。纪灵无视这些声音，直接上了3楼雅间。小姐，奴婢不该叫你来的，是奴婢考虑不周。这几日，小姐还是先避避风头，等风波过了，就无人记得了。为何要避？众口难读，新台明月，没必要自证，更没必要躲着。有些谣言不攻自破，等着吧。于关磊手里拿着一封信。季姑娘，久等了。于掌柜，查到的这些消息可靠不？季姑娘放心，消息无误，只是这背地里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下能查到的就都给姑娘写在信纸上了。您若是有什么疑问啊，随时可以问我。我还有一事想请教于掌柜。季姑娘请讲。我查到季婉堂每2个月便往钱庄存一笔钱，我想知道他这些钱是一直在钱庄存着，还是用于哪里？这些消息不知道于掌柜能不能帮我打听到？这个钱庄是认票不认人，恐怕有点难度。不过啊，若是王爷亲自帮你查的话，应当可以查到的。那劳烦于掌柜给我备个笔墨，我还有些话想带给瑞王。行，在下这就去拿。对了，季姑娘这么早过来，用过早膳没啊？需不需要给您备膳？多谢于掌柜。不一会儿，于关磊便拿来纸笔，纪灵写好后递给他。早膳马上端过来了，季姑娘稍等。主仆2人吃饱后并没有回府，而是在外头闲逛。纪灵侧眸看到铺里正在试肌肤膏的妇人，可这些姐姐都没有。纪灵迈脚进了胭脂铺。哟，这
不是将军府的二小姐吗？季二小姐懂美容膏吗？要不要本小姐帮你挑一挑？不劳烦沈小姐。沈千兰嗔着笑走到纪灵身旁，这个呀是皮肤细嫩之人用的养护膏，对那些粗手可没用的。哎呀，倒是忘了，季二小姐毕竟是烟柳间混迹出来的，想必对这些是了如指掌了。是我瞎操心了。阿燕再也忍不住，上前就要和沈千兰理论起来。纪灵一把拉回沈小姐的这番言论，我希望到时进衙门时你也能坚持这个说法。你什么意思啊？我记得沈小姐的哥哥是左都御史大人，不如您回去问问你的哥哥，造谣诽谤要承担什么罪责。哦，还有这一次我可不会接受私底下的任何道歉哦。纪灵放下养容膏，脸上扬笑而去。什么意思？他不和自己争论起来，不行，他得赶紧回去找哥哥商量。出了胭脂铺，小姐真的要告吗？当然，不过不是现在。既然他们喜欢到处宣扬，那就等着，传播的越大，罪责越大。不急，我都可以忍受。想必到时候挨罚时，他们也是能够忍受的。闻言，阿燕得意地笑了笑。对了，小姐，养容膏不买了吗？要不咱们去下一家吧？不去胭脂铺了，去药铺。小姐，您是哪里不舒服吗？不是，我方才发现胭脂铺的养容膏和我用的都差不多，只起到水润的作用。想给姐姐改善肌肤，确实不太行。您是想给大小姐调理身子？想要皮肤白皙细腻，还得内外结合加针灸。我知道一个养容的方子，1个月左右就可以焕颜、容光焕发。不过我已经许久没有调制了，得先去药铺看看药材是否齐全。没问题的话，我这几天先试试效果，到时给姐姐调一个。真的假的？不信，到时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闻言，阿燕乐呵呵地笑了2声。另一边，季夫人带着季婉堂来到天悲寺。夫人今日还是来祈福的吗？小师傅，空无大师可在。法师在偏殿，我带夫人过去。那有劳小师傅带路。小和尚带着2人来到偏殿，坐在蒲团上的法师手持佛珠，缓缓起身。大师，小妇有礼了。季婉堂也默默跟着扶了一礼。夫人今日找老衲可是有事啊？大师，小女近日频繁做噩梦，还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小妇想求大师赐福，给小女驱邪护身。可是身旁这位正是。阿弥陀佛，冤冤相缠，皆有己身，行善积德，方可破解。大师何意？施主既然来了，便是缘分。这道辟邪符，施主贴身佩戴，晚上便可安眠。多谢大师。老衲有一言赠与施主。大师请讲。眼前所有已是最好，贪则忧，善则安。这位施主，过去种种已是逆天改命，务求过甚，知足且常乐呀。季婉堂表情瞬间凝固。多谢大师提点。季夫人一头雾水。大师，小女子家中还有一位妹妹，我想给她也求一道护身符。施主有这份善心，老衲自然愿意相赠。他转身拿了一道红色符带递给季婉堂。2人出了偏殿后，季婉堂主动提出去给季承霄问一问姻缘，季夫人便随他去了。青竹院，3人捣鼓了一下午，才研磨好药材。小姐，真的没问题吗？奴婢皮糙肉厚的，要不让奴婢先替您试一试，万一……是啊，小姐，还是让咱们先试一试，没问题您再用。放心，我用过，没问题的。季灵在脸上涂满玉肌膏后，她起身走到斜榻上，闭眼躺下。1刻钟后叫我。好的，小姐。望着季灵脸上那层浆糊般的玉肌膏，时辰一点点挪过。小姐，时辰到了。她起身走到铜镜前，慢条斯理地撕下凝固后的玉肌膏。怎么样？兰英和阿燕凑近仔细看了看。比早晨那会儿看起来要清爽净白许多。你摸摸看，是不是与从前不同？哇，真的光滑细腻了许多。小姐，我看看。怎样？没骗你们吧？小姐坚持用，相信很快能看到明显的改变。方才做了这么多，你们2人自个儿拿一些去用，如果有什么不适的，一定要和我说。小姐，这不好吧？怕烂脸？那就等我用一阵子，你们再用吧。
不，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的意思是，这些药买来珍贵，给我们这些下人用不合适。兰因在一旁疯狂点头赞同。我说合适就合适，如果你们拍烂脸，那就当我没说。多谢小姐。随后纪灵又从药箱里取出银针，她对着镜子给自己面部下针。小姐，不疼吗？不疼。这时一名婢女过来传话，是叫纪灵去膳堂用晚饭。小姐要去吗？不去。好的，那奴婢过去和将军夫人说一声。随后兰因前往膳堂。将军夫人，二小姐今日不便过来用膳，小姐特意吩咐过，不必等着她。我去看看。娘，我去吧。季承霄说着已经起身走到兰因身旁。大公子，二小姐她已经歇下了。小妹不舒服吗？兰因被迫点头默认。那我更得过去看看了。说完，季承霄大步朝青竹院走去。季夫人也担忧的起身想跟过去看看。夫人，小姐没事，您安心用膳，奴婢告退。说完，兰因飞快的步子赶回青竹院。大公子，我先去通传一声。兰因进入和纪灵说明了情况，让他进来。小妹是哪里不舒服？可有找大夫看过？无碍，有事快说。小妹，早上的事是我们不对，晚堂也不是故意的，他也想给你赔罪，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别往心里去，捡起来吃饭好不好？纪灵一听到这，瞬间来了精神。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随后他坐到铜镜前，拔下脸上的银针。季承霄看到这一幕，眼睛陡然睁大。发什么愣？小妹，你没事吧？没事啊。便一起前往膳堂。灵儿，来坐这儿。纪灵神情冷淡地坐下。来，先喝点汤润润喉。是哪里不舒服啊？府医看过了没有？我没病，听说你们为早上的事要给个说法，我才来的。小妹，早上的事是大哥误会了你，大哥向你赔个不是。至于那些谣言，我已经让人压下，我保证往后不会再有任何的流言蜚语。你觉得我在乎的是流言蜚语？实话告诉你，我昨晚就知道此事。说我真的在乎这些闲言碎语，你觉得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季岭川和季时宴默默观察着纪灵和季婉堂的一言一行。婉堂啊，快和妹妹赔罪。妹妹，是姐姐口不择言，做的不对，我郑重向你道歉。这是我和娘一起去庙里给你求的护身符，你原谅我好不好？听完季婉堂的话，纪灵内心暗嘲：季婉堂，你挑什么不好，偏偏挑了这个，凭什么觉得故技重施，我不会拆穿你呢？随后纪灵当场打开福袋，从里面抽出一张黄符纸。季婉堂见状大惊失色。敢咒我，你找死！力道狠的几乎要掐断对方，一家子都惊愕不已。住手！灵儿，放手！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先松开你姐姐。谁给你的胆子，敢当面诅咒我？别以为故技重施，我会和上回一样吃下哑巴亏。不过是想看你玩什么把戏，你真把我当傻子了。季夫人听得云里雾里，季婉堂已经被掐得面红耳赤，眼看就要喘不过气。啪一声，季夫人的巴掌就落在了纪灵脸上。纪灵双手不可置信地看着季夫人。纪灵，你有什么怨气冲我来？你是想掐死你姐姐吗？早上的事情我也有不对，你是不是也想掐死我呀？娘，季承霄示意母亲少说两句。纪灵缓缓回神，那一巴掌已经让他的心凉了半截。我可没这种时刻想置我于死地的姐姐，不同父不同母的，何来姐姐一词？只有仇人二字。够了！拿过黄符纸，上面密密麻麻的诅咒。婉堂，你作何解释？季承霄过去瞧了一眼，表情和季岭川如出一辙。见此，季时宴也按捺不住，父子三人都觉得这是何等的仇恨。爹，堂儿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小妹这么记恨我。季夫人她看过符纸一看，婉堂，这是怎么回事？娘，我是同您一起去的，符是大师当着咱们的面给的，堂儿真的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灵儿啊，这符确实是大师当着我的面给的，当时并没有打开来看，或许是个误会，你先别急，先查清楚了再说好吗？哼，查？那他造谣的事你们查的怎么样了？今晚的家宴是不是假模假意的找我道歉，然后就不了了之？全家人看我好欺负，把我当傻子哄？不是的，你听娘说。没什么可说的，
您是不是还想说，是大师料事如神，知道季婉堂想害我，索性成人之美，直接帮他包了个符？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得找大师当面对质？季灵，别对娘撒气，有话好好说呀。如何好好说？你们头上顶着个脑袋，全在装傻，还是都把我当傻子？想动动嘴皮，就让我原谅他，没门儿！别以为我在外面吃了苦，就很稀罕你们的将军府。我季灵从不是依附于他人屋檐下，就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人。今日就跟你们把话挑明了。行了啊，灵儿，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啊，你先去书房等我。刚查出背后之人的一些蛛丝马迹，此时不宜闹出太大的动静。将军若是想说教的话，就免了。他失望地扫了众人一眼，转身朝大门走去。季夫人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兰英看到没一个人帮季灵说话，将军，奴婢有话要说。何事啊？起来说吧。我要告发大小姐，她屡次谋害二小姐，二小姐差点毁在她手上。你休要血口喷人，我何时害过她？你给我住嘴，到一边去。爹，我没有。闭嘴，不许插话。你继续说。二小姐刚回来的那天，大小姐当着所有人的面送的那对耳坠，将军可还有印象？说。那耳坠上面淬了毒，险些让二小姐毁容。你胡说！我送给她的明明是好的，你休要冤枉我。将军，没有证据的事，奴婢不敢乱说。且那耳环还一直放在小姐的房中。季令川听到这，早已对季婉堂失望透了。婉堂，是真的吗？啊，他从回家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容不下他了吗？娘，我没有，不是堂儿做的。季婉堂哭诉着，眼里却朝春红投去暗示。将军夫人，这些都是奴婢做的，是奴婢自作主张，想替大小姐谋划。奴婢害怕二小姐回来后夺走大小姐的宠爱，大小姐与奴婢有恩，奴婢不忍看大小姐伤心，所以才做了这些事。此事大小姐全然不知情，那护身符也是奴婢换走的，一切任凭将军处置。春红，你糊涂啊！小妹本就在外面吃了不少苦，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一直在府中养尊处优，咱们巴不得样样最好的都拿给他，又怎会计较这些？爹，此事是堂儿疏忽，春红毕竟是堂儿身边的人，是堂儿管教不力，求爹处罚。听着季婉堂的言辞，兰英就愤恨磨牙。来人，把这刁奴带下去。是。外面的侍卫进来把春红拖走。大小姐，可别忘了照顾她的家人。季婉堂暗暗应下。婉堂啊，太让我失望了。这段时间好好的去祠堂抄经，面壁思过，没我的允许，不许出府半步。是。那边季时宴追出来后，小妹，你听我说，除了娘，我和爹绝对没有偏袒婉堂的意思，咱们借一步说话好吗？你是不是想说还没查清楚情况，等查完季婉堂的身世再做定夺？所以此刻无论他做什么，你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爹说以大局为重，况且娘还不知道真相，所以你们打算瞒一辈子吗？当然不是，考虑到娘可能没办法揭露事实，所以还没有做好准备。小妹冰雪聪明，定能理解的，对不对？我不理解。季灵回了自己院子，进了屋，季灵第一时间就拿出紫玉别说。季灵把紫玉揣进怀里，他要去找季婉堂问个明白。刚踏出门槛，便看到正走来的季岭川父子三人。进屋吧。啊，我有话要说。几人纷纷进了屋，有事说事，没空和你们掰扯其他的。灵儿啊，这季婉堂的这些事儿啊，也不是爹偏心不给你主持公道啊。爹呀，先给你道个歉。今天呢，让你受委屈了，并不是我们想包庇他，而是这背后另有他人，不单单是一个赵家这么简单。所以啊，现在还不想动他，但是啊，爹可以跟你保证，1个月之内啊，我会在1个月之内查清此事。那爹也答应你啊，1个月之内，不管能不能查清，我都会公布这件事儿。到时候我会把她送出府去的。当然了，她既然不是我们季家的女儿，那和太子的婚约自然也就不作数了。这些啊，我也都会处理好的。那至于你心里对她的仇恨呢，你能不能放她一马啊？行了，爹也不强求啊，只是如果你想做什么，你手脚干净点，别让你娘知道了啊。你娘她
希望爹说到做到，就1个月，超过1个月我就没得商量了。灵儿啊，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婉堂不是亲生的啊？你为什么不想告诉我们？难道你就从来没把我们当过家人吗？爹问这话时，不如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不敢告诉娘？闻言，父子3人面面相觑。那小妹是什么时候知道她不是亲生的？从我第1天回府，她送了我1份大礼，我便开始怀疑了。后来我偷偷验了。那你又是如何得知被调包之人就是孟婷？二哥还没见过吧？因为他眉眼长得像爹。那你去看过2次了？那他知道了吗？还没，不过我不打算瞒着了。再等等吧，这段时间就暂时委屈你们姐妹俩了。不过你放心，以后爹一定会补回来的啊！你这段时间如果没事的话，你可以多去看看他。你放心，即便爹不说，我也会去。我还有事要问季婉堂。什么事？你先和大哥说，或许大哥知道呢。你知道是哪个人画的符？哦，你放心，符我已经让人销毁了。但销毁那张符还不够，季婉堂可能还干了别的，我得弄清楚。季时宴想到季灵曾跟他说过，有人传过他道法。小妹可是身子有什么不适？现在无碍，往后难说。我陪你去牢房问问春红，问季婉堂，怕是没有结果。季灵点点头，随后2人一同前往牢房。进了牢房的春红没了求生的欲望。找谁画的符？天卑寺有个云归大师，据说他的符很灵验，我跟他求来的。春红把那大师的名字说出来后，季灵就走了。然而刚回屋没多久，便听到兰英来说母亲来看他。季灵直接叫兰英回绝。季夫人吃了个闭门羹，她伤心的去找季岭川诉说：夫君，灵儿是不是还在怪我打她？她不愿见我。夫人，今天她是受了委屈，正在气头上呢啊！你别往心里去，过2天她想通了就好了。她现在呀，就是想静一静。真的吗？我怕她恨我。你别多想，我去看过了，灵儿不是那种人，放宽心啊！真的。第2日一早，季灵喊阿燕带好装备就去了天卑寺，2人便骑着马前往。小师傅，云归大师可在？施主，今日16，云归大师不在。何意？他什么时候来？施主有所不知，云归大师有个规定，只在每月初1、15 2日见客，其余时间皆要闭关静修。若您想见他，不妨这2个日子前来。多谢告知。季灵想到云舒就是在这个庙被绑架的，2人在庙里逛了几圈。小姐，天卑寺最登高处的那个普济殿，据说皇后娘娘在那里祈福了2年，那处重兵把守，无人能上去。皇后在庙里住了2年？外头都在传，皇后娘娘为了亲自给大昭国的千万子民祈福，护佑平安，竟甘愿在庙里诵经念佛，这一待就待了2年多。季灵忽然想到那时给萧敬晨把的脉，他记得好像就是2年前中的蛊。小姐，时隔多年，怕是很难查了，不如咱们等初1再过来会会这个云归大师。走吧，回去吧。2人并肩策马下山，经过一林子时，3个黑衣人从茂密交错的树干上直接俯冲而下。季灵和阿燕跃身下马，这些黑衣人都是死士，出手招招狠辣，刀刀夺命，速战速决，要活的。随即又下来5个黑衣人，季灵和阿燕瞬间落了下风。一直暗中2名暗卫见状，立即拔刀加入了战斗。小姐，你先走。季灵知道他们的目标是自己，不可能走得了。将军府的1名暗卫被狠狠踹飞数米，终究是寡不敌众。季灵被黑衣人带走，阿燕身中几刀倒地昏迷，2名暗卫就地牺牲。这时一辆马车咕噜咕噜地飞奔在林中，霍成看着路上乌泱泱死了一片人。王爷，有情况。2人走近一看，王爷，那不是季姑娘身边的婢女吗？季姑娘呢？附近找找看。王爷，她还有气，要带走吗？回府。是。霍成把阿燕扛上马车，随后调转马头回了王府。萧敬晨前脚刚走，将军府的援军后脚就到。季岭川听到季灵失踪的消息后，小七啊，去一趟赵家看看孟婷还在不在。是。然而没过多久，小七带回来的消息是赵家看着一切如常，就是在院里找不到赵梦婷的身影。另一边，阿燕在瑞王府醒来，她看着陌生的环境十分警惕。那小姐呢？她起身打开房门，姑娘醒了，您先休息一会儿，我去通报一声。我家小姐呢？姑娘，这些奴婢不知，等王爷过来了，您再亲自问问吧。阿燕回想着事发的经过，当时她似乎听到黑衣人说要活的，阿燕着急地往门外走。
姑娘，王爷说了要等他来。是哪位王爷？姑娘，是瑞王殿下。是他。既然和小姐相熟，告诉你们家王爷，我有急事需要先走一步，王爷的救命之恩在下来日再报。姑娘，您别为难奴婢，王爷马上就过来，你先等等。这时萧敬晨来了，多谢瑞王救命之恩，在下来日再报答，我有急事先走一步。萧敬晨站在门口寸步不让。担心你家小姐。是。将军府已经知道此事了，你不必急着回去，进屋说。闻言，阿燕只好跟着萧敬晨进了屋。你们是从天悲寺下来后遇到刺客？是。一大早你们去天悲寺做甚？找云归大师。哦，仅仅如此。是。你觉得是谁做的？不知道。本王好歹和你家小姐算是朋友，你们什么都瞒，可真是太没诚意了，想要帮你们都很难呢。阿燕思量着萧敬晨的话，依旧不答。据本王所知，将军府和赵家没有什么冤仇，你家小姐让本王替她查这么多事，又不告诉本王实情，是不是想要利用本王当工具使唤呢？一边查着赵家，一边查着纪婉堂，什么时候什么仇什么恨，让纪婉堂不惜代价都要毁了你家小姐的名声。你说纪婉堂为什么要通过钱庄给钱给赵家？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让本王猜一猜是哪种原因。瑞王既已猜到，又何必问在下？所以他当年的失踪真的与这两人有关？没错，纪晓堂三番两次的陷害小姐，我怀疑这事儿定和他脱不了关系。那本王帮他把赵家还有纪婉堂都抓了，如何呢？阿燕震惊，多谢瑞王好意。此事过去多年，我们手上并没有实质的证据。一个抄家消绝的贪官，每月还能从钱庄取一大笔钱，本王合理怀疑钱财的来路不明。至于另外一个恶意散播谣言，污蔑他人清白，犹如我大昭国民风，本王例行带走调查，证据审了就有了。真不愧是刑律司统领者的作风。瑞王，此举不妥吧？本王并不是在和你商量，这段时间你就留在这里养伤，等你家主子什么时候有消息了，本王自然会放你出去。萧敬晨说完，起身往外走。等等，瑞王殿下，刚包好的伤口又撕裂开。瑞王殿下，赵梦婷姑娘是无辜的，求殿下开恩，不要殃及到她。本王需要你教我做事吗？阿燕看萧敬晨甩袖离去。瑞王殿下，真的不行，我家小姐要是知道了，定要生气的。本王知道他和赵家那位有些交集，但你是不是觉得本王是个是非不分之人？因为赵姑娘才是将军府的大小姐。可是真的？千真万确，我们已经验过了。大小姐在赵家受苦17年，她是受害者，所以请您高抬贵手。好，本王知道了。放下这句话，萧敬晨便大步离去。抓走纪灵的人会不会是他？不是给了他20个暗卫吗？为什么不放几个在身边保护？萧敬晨的动作很快，他带了一队人马直接包抄赵家。但赵高明仍硬着头皮迎笑上前。殿下大驾光临，在下有失远迎啊。不知殿下此番前来有何差遣？萧敬晨面如冰山，拿下，全部带走。侍卫们上前就将赵高明和赵母五花大绑起来。殿下这是何意啊？不知赵某犯了何事？殿下要绑我赵某一家子？萧敬晨没理会。然而霍城搜了一圈，赵梦婷呢？谁知道那个贱人死哪儿去了？实则是早上上面那位药人赵梦婷送过去，脸上啪的一声，不知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把赵家2口子送进大牢后，萧敬晨转头又去了将军府。这一场面不由得引起一些百姓围观。纪岭川听到消息后，恐怕这次很难保下纪婉堂了。瑞王前来所谓何事啊？纪婉堂涉嫌造谣诽谤、买凶杀人嫌疑，本王依法逮捕。纪将军把人交出来，本王就不进去了。刚走到门口的纪夫人便听到萧敬晨的这些话。睡王殿下，您是不是弄错了？婉堂还是个闺阁小姐，她怎么会买凶杀人？看来纪夫人还不知道你的小女儿纪灵早上遇刺下落不明，如今更是生死未卜。没想到你们将军府的消息竟会如此闭塞，是不是等哪一天小丫头死在外面了，你们都没有一个人关心她？闻言，纪夫人瞬间瘫软。娘，你没事吧？瑞王说的可是真的？纪承霄不敢乱说，他的沉默已经证明了一切。去把纪婉堂叫出来。是，将军。小厮领命进了府。纪婉堂被叫出来后，2名侍卫直接上去捆绑。放肆！你们干什么？松开我！我可是将军府的大小姐，你们居然公然绑我！爹娘，救救堂儿！婉堂。
季婉堂看到季岭川还有他的2个哥哥，没一人要帮他说话的意思。瑞王殿下好威风，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绑人，还有王法吗？季灵这个死贱人，不就是造谣他几句话？要说他和萧敬腾私下没有勾结，他绝对不信。想必2人背地里早就行了苟且之事。王法，你勾结亲生父母，谋害他人性命，本王依法逮捕你，这就是王法。少在这里装无辜，想喊冤，去牢里同你的亲生父母一起喊，他们在那里等着你过去团聚呢。此话一出，季婉堂脸色瞬间苍白。瑞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婉堂哪来的亲生父母？她明明是我的女儿。娘，婉堂是无辜的，小妹的谣言您也知道，堂儿根本不是有意的，更别提买凶杀人，一定是有人污蔑我。堂儿从小就在您身边长大，今日不仅被人污蔑买凶杀人，还要污蔑堂儿的身世，我不活了！你们放开我，我不活了，我要以死证明清白。想证明清白简单，来人，去请赵太医过来，给他当众验一验，否则本王就成了污蔑他人的小人了。众人一阵唏嘘。瑞王既然要带走调查，那无需多言，臣自然相信您会秉公办案的。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娘，此事咱们回府说，这里人多眼杂。季夫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替别人养了17年的白眼狼，你亲手养大的白眼狼谋害了你的2个亲生女儿。季夫人第一时间知道亲生女儿遇刺，不是担心她的安危，而是在替这个白眼狼辩解。如此一幕，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是他们的不幸，本王还真替她们姐妹俩感到心寒。此话一出，季夫人愣怔了片刻，便当场晕了过去。季岭川他3步并2步过去，把人捞在怀里，直奔府邸走去。这个瑞王做事也太不着调了。随后带着众侍卫押着季婉堂扬长离去。哎呦喂，真没想到啊，还有这内幕！看来大家族中出生的也有命不好的。这2姐妹真可怜。可不嘛，我听说那个小的幼女很小就失踪了，这才找回来多久又失踪了？想必大姑娘也是仇人手中养大的吧？那得吃多少苦啊？嗨，谁知道呢？搞不好还不如咱们这些普通人。难怪呢，我听说啊，前阵子小姑娘刚找回来的时候，就传出她的一些风言风语，原来是府中养的，容不下人家亲生的。哎呦，这心思手段真可怕！将军府也是冤呐，替别人养了10几年，都不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哎，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下知道真相，将军夫人能不能挺过去啊？这话可不轻说，你想掉脑袋？哎呀，散了，回家做饭，一会儿人家拿棍子出来赶人，可要挨板子喽。刑律司大牢，当季婉堂被押进来时，赵家夫妇大惊失色。婉堂，你怎么被抓进来了？你们还好意思问我？还不是因为你们，否则我怎么会被抓进来？那2个贱人是不是你们找人绑走的？为什么不做干净点？为什么要连累到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当年一个4、5岁的小孩都弄不死，如今15岁了，你觉得你还能弄死？你嚷嚷什么呀？送你去享福了10几年，你真以为自己是将军府大小姐了，连自己亲爹都不认识了是吗？你才不是我爹，才没有你这种恶名在外的父母，自己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别来和我攀亲道故，跟你呀，没有老子，你能顶着将军府的大小姐逍遥活了10几年，还不感恩就算了，还对我们挤眉弄眼。我们是你长辈，将军府没教你跟长辈说话要放尊重点吗？你还有脸说？是不是你们泄露了我的身世？说是不是你们？我们没质问你，你倒反过来怪我们了，自己不好好捂着，有脸向我们兴师问罪。再者，我们才是你爹娘，你说话放尊重点。你胡说！将军府的人明明不知道，方才是萧敬腾当众说出来，如果不是你们招供，他怎么会知道？这么说，他要沦为弃子了？瑞王并未审我们，纪灵也不是我们派人杀的，想活命嘴巴放干净点。那是谁做的？这个你不需要知道，反正纪灵这次的失踪跟你没关系，你把自己摘得越干净越好。一会儿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自己掂量着点。婉堂，你回去就一口咬定自己对身世毫不知情，况且你和太子还有婚约，将军府这时总不会轻易赶你出门。且你2人本来婚期就临近，实在没办法，你赶紧和太子生米煮成熟饭，母凭子贵，到时候将军府靠不住，你还有太子可以依靠。
哎，别说了，小心隔墙有耳。但赵母的一番话倒是说到他心眼里去了。萧敬腾在隔墙听完后露出意味不明的笑。萧文俊当了太子后，这2年好像脑子突然好使了，不许任何人探视，谁来都先问过本王。是。当消息传到丞相府时，哥哥，何事冒冒失失的，一点大小姐的风范都没有。哥，将军府的事你听说了吗？那是别人的家事，别瞎打听，更别出去乱说。不是哥，我不是来跟你讨论将军府真假千金的事的，而是纪婉堂因为造谣纪灵清白的事情被瑞王抓走。那个我……此事与你也有关，对吗？哥，事情可不是我散播的，是纪婉堂在我办的雅集上传出去的，跟我可没有关系。再说了，人家要说我又不能捂着人家的嘴，不是吗？但你也知道，瑞王那个人奇怪得很，他跟纪灵是一伙的，我可不想被他按什么罪名连带责任的抓走。现在知道怕了？哥，我的好哥哥，兰儿知道错了，以后绝不会再和纪婉堂有来往了。你就帮兰儿想想办法嘛！要是兰儿被抓走了，那丢的可不止我一个人的脸，还有你的脸，还有丞相府的脸呢。所以哥哥不会不管我的，对不对？沈玉闻言哼了一声，怪会道德绑架的。瑞王那人可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上次你也看到了，他从不给任何人面子，哪怕是你跟我去也是没用的。哥，你就不能替我想想办法吗？没办法，你等他来抓吧。哥，你真的不帮帮我吗？看着快哭出来的沈千兰，不是哥我不想帮你，那是瑞王，不是普通的衙门，你觉得你哥能跟他说得上话？那怎么办呀？你觉得该怎么办？哥，你说我现在去将军府登门道歉还来不来得及？至今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做错了什么？哥，兰儿真的知道错了，兰儿以后绝对不会再同人说三道四了，我发誓。你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哎，行了，瑞王那边我尽量去帮你求个情，等将军府的2位小姐平安回来，改日哥哥再带你去登门道歉。谢谢哥哥，哥哥真是太好了，你是我全世界最好的哥哥。行了，捧我没用，你自己长长脑子。好嘞，那我就不打扰哥哥了，我先走了。说完，沈千兰一溜烟的跑出书房，也不知道季二姑娘有没有生命危险。东宫，太子萧文俊听闻消息后，他倏然起身往外走。殿下去哪儿？去……是啊，他要去哪？婉腾现在被关在刑律司。是的，殿下，瑞王下了令，不许任何人探视。将军府情况如何？对这件事可有表露什么态度？回殿下，将军府那边现在乱作一团，他们现在急着找2位亲生女儿，对季大小姐这边并未明确态度。他明白，此刻去了也是添乱。去盯着将军府那边的动静，有任何举动立刻来报。是。萧文俊此刻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将军府，季岭川心急如焚，也不得不稳住。他让季承霄去调查2个妹妹被绑走的线索，季时宴去安排人控制谣言。季夫人醒来时，天色已黑。哎，夫人，你醒了，来啊，先把药喝了。瑞王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哎呀，你先喝药，喝完了我慢慢跟你说，不喝哪有力气听啊啊！闻言，季夫人乖乖地把碗中的汤药喝完。他长话短说，将所有的事情悉数告诉了季夫人。季夫人听完，又是一阵心痛。夫人，孟婷你还没见过呢，所以更得养好自己的身子，不然啊，他们俩回来了，你哪来的精力去照顾他们呀？可有他们的消息？放心啊，已经有了一些线索了，很快就能找回来。哎呀，所以啊，你更得赶快好起来了啊，听到没有？婉堂，哎呀，夫人，你就别再提他了，咱们将军府不欠他的。出来后直接送走吧。这些呀，为夫都会办好的啊，别操心了。灵儿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季夫人现在只要想到自己为了季婉堂打了他一巴掌，就后悔不已。夫人，你先别想这么多了啊，先好好休息。令川，等灵儿他们回来，我给他们办个认亲宴，好不好？那自然是要的。与此同时，一处昏暗的屋内，一桶冷水猛泼在纪灵和赵梦婷身上。姐姐。赵梦婷冷意刺骨，缓缓睁开眼，两人没来得及叙旧，屋内亮起2盏油灯。主子，人醒了。一红衣男子跨步走了进来，纪灵上下打量后，这人必定是个练蛊高手。这就是纪灵川的2个女儿。你是谁？是送你们上路的人。你说我是谁的女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差点忘了，纪灵川的大女儿被调包，是你吧？
真是报应啊，纪灵川！天道好轮回，这都是你的报应。赵梦婷怎么也没想到，她复杂的眼神看向纪灵。姐姐，以后再说。没有以后了。两位小妹妹，谁叫你们的爹是纪灵川呢？一个从小被调包，一个从小被绑架。要我说，这怎么不是他的报应呢？能让你们死前相认，也算是死得明明白白，该感谢我才是。你既然都知道，更应该清楚，即便杀了我们，他也不会心痛。毕竟在他们的眼里，戚婉堂才是他的女儿，我们不是。别以为这样说我就会放过你们，我只会多杀一个。纪灵看这人疯魔的样子，只怕早已被仇恨迷了心智。方才阁下说的没错，我们姐妹俩能相认，确实得感谢你。你对我们姐妹俩之前的处境了如指掌，想必也知道我在赵家天天挨饿，我已经1天1夜没吃东西了。临走前想填饱肚子，不想做个饿死鬼，阁下能否成全？少啰嗦，什么时候死，怎么死，我说了算。随即他起身走到两人面前。本公子新练的小虫子，先让你们试试，能不能挺到明日，就看你们的命了。若你们能撑到明日，本公子一定会给你们带吃的，全当犒劳你二位给本公子做了试验。下一秒，祝喜一刀扎在纪灵的胸口，黑虫像了嗅到了垂涎的猎物，直接飞扑到纪灵的胸口，钻了进去。纪灵每呼吸一下，都感觉胸口处传来针刺感。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而是刀尖轻轻划破他的脖颈侧，虫子就这么钻进他的脖子。赵梦婷痛苦地叫着，祝喜凝视着自己的杰作。两位好好享受，看紧了。是。纪灵听到马蹄跑远的声音，他忍着痛缓缓起身。姐姐，赵梦婷满头大汗，拔下我头上那个木簪，簪头一抽，变成一把小剑，不一会绳子便松开了。姐姐，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好。他浑身有些抽搐，像是要挺不住了。纪灵松绑后立刻打坐调息，体内的黑虫像是得到信号般停止了吸血啃食，立即扶起赵梦婷，嘴里念着咒语。赵梦婷似乎从濒死的边缘被拉回。我们得逃出去，外面四周有几个黑衣人守着，跑是很难，我想想办法。赵梦婷心里很佩服纪灵，想必也是见多识广。找昆虫我有办法。赵梦婷也不知道纪灵的办法是什么，但找就对了。我来。小妹有毒，没事，伤不到我。纪灵用剑簪把蜈蚣卸成了2块，随后他开始念着咒语，蚀骨已成。他轻脚走到另一边窗户，把一半蜈蚣悄悄放在窗边。不一会，一只鬼鸮飞了过来，鬼鸮2下就把蜈蚣吞之入腹。纪灵轻轻地把布条绑在鬼鸮脚上，他吩咐完鬼鸮去瑞王府报信后，纪灵又放下另一块蜈蚣。片刻后，又一只小鸮飞了过来，纪灵用同样的方式让他去将军府报信。赵梦婷对纪灵的这一系列神奇举动震惊不已。咱们先等到天亮，如果天亮没有人来，我们再想其他办法。赵梦婷点点头。赵梦婷替纪灵包一下伤口，不碍事，小伤。两人就这样依偎在一块，静待着天亮。鬼鸮飞到瑞王府后，他在萧敬晨房间外一直叫着。鬼鸮似乎不耐烦了，他飞身俯冲，径直撞击在萧敬晨的怀里。萧敬晨满脸怒意，哪来的鸟？却看到夜猫子脚上绑着一块布，拿着布条到灯下一看，灵，城外废院急救。萧敬晨整齐穿戴后，他亲自带一队人兵分2路去找。王爷，这鸟是不是要给您带路啊？将军府那边，纪令川为此事根本睡不着。走着走着，一只鸟突然飞到他肩膀上，他转头便看到鸟脚踝处绑着一条布，居然是纪灵传来的求救。纪令川叫醒纪承霄，父子俩带着几10名暗卫前往城外。太阳慢慢升起，纪灵和赵梦婷同时往门口看去。哟，还活着，看来2位小妹妹意志力非凡呢，真不愧是纪灵川的种，我竟有些佩服2位。吃吧，你们的断头饭。阁下不是我们大赵国的人吧？有点眼力见，但知道了又如何？下去给南游的同胞们陪葬吧。不想吃，想做饿死鬼，成全你们。主子，不好了，东边有一队人马朝这边来了。
快走！祝喜闻言惊诧，他拔刀朝纪灵和赵梦婷走去。纪灵猛地冲过去，拿起凳子砸了过去。而这时赵梦婷也以最快的速度翻窗出去。纪灵急忙摁下手腕上的镯子，在对方躲闪的间隙，他迅速翻窗出去。远处一支飞箭先一步射在黑衣人身上，还好姐姐没事。厨子，你先走，我们断后。而纪灵落地后，拉着赵梦婷往救兵的方向跑，身后的黑衣人追了上来，打了起来。没过几招，纪灵险些被一刀封喉，幸好萧敬晨及时挡下。暗卫和黑衣人间的兵刃碰撞声，这时纪岭川等人也赶到了。小妹，你没事吧？往西边追，一个红衣戴面具的男子，男友过的人。听到男友二字，几人心中警铃大作。我去追，老大，你照顾好你2个妹妹。梦婷可有受伤？赵梦婷摇摇头，她正想开口，心窝处传来一阵绞痛，紧接着一口血喷了出来。赵梦婷几乎也是同时喷了一口血，萧敬晨和季承霄各自接住眼前的人。纪灵，备马回府。他抱着纪灵上马时，骨头。萧敬晨吩咐人去先一步去请赵太医赶往将军府。萧敬晨和季承霄就这么一马两人狂奔回将军府。不一会儿，疾驰掠过城门，阁楼楼上，沈玉一手撑在窗前，目光却一直锁在萧敬晨怀中的人。能让瑞王如此焦急，还亲自抱人回来，季姑娘怕是危在旦夕。季夫人昨晚喝药睡下后，今早起来精神好了许多。夫人，将军和大公子昨晚紧急带人出去，想必是有了2位小姐的消息，您别太担心，小姐吉人自有天相，一定没事的。这时远处狂奔的几抹身影闯入季夫人眼中，那不是程潇吗？她提着衣裙便跑了过去。夫人小心些。兰因在院子看到季承霄把人带回来了，老天保佑，小姐终于平安归来。季承霄进屋便把人放在床上，结果萧敬晨已经把人放在一旁的榻上，还坐在季灵身旁替他擦着嘴角的血渍。季夫人匆忙小跑了进来，瑞王怎么也在？臣妇见过瑞王殿下。免了。娘，这是大妹妹梦婷。季夫人点头，轻轻应声，她的心瞬间揪紧，赵家怎么能这么对她女儿？嬷嬷，去拿套新衣裳来。张嬷嬷应声利索地出去了。绝大夫和李太医同时赶到。瑞王殿下，老臣来迟了，快看看他怎么样了。李太医立即给季灵把脉，片刻后，景殿下，季姑娘中了毒，老臣需施针先将毒逼出来。绝大夫那边也是如此。闻言，萧敬晨和季承霄识趣地退了出去。瑞王殿下，这次营救多亏您及时赶到，承霄在此谢过殿下。不必。萧敬晨走到石凳旁坐了下来。殿下是如何得知小妹他们被关在郊外的？坐。谢殿下。灵儿给本王传了信，本王自然是要去救她的。灵儿，季承霄内心惊呼，瑞王怎么叫得这么近乎？这么说，小妹是先给殿下传的信。萧敬晨勾了勾嘴角，可能他觉得本王比较懂他。听到这，季承霄竟有些失落。两人就这么干坐着，直到对面房门被人打开，季承霄连忙起身，快步走了过去。小妹感觉怎么样？好些了没？季灵靠在兰英怀里，虚弱的点点头。殿下，2位小姐已无大碍，老臣开了几副药，后续慢慢调理即可。萧敬晨点点头，方才还想进去看一眼，正转身想走。萧敬晨，季灵这一声萧敬晨让屋内季夫人和季承霄哑然惊住，直呼皇亲明讳，可是大不敬。他心脏忽然砰砰跳了2下，他迈步走了进去。我在。这一声我在更是让季夫人和季承霄惊愕。他坐在季灵身侧。好些了吗？谢谢你。你好好休息，我过几天再来看你。说完，萧敬晨脸上是带着笑离开的。小妹，往后可不能直呼瑞王名讳，不光瑞王，但凡皇亲国戚绝不可直呼，这是大不敬，要被责罚的。我知道，但他说没有外人的时候，不喜欢我喊他瑞王，更喜欢我喊他的名字。何况你们是外人吗？季承霄哑口无言，传闻瑞王不是很难相处吗？为何现在给他的感觉也没有多难啊？季夫人是过来人，她看瑞王看自家女儿的眼神，隐隐感觉瑞王应该是对灵儿有点意思，或者是别有用意。姐姐，你怎么样？兰因扶着她缓缓走过去。这段时间，姐姐先同我一起住青竹院可好？
赵梦婷点头。季岭川回来了，爹，可有抓到人？季岭川摇摇头，径直走到赵梦婷面前。梦婷，这些年你受苦了。赵梦婷不知如何回答。都怪爹没能看好你们姐妹俩，让他仇人钻了空子。今后啊，你们就是将军府的嫡小姐，爹答应你们，今后绝不会再让你们姐妹两个受委屈。赵梦婷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多谢将军。闻言，季岭川喉结滚动，他不着急让人马上改口。季夫人和季承霄也明白梦婷的情况和季灵不同，他们也不逼她。萧敬晨回到王府后，脑中便浮现出季灵那张虚弱惨白的脸。王爷有何吩咐？本王是不是有一个百年何首乌？回王爷，是有这么个药。你去药房拿一些补药，给纪灵的婢女带回去。是。霍成领命出去。等等，王爷还有何吩咐？那个人参也带上。啊，好的，王爷。还头一回看到王爷对一个女子上心。打包好后，他前往阿燕所在的院子。拿着，这是王爷特意给你家小姐的。王爷还说了，务必让她好好休息，多补补身子。要是好不了，我们家王爷会担心的。你是说小姐回府了？赶紧拿着，别忘了转告我家王爷的话。阿燕先替小姐谢过瑞王，瑞王的话，奴婢一定一字不落的转告。随后，阿燕拎着2个木箱就赶回将军府。想必季姑娘一定懂他家王爷的用心。本王方才有说这么多，他一个人能吃这么多补药吗？王爷，方才您不是说除了何首乌还有人参，再挑些合适的补药吗？属下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做的。何况季姑娘她姐姐也病着，季姑娘又极心疼她这个姐姐，想必您肯定也是爱屋及乌。既然送礼，那自然是得体面。若是少了，定让季姑娘觉得王爷是个吝啬之人。做得周到。他和纪灵之间有爱吗？没有吧。顺王殿下，小的有急事相报。进来说。是。禀殿下，行律司守卫来报，就在刚刚，赵家夫妇突发恶疾，死于狱中。谁有这通天手段？走去看看。潮湿的大牢内，赵家夫妇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明显是中毒。可有人来过？启禀瑞王，属下和兄弟们轮流值守，除了按例送餐，再无人开门踏进牢内。方才仵作验过，饭菜无毒。死前可有什么异常？弟兄们并未发现有异常之处，就是方才这夫妇突然吐血暴毙。昨晚至今，可有抓获什么人进来？回瑞王，这2日除了您抓来的这夫妇和隔壁的那位，并未有其他的嫌犯。萧敬晨挥了挥手，让守卫退下。他朝隔壁的牢房看去。都看到了什么？如实说，本王早点放你出去。回殿下，我什么都没看到，那2人莫名其妙忽然就吐血死了。我说的都是真的。胡乱造谣，损害他人名誉，来人，拖出去上10大板。是。 2个守卫把季婉堂架了出去。你们不能打我，我是将军府的大小姐，你们竟敢对我无礼！放开我！你们这群贱奴！我可是太子钦点的太子妃，你们岂敢打我？还不快放开我！太子哥哥一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当众打了10大板后，独留季婉堂在刑律司大门哭喊着。季凛川听闻后叹了一口气：“将军有何吩咐？你去一趟刑律司，把婉堂接到西街那个小院，先住一晚。明日一早立刻送他离开昭京。”将军放心，属下定会办妥。季灵几乎睡了一整日，兰因把季灵被绑走后发生的事都如数汇报了一番。季婉堂挨当众打板子的事也没落下。先便宜他一晚。小姐，您先养好自己的身子要紧。将军和夫人说了，绝对不会接他回来的。您和大小姐安心养伤。爹有说什么时候送走吗？听陆管家说，明日一早就送走。将军不放心，还是叫陆管家亲自送的。可有说送去哪里？好像是江南一带。将军和夫人的本意想送到那边的贤庄养着，到时候再给他重新许个人家。想的还挺美的。阿燕现在受伤不便走动，你替我去办件事。小姐请说。季灵把一枚令牌交给兰因，又嘱咐了一些事。小姐放心，奴婢这就去，保准办妥。刑律司大门，季婉堂看到是陆管家来接的自己。陆伯，爹娘不在府中吗？为什么是你来？小姐，是将军派我来接你的，上车吧。只要能接他回去，这点委屈他先咽下了。随着马车缓缓前行，不久便到西街别院。小姐到了，下车吧。他扶着车筐慢慢下脚。这是哪里？小姐，将军吩咐今晚您先住这儿，请吧。住这儿？你要我住这破院？谁让你带我来这儿的？这是将军的命令，您别为难在下。你说什么？我不信！我要回方丽院，掉头回将军府。季婉堂说完便要爬回马车上。将军吩咐了，今晚您暂且先住这儿，明日咱们便启程去江南。去江南？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去
去江南。为什么去？想必小姐心中很清楚，在下就不多做解释了。时候不早了，您先进去休息吧。我不去，我做错什么了？凭什么要送我走？纪灵被绑架与我何干？我不会离开赵京的，我要回将军府当面问清楚。您还是乖乖听将军的安排为好。去了江南，您照样也能衣食无忧，莫要把最后一丝情面也作没了。生下去了江南也能衣食无忧，他们明明不想要我了，我要回去问清楚。我命令你立刻送我回去，除非他们当着我的面亲口说，不然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这么多年，您私下偷偷拿将军府的银两接济赵家，然而真正的大小姐在赵家却连个下人都不如。你当真有点良心，就该告诉将军夫人真相，那样他们不仅不会赶你走，反而会感激你。但是你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带头欺负两位嫡小姐。夫人说了，你好歹是她养大，曾经对两位嫡小姐做的那些，她都既往不咎。送你去江南，已是给你最好的体面，江南那边自然也会有人照顾你。放心吧，快进去吧，明日还要赶路。他们是嫡小姐，那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你告诉我，他们是不是不认我了？是不是？陆管家笑笑不语。我才是将军府的大小姐，只要我还在季家的族谱上，我依旧是大小姐。你赶紧送我回去。季婉堂一瘸一拐的要走回将军府。小姐去哪儿？贱奴，滚开！我要回将军府。若不是碍于男女有别，他真想直接动手。忽然一辆马车驰来，马车上下来一位衣着华贵的男子。太子殿下，殿下是来接堂儿的，对不对？别哭了，姑送你回去。堂儿就知道殿下不会不管堂儿的。见过太子殿下。殿下，此事将军另有安排，还请殿下不要插手将军府的家事。婉堂是姑钦点的太子妃，自然与姑有关。婉堂，上车，姑带你回将军府。季婉堂无比兴奋，似乎屁股上也没那么疼了。陆管家看着疾驰离去的马车，哀声叹了一口气。另一边，瑞王府，王爷，最新消息，太子把季婉堂接走了，不是寄回东宫，是寄回将军府，现在正在去将军府的路上，估摸着马上就到了。太子这是想要逼将军府认下季婉堂，真够有脸的。王爷，我们要不要过去瞧一瞧？这万一什么？季将军又不是傻子，更何况这是将军府的家事，本王直接登门插手，容易遭人诟病。王爷，季姑娘还病着呢，咱们去看望季姑娘，不过分吧？霍成的话似乎说到了萧敬腾的心里去。将军府这边，兄妹三人在青竹院相谈甚欢。二哥，姐姐还没上族谱，既然要改姓，索性直接给姐姐改个名字，你觉得如何？姐姐，你说呢？我的确想换个名字。那二哥给姐姐抢几个名字，让姐姐挑一个。这么重要的事，得让爹来亲自赐名，我哪能做主？二哥不是郭子健司业，怎么取个名字而已？你先想几个，让姐姐参考参考。小妹，你莫不是想考二哥？哪有，二哥哪里轮得到我考，他考我还差不多。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是二哥会给姐姐取什么样的名字？取名字是不难，只是不知道大妹妹喜欢什么寓意的名字，是平安顺遂一生的，还是如草木般逍遥而生，或者其他特殊的寓意。赵梦婷没能念过书，让她想确实不懂。小姐，不好了！何事这么急？小姐，太子殿下把季婉堂带回来了，在正厅。闻言，纪灵面色凝重，季时宴和赵梦婷脸色也暗了下来。过去看看吧。兄妹三人结伴前往正厅。三人赶到时，季令川和季夫人已经在正厅了。看着蓬头垢面、哭哭唧唧的季婉堂，他就想上去打几巴掌。孝文俊看到走进来的三人后，怎么没人告诉他，将军府找回来的女儿竟有个长得这般漂亮？太子殿下这个时辰登门，所谓何事啊？季将军这是明知故问，你们为何不接婉堂回府？这个就是臣的家事了，不劳殿下操心。不过既然殿下送了回来，那就把人留下，殿下请回吧。臣今日有家宴，就不多留殿下了。季将军既有家宴，为何要把婉堂丢在外面？难道她不是将军府的家人吗？殿下，是堂儿做错了事，想必爹只是想惩罚一下堂儿。爹，堂儿已经知错了，往后绝不会和两个妹妹争抢什么的，堂儿一定事事以妹妹为先。你们
就原谅唐儿这一次好不好？季夫人尽量不让自己去看季晚堂，她不想再做什么让两个女儿失望的事。谁是你妹妹？你是从谁的肚子里出来的？你7岁时不是很清楚吗？别来我面前装这一套，再乱叫一句，我直接撕烂你的嘴！住口！姑还在呢，你就敢这么堂而皇之的欺负她？她从小就在将军府长大，你们两个本就该喊她一声姐姐。不过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闹到公堂之上，你是有多容不下她？太子果然聪慧，我就是容不下他。既然您如此大度，毁人名声，给人诅咒下毒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你为何不带他走？难不成你也容不下？放肆！你怎么同姑说话的？季将军，这就是你找回来的好女儿，她除了那张脸，哪点比得上晚唐？没有半点规矩可言。那太子既然知道这小唐并非我亲生，那就该明白我将军府并不欠他的，以他犯下的错事，本将没有将他就地正法，已是格外开恩了，还想奢求更多，哼，那是不可能的。爹怎么能这么狠心？晚唐从小在你们身边长大，既然犯了错，季将军处罚合情合理，但季将军是守卫我大昭国的大将军，理当讲的是大义。这等小事便直接送走，恐怕不妥吧？这要让旁人如何想？更何况晚唐与姑还有婚约在身，你想送走她，是不是得经过姑的同意？季时宴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说到婚事，想必殿下当年是真心喜欢晚唐才求娶的吧？总不能是喜欢我们将军府这个虚名。殿下若是觉得我们将军府的安排不妥，您可以直接把人接回去。毕竟您也说了，您和晚唐有婚约，男未婚女未嫁，一切事情你们可以自己做主，我们将军府就不掺和你们2人的婚事。再者，殿下素来胸襟开阔，又是真心喜欢一个人，定是不会在意这些繁文缛节的。此言一出，季灵对他这个二哥又赞赏了几分。你们若是不想认下晚唐也无妨，但姑当年和陛下求的是娶你们将军府的女儿。既然季晚唐不是你们将军府的人，那太子妃的人就得换一个，就她了，季灵，对吧？季灵嘴角抽了抽，你说娶我就得嫁。季晚唐听到这些话，已经彻底绝望了。娘，你们别不要唐儿，唐儿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的。求求你们让唐儿留在将军府好不好？唐儿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爹娘，您就这么忍心把女儿送走吗？他眼眶发红，不敢去直视季晚唐。张嬷嬷还不快扶夫人下去休息？是。张嬷嬷赶忙过来把季夫人扶走。季二小姐，有圣旨在，你就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这个可由不得你。是吗？正听外头传来一道响亮的声音：睡王到！众人惊诧的目光朝门口看去，睡王来作甚？灵儿，本王来看你了，你伤好些了没？让人给你送来了千年人参，包了没有？感觉效果怎么样？怎的脸色还是如此苍白？要不本王再叫赵太医过来看看。他叫自己什么？莫不是故意来让太子难堪呢？多谢瑞王的不要，灵儿好多了。阿燕今早回来时拎着2大箱东西，她还没打开来看。从不作声的赵梦婷，她偷偷地笑了一下。本王刚刚听到有人逼你出嫁，可是有这回事？皇叔，这是姑和将军府的事，与你无关。怎么没有关系？你要娶的不是季晚唐吗？怎么又变成了我的灵儿？还好本王惦记着灵儿的伤势过来看一眼，不然人何时被抢走了，本王都还不知道。闻言，季灵瞪着了萧敬晨一眼，警告他不许再乱说话。太子殿下，灵儿不是你说娶就能娶的，本将可还没同意呢。将军莫不是忘了圣旨？难道你要抗旨不成？圣旨？本王记得太子当年求娶的是季晚唐，可不是说跟将军府结亲。季将军，本王说的对不对呢？没错，太子殿下，您当初是说和小唐情投意合，这才求的婚。殿下金口玉言，不能乱改口啊！老陆啊，去我书房拿圣旨过来。是，将军。陆管家很快就将圣旨取了过来。季岭川将圣旨打开一看，还好，并不是说和他将军府结亲。太子殿下自己看吧。萧文俊脸色铁青，睡王不是快死了吗？为何每天还有力气整这么多事情？季将军既然如此决绝，那便走着瞧。说完，他愤然转身离去。等等，殿下，唐儿自知不配再做太子妃，但求殿下带走
见萧文俊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殿下当年救去了唐儿，如今可是要当着全天下的人做个背信弃义之人。殿下，萧文俊终是停下了脚步，还不跟上？闻言，季婉堂撩起裙摆，忍着屁股上的痛追了上去。这事总算解决掉了，就是便宜了季婉堂。将军，晚膳厨房都已经备好了。夫人说今日是全家团圆的日子，所以特意弄得隆重些。您看，要不先过去用膳，不然一会儿菜该凉了。既然季将军还有家宴，那本王就先告辞了。瑞王留步，昨晚多谢瑞王营救及时，本将的2个女儿才能相安无事。瑞王若是不嫌弃，不如留下一同用膳，如何？季将军盛邀，本王自然乐意。好，请。陆伯，我大哥呢？回二小姐，大公子午后有急报，去处理了一些公事，他交代了晚上会回来用膳，估摸着一会儿便回来了。季灵听后点点头，他不想有谁缺席。由于萧敬晨的加入，家宴的氛围变得拘谨正式起来。爹娘，我回来了。瑞王殿下，这不是他们家的晚宴吗？瑞王怎么在这？季大公子不必多礼，今晚本是你们将军府的一家团聚的晚宴，本王突然造访，多有冒昧。诸位就不必按着规矩来了，都和往常一样吃饭就可以。从现在起，这里没有什么瑞王，只当是多了个朋友蹭饭。萧公子都这么说了，来，我先敬萧公子一杯。他拿起酒杯和季承霄干了一杯。大哥这爽利的性子当真是烘托氛围的一把好手。来，都吃吧啊，不必拘着。瑞王说灵儿是他的，为什么他有一种女儿还没舞射就被别人拱走的感觉？这时却听到季承霄和萧敬晨2人说这次秋猎要比试一番。大哥，什么秋猎啊？小妹，秋猎是皇家每年都会在9月份举行的一个盛大活动，还有1个多月就到了。你放心，大哥会带你们去的。他没有多大的兴趣，而赵梦婷全程没有主动说什么话，她只默默吃着一桌子的美味佳肴。然而另一边东宫就没有这么温馨了。季婉堂洗干净后叫侍女帮他上药，这才前往太子的寝殿。殿下，今日多谢殿下垂怜，以后堂儿就是殿下的人了。他一边说着，小手一边在萧文俊的胸前轻移。萧文俊垂眸看季婉堂这楚楚可怜的模样，还穿成这样若隐若现。时候不早了，先下去休息吧。殿下难道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他起身一屁股跌进萧文俊的怀里，双手揽着他的脖子。殿下莫不是嫌弃堂儿了？说完，他小脸埋在萧文俊的脖颈处，鼻尖和薄唇还轻轻蹭了几下。萧文俊喉结滚动，他早就快忍不住了，他终是忍不住，把人抱到了榻上。今日他浑身酸痛，他直接下不来床。萧文俊只冷冷吩咐人把他带到偏院去休养，等好了再出现在他面前。但季婉堂却一点也不伤心，因为东宫现在就他一个女人。而将军府此刻全家面色凝重，只见纪灵在赵梦婷头上扎了几针，又念着咒语，用引线把蛊虫从原来的伤口处引了出来，众人惊愕的目光下钻了出来。小妹，那天晚上你是不是控制了虫子？为什么要现在才去？可是有什么讲究？因为那晚我听到蒙面人说拿我们试验新的蛊虫，所以这人必定是炼蛊高手。我不确定他手里还有没有其他信子，如果当晚贸然的把蛊虫强行取出来，他极有可能发现蛊虫失效，一旦他折返回来，我们必死无疑。所以只能先把蛊虫放在身体里面，让他以为我们还在受折磨，这样我们可以拖延时间到天亮，能争取更多的逃生机会。赵梦婷点头，小妹见多识广，想的也周到。以后你们姐妹2人出门，多带些人在身边。承孝给你2个妹妹都安排武功最好的贴身婢女。娘放心，我再派些人暗中保护着。纪灵已经把自己身上的蛊虫也给引了出来。对方是奔着要灭咱们全家来的，不单单是我和姐姐，你们自己也要注意些。林川可有查到对方是谁？
是敌国的奸细，居然跑到昭京来了。此事定有人暗中勾结。这件事我和程潇会调查的，那日瑞王也听到了，想必他也会调查一番。你们记住，在不清楚是何人与之勾结之前，切莫对外声张。我们现在还没抓到人，一旦消息走漏，少不了有人要拿这些从中做文章啊。尤其是咱们现在和太子翻了脸，做事更是要谨言慎行。对方要是反咬一口，给咱们安个通敌的罪名，那可就不好办了。爹，有件事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不过事关重要，不可对外说。众人听后凝神竖起耳朵。瑞王其实2年前就中了蛊虫，我在风幽城遇到他时，他已经时日不多了。好在及时取蛊，他现在已经无大碍了。但我听说太子也是2年前册封的，以及皇后也是2年前去天贝寺。爹，这些是不是太多巧合了？或许可以从这里去查一查。此事没有任何证据，你们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对外去说一个字。看来陛下得怪病的传闻是真的，他就说呢，太子之位怎么传得如此蹊跷？好了，这些事啊，就让你爹去忙活。梦婷啊，芳梨院我已经命人收拾了，你去看看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按你的喜好去重新布置，如何？谢夫人。姐姐把芳梨院的3个字换掉吧，不好听。提到季晚堂，不禁让季令川想到昨晚瑞王说的那番话。那个灵儿啊，你和瑞王是什么关系？他昨晚那番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话？他应该是不想让太子得逞，才故意那样说的。我与他不过是有些生死之交，没别的关系。季夫人可不觉得2人的关系仅仅是这些。那既然没别的关系，你们还是得保持点距离啊，把话说清楚了。你是女孩子，这样会对你的名声不好的。我知道，我有分寸。所以瑞王说了什么？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什么意思？全家人排挤他？瑞王说小妹是他的，他倒是看好这2人。什么小妹是他的？小妹明明是他们将军府的人。小妹，那你喜欢瑞王吗？季灵抬头语塞，他摇了摇头。爹，你给姐姐想好名字了吗？来人，去拿纸笔来。兰英很快就拿来了纸笔。当他停下笔后，几人围了过来。季之欢，知是知晓，知识即是智慧。欢呢，欢乐欢喜，就是寓意着有智慧，一生平安喜乐。季欣然，寓意如清晨般的阳光，温暖和煦，生机勃勃。季心迪，心本心，迪清越悠扬，无拘无束，寓意就是内心自由不羁，追随本心，活得真实洒脱。季心迪，我选心迪这个名字。季岭川认可的点点头，季夫人也缓缓点头。心迪这个名字好，心境清澈，笛声悦耳，洒脱又灵动，是个意义深远的好名字，很适合姐姐。真的？真的。不信你等2哥回来，问问2哥的意见。为什么不问我？我没文化嘛。大哥觉得这名字如何？嘿，好听啊，适合你。话落，季灵笑出声，季岭川和季夫也偷偷笑了一嘴。你们笑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不好听吗？当然好听，只是大哥你没有什么别的要说吗？名字好听就行了，无需过多解释。季心迪听后也笑得灿烂。好，既然选好了，那从今往后就叫季心迪了。我已经命人看好了日子，20日之后是黄道吉日，天得庇护，就定在那一日举办认亲宴。到时候让全昭京城的人都知道，你们才是将军府的2个嫡小姐，你的名字也会在那一天写进季家族谱的。心迪，谢爹赐名，一切都听爹的安排。好。娘。几人离开了，季心迪也去看了他的院子。季灵没有跟着去，他拿出萧敬晨送的2箱东西出来查看。萧敬晨还真够大方的。兰英，今晚包了他，给姐姐补补身子。好的，小姐。小姐，瑞王待您又好，出手又阔绰，送的全是稀世珍贵药材，您就一点也不动心啊？你都学会挖苦我了是不？哎呦，小姐，你是不知道，昨日你昏迷的时候，瑞王那叫一个担心，他亲自拿着帕子给您仔仔细细擦着汗渍，夫人都不敢说一句，我们可都看在眼里的。季灵挑眉有些吃惊，瑞王没那个意思，你们别误会，他顶多是怕我死了，帮不了他的忙而已。
阿燕怎么样了？小姐，阿燕好多了，伤口在瑞王府时已经处理过，大夫说现在只需每天换药就行。等伤口好了，拿些祛疤的药膏去帮她擦着些。女孩子嘛，身上少留些疤为好。好的，小姐。傍晚，纪灵和季心迪在青竹院的小膳房用着晚餐。姐姐喝点汤，补补身子。小妹，你是不是在琳琅阁那一次就知道了？那时只是怀疑而已，并不是确认。后来我叫阿燕偷偷去拿你的血回来验了，才确定。什么时候的事？纪灵淡淡的笑了笑。赵家夫妇死了，姐姐伤心吗？都过去了，死了也好，往事不必再提。姐姐，我有一款玉肌膏，焕颜美白效果不错，还有20日便是认亲宴了，姐姐要不要从今日起开始用起来？是贵族小姐常用的那种养容膏吗？那确实得用起来，希望到认亲宴那一天能有一些改变。姐姐今晚开始用的话，我每隔3日给你针灸一次，调理气血，20日便能看到明显的变化。真的，信我，我能让姐姐在认亲宴那天明艳惊人。姐姐要对自己有信心，毕竟底子很好，只是瘦了些，这段时间多吃点，长点肉更好看。是这样吗？两人吃完便一起去净了脸，随后直接敷起玉肌膏。当两人把脸上的糊状清理干净后，纪灵迫不及待地去看季心迪的脸。怎么了？你摸摸看。季心迪双手捧着自己的脸，轻轻抚摸几下。小妹，谢谢你，你真的很厉害。谢什么？咱们是一家人。现在天色已晚，不宜针灸，明日再给姐姐针灸。季心迪点点头，嘱咐纪灵早点休息。等季心迪走后，纪灵躺在床上拿出紫玉，为什么感觉不到云舒了？纪灵正在给季心迪做美容针，痛吗？季心迪摇摇头，他喃喃自语道：“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小姐，2刻钟已到，是不是要给大小姐取针了？兰英看纪灵失神的模样，小姐应该是想到了什么伤心事。好，这就来。他原本只想尽快找到云舒而已。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哪里不适。小妹，你真的太厉害了！我爱用玉肌膏加针灸，真的能感觉到明显变化。依这进度，20天我还是有希望的，对不对？自然，你小妹我从不说谎骗人。小妹，有你真好，姐姐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你我姐妹2人之间不必说谢字，日后妹妹若是有需要姐姐帮忙的地方，难道姐姐还能袖手旁观？自然不会。小妹需要姐姐帮忙点什么，尽管说。现在没有，日后指不定就有了。这时门外来了一名婢女禀告，说是前厅来了客人，邀2位小姐前去见客。他俩在昭京城有朋友吗？2人也顾不得心中的疑惑，便一同前往正厅。季夫人已经在正厅招待了，丞相府兄妹俩来作甚。沈大人，灵儿他们来了，您方才说的赔罪是何事啊？季夫人，之前季2小姐谣言一事是从千兰举办的雅集会上传出去的，她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日我兄妹2人登门，正是为此事想同季2小姐赔个不是，往后我定会多加管教舍妹，还望将军府海涵。季夫人，季2小姐，此时千兰没有加以阻止，让2小姐遭人议论，是千兰的错。千兰在此向2小姐赔不是。季2小姐，千兰真的有反省，是我识人不清，没有主见，被人牵着鼻子走，往后绝对不会了。从前对你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郑重向你道歉，你原谅我好吗？沈玉倒是会做人，都带妹妹上门道歉了。沈小姐既是无心之过，我又怎会追究？多谢季2小姐原谅。季大小姐，琳琅阁的事再次向你道个歉，我确实不是故意的。沈小姐，都过去了，不必再放心上。沈大人，千兰这孩子的为人我也清楚，是个好姑娘，无心之过，我们将军府又岂会怪罪？这些小事沈大人不必放在心上，此事就此接过。多谢夫人包容，这点心意请务必收下，我和舍妹不便过多打扰。那我和舍妹先告辞了，不必送。沈玉转身的瞬间又看了纪灵一眼，这2人会上门道歉是他意想不到的。灵儿，出了这些事，说来说去娘也有责任，是娘没把人教好，让他伤害了你，往后娘绝不会再犯糊涂。你们姐妹2人往后有事别瞒着娘好不好？娘不用自责，您会那么做也都是人之常情，毕竟季婉堂从小在您身边养大，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我还有点事，先走了。纪灵倒不是真正的怪他娘。纪灵带着兰音出了府。小姐，咱们进这儿来做甚？是要为认亲那天的祭祀仪式做些准备吗？不是，我买点别的。想找回云舒那一魂，单靠一个招魂术是不够的，得摆阵。白衣男子不知何时来到了纪灵身旁。小姑娘，五方起50万，今日
日与姑娘结缘，需不需要在家帮忙做法事？特价哦，只需10两银子。多谢好意，我不需要。这些多少钱？一共80文。姑娘，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我口碑很好的，姑娘可以去打听打听。若是帮不了你，不收钱，如何？可他的事情特殊，他并不想别人知道。喂，姑娘，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纪灵走到门口时停下了脚步，他抬眸看了一眼牌匾，他正要迈步子追出来时，纪灵已经带着身边的婢女走了。呵呵，小姑娘，你还会回来的。马车上，小姐，买这些可是要驱邪。上次季晚堂请人画符诅咒我便开着晚上睡不着，隐隐感觉丢了一些魂儿，这些是招魂用的。季晚堂肯定还拿云舒的八字去干了点别的。小姐，这么大的事，要不要同将军说一说，让将军请个法师来给您做法事？不用跟他们说，免得那么多人白白担心，我自己可以招回来。小姐，真的可以吗？纪灵点点头。到了半夜，小姐就让奴婢陪您一起去吧，我就站门外替您守着，绝不打扰到您。纪灵无奈，是怕寻常人看到这些东西会吓晕过去，开始设坛。他站到法坛前，一手摇铃铛，嘴里开始默念着咒语。忽然一阵阴风骤起，就在快去成型时，纪灵像是被什么力量从身后狠狠推了一嗓。难道云舒被镇压了？小姐怎么样了？不行吗？蓝茵扶起纪灵，被镇压了。云归大师是他。云归大师可是上次您同阿燕去天悲寺寻找的那位？小姐，不如将此事告诉大公子，让大公子查一查这个云归大师。云归大师自然要查，但我得亲自去会一会他。小姐，已经深夜了，不如先回去歇歇，明日咱们再思考对策。上了床躺下，纪灵把紫玉揣怀里，他一定要贴在身侧才能睡去。他居然睡到了4时。二小姐，端王府的霍统领在府外等您，说是端王有急事要找您。知道了，我马上就来。他3、5下把碗里的粥喝完，抹了把嘴后，直接往府外走去。何事还能让霍统领亲自来接？季姑娘去了就知道了，王爷已经在等您了。片刻后，马车停在了瑞王府大门，纪灵揣着疑惑往前走。瑞王何事这么重要，还亲自来大门迎接？跟我来。带着纪灵往府里走，萧敬晨带着纪灵来到一处院落。北辰兄，人来了，这便是我同你说过的纪灵姑娘。一道审视的目光向纪灵投去，纪灵打量着眼前的男子，此人身份定非比寻常。季姑娘，北辰兄脉象不稳，时常起伏过大，不知是中蛊了还是中毒，太医未能诊出具体原因，我想请你帮忙看看。纪灵听完，果然不出他所料，是找他看病来了。天有北辰，地有帝王，此人应是当今圣上景和帝。我试试看。北公子，劳烦伸出手来，我为您把脉。景和帝卷起衣袖，手搭在桌上。萧敬晨见纪灵眉头微蹙，怎么样？劳烦换只手。他从未把希望放在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身上。北公子身子暂无大碍，可以调养。不过您腰上的锦囊，可否让我看一下？景和帝脸上明显有了怒意。季姑娘不妨有话直说。这锦囊一直是陛下心头的一道刺，动不得。他也曾怀疑过。若我猜的没错，北公子的病源于这个锦囊，所以可否让我看一看？胡说八道！这锦囊可是……这锦囊不可能有问题。好，北辰兄，冷静一些。景和帝咬牙，双拳紧握，好似体内有一根导火线牵引着他，让他很烦。纪灵随即拿出银针，在景和帝头上扎了几个穴位。提到锦囊，北公子就发病，这无法控制的状态，您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吗？绝无可能。刚才是小女子鲁莽了，北公子的病，恕在下无能，请另请高明。就让他看一看，如果没问题，不可能是他，你们一个个的都要离间我。恕我直言，您仔细想想，这个锦囊可有经过他人之手，或许结果并非你讲的那样，看一下给您造不成什么损失。不对，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你最好是能看出什么花样来，否则……他双手接过锦囊，打开一看，他眉头皱了皱，香丸没问题。能解开吗？简，他倒要看看里面是不是真有什么东西。纪灵在两人注视的目光下，抽出一张薄薄的纱布。这是何物啊？跟季晚堂请人诅咒他的字迹很相似，是饮血摄魂术，此乃禁术，需要人的精血，其受术人的八字密垫，布上还浸染了迷魂香，长期佩戴会情绪不稳，神志不清，容易……纪灵不敢把话说得太全，他一眼便看到自己和陆贞的八字，他竟这么恨自己吗？随之他一口血喷了出来。来人，快询问
水。季姑娘她怎么样？有没有事？麻烦季姑娘仔细看一下。无碍，陈年老血，吐了正好。我再行几针，疏通五脏气机，调和脏腑阴阳平衡，便没什么大碍了。执笔，我写个药方，往后按药方调理即可。他写完药方后，将方子递给萧敬晨，务必按上面的方法煎药。谢谢你。当真就这么恨我吗？为什么？此物非彼物，何不当面问个明白？可以呀。按理说，您是长辈，我不该多嘴，过问您的私事。只不过您去找我看了病，那就是我的病人。方才看过血气上的2个八字，通常人不会拿自己的八字去下咒，所以我猜这中间或许有什么误会。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您若想知道真相，我建议您找荷包的主人当面问问。听了此话，景和帝眉眼舒展，松了一口。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按时服药即可。若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先告辞了。我送你。两人并肩走着。纪灵，这次真的多谢你，这个人情本王会记得，日后有需要用得上本王的地方，你尽管开口。瑞王言重了，想同瑞王打听一件事。本王说了，你我之间不必客气，什么事情直接说。听闻皇后娘娘住在天卑寺，您经常带陛下去看望她。那庙里的一个云归大师，您可有见过？本王是见过一回，不过听说这位大师是一个高人，并不常住在寺庙中。你是想要见他？不瞒你说，方才那张符咒和七碗堂去找云归大师给我下的咒字迹很相似，我必须找到此人。您放心，本王既然知道了，就是掘地3尺也会把他给找出来。瑞王如果找到了，还请留一口气，把他交给我。他点头答应。本王说过了，你不用同我这么客气，你可以喊我的名字，我并不喜欢你同我这么生分。瑞王开什么玩笑，我可不敢。我大哥说了，做大家闺秀要知礼守礼，不可直呼皇亲国戚的名讳，那是大不敬，是要被责罚的。再说了，我可不想满赵境的人都说我纪灵是个不知礼数的乡野村妇。你若是介怀，在公众场合下你可以喊我瑞王，私下里可以喊我的名字。瑞王这般示好，莫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想请我帮忙？我只是想要和你做一个交心的朋友。朋友，这可不像瑞王的为人啊。凡事都有例外。瑞王殿下，我并不想我们之间的关系太过复杂，礼尚往来即可。上次在府中的那番言论，你越界了。他脸上笑容转瞬即逝。如今经历了这么多，咱们连个朋友都算不上吗？朋友，做朋友不是不行，只是瑞王注意您的言语，莫要说些让人误会的话来。我纪灵并不是什么玩笑都能接受。本王向来一言九鼎，全都可以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这是他头一次在乎一个人的看法。我还有事，先告辞了。萧敬晨看纪灵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他堂堂瑞王，这辈子第一次跟人袒露内心，却被无情的拒绝。景和帝已经从方才的事情中恢复了理智。人走了。她是纪凛川的小女儿。萧敬晨点头应声。你喜欢她？萧敬晨双眸骤然聚焦。我已经没人去熬药了，先喝完药再回去。不许岔开话题。我的事不用陛下操心。我是你的皇兄啊，长兄如父，你的婚事我不操心，那谁来操心呢？我和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看来这小丫头真有2把刷子。那朕给你指婚如何？别，我的婚事就不劳皇兄操心了，皇兄还是想想你的皇后吧。一道旨意下去，只怕纪灵会恨死他。听说太子的婚事被搅黄了，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陛下记得要赏赐我。朕已经许久没上朝了，明日也该叫这帮老狐狸来上朝了。既然好了，是不是该给人家一些赏赐？人是你请来的，这赏赐不是你给的吗？这小丫头又不认识朕。灵儿那么聪明，她肯定早就猜出来了。你就大大方方的给吧，若是想要装病掩人耳目，叫人搬来我的府中，我亲自拿去给她。看来真的喜欢这个小丫头啊。嘿呀，你是挺会想的啊，连叫朕装病都想好了。这天下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陛下，你知道我从没那个意思。宫中眼线众多，这些人整日盼着你我2人早点死，你还是装一点为好。我就不装了。
纪灵回到府中，便找了季承霄谈了云归大师的事，唯独没说刚刚见过景和帝的事。小妹，你放心，大哥一定帮你把人给找出来。寺庙那边谨慎些。我听闻此人每月初1和15都会去庙里，如果这几日打听不到消息，我们初1去庙里蹲守。大哥，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还有几天就是初1了，咱们初1直接带人过去。咱们都没见过此人，我记得是春红陪着纪婉堂去的呀，他应该见过。走，咱们去问问。他没死。他不过是在替纪婉堂顶罪，这段时间家里又出了许多事，只是一个下人，谁记得他还关在牢里呢？走，去看看。将军府大牢，春红蓬头垢面坐在草堆上，不知道大小姐有没有遵守承诺帮她照看家人。这时纪灵和季承霄两人一同坐下，把云归大师的样貌画出来。大公子，奴婢只远远的看了一眼，并没有记清楚样貌。记不清就慢慢想，仔仔细细的想，想到清楚为止，否则北街七巷那里的人就进来同你一起想。二小姐，他们是无辜的，求二小姐放过他们。哼，那你想好了吗？我想，请二小姐给我一点时间。若是告诉他纪婉堂早就被赶出去了，纪灵这么想着。季承霄此刻更是对纪灵另眼相看，他还是很期待看到纪灵向他们撒娇卖萌的样子。小妹，那个我和二弟，你更喜欢谁呢？啊！纪灵震惊，你没病吧？陛下降头了吗？季承霄听后心里拔凉拔凉的。想到了没？想到多少画多少，笔墨多的是呢。春红怯怯地提起笔开始画了起来。纪灵满是一头雾水，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春红慢慢把画像画了出来。再画一张。他抿着唇提笔重新画了起来。纪灵拿着2张比对，大差不大。两人拿着画像出了牢房。春红一脸懵逼，这就走了。纪灵把其中的一张画像让人送去瑞王府。萧敬臣收到纪灵派人送来的画像后，他当即提笔重新画了一张差人送去给纪灵。纪灵收到后，很显然萧敬臣画得更加逼真。静等初1的这几日，纪灵一直在府中陪着季辛迪练字读书作画。终于到了初1，纪灵带上阿燕还有季承霄3人一同前往天悲寺，如其他香客一样，先是去上大殿了香。各位施主，云归大师若一初1或15前来寺院，会在普光殿见客。明日大师大多不在庙中，今日大师是否已到访，小僧并不清楚。各位施主可自行前往普光殿瞧瞧，或许能与大师相见。3人揣着疑惑前往普光殿。普光殿大门紧闭，但外面已经排起了小队。咱们先跟着排队。季承霄点点头。大娘，您也是来求见云归大师的吗？我第一次来，不知见大师要准备些什么，您方便提点一下吗？哦，第一次来吧？云归大师1个月里头只有初1和15才见客，前一天只见5名客人，就看谁有缘了。哦，何意？小姑娘，你是真不知道啊！先排着，一会儿小师傅会发号，大师会从号码中抽取5个号，就看谁有缘了。至于礼金，大师也是随缘收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慕名而来。谢谢大娘告知，大娘人美心善，今日一定会中签的。借你吉言，我来过许多次都没能中签，希望今日能见上。有缘人到底是见有缘人，还是见一些不该见的人？这时一名和尚从队伍前头走过来。各位施主，牢饭排好队，等时辰到了，小僧会给众施主发牌号。这云归到底什么来头？他很想去瞅一瞅队伍中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大哥，你带了多少人来？季承霄听后竖起了3根手指。才3个？30，全在外面候着。小和尚进了普光殿后，师傅，有不速之客。谁来了？将军府的人现在在外面排着队。闻言，云归大师手中的动作一紧。老的还是小的呀？是一男一女，小的。暴露了，快撤！这是找他算账来了。师傅，您从后门先走，徒儿一会儿对外宣称您今日没来。他们既然来了，断然不会空手而归，给他们送点小礼物。
云归大师从后门溜出去了。各位施主，时辰已到，大师今日并没有前来，让各位施主久等了，为表歉意，大家可以随我前往大殿领取一份开光平安符，以作赠礼。阿燕，那个小和尚很可疑，你去跟着。阿燕点头得令。纪灵和纪承霄等香客都走后，两人偷偷溜进了普光殿内。两人看一会儿，好像都没看到哪里可疑的。这时，纪灵目光扫到壁柜上的金钵盂上，正当他拿下那个金钵盂时，四周无数暗箭倏然射出。纪承霄身手极为敏捷，迅速闪身到纪灵身旁替他挡箭。纪灵隐隐闻到一股火药味儿，快跑！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大门，但仍被爆炸后的余威震到。两人灰头土脸地爬起身。大哥，人来过，他跑了。纪承霄听后吹响哨子。萧敬晨常来天悲寺，谁知才刚到，就听到惊人的爆炸声。他飞快地跑到纪灵身前。你有没有事？有没有哪里受伤？我没事。纪承霄也吐了一口灰气，他这个大哥还站在这儿呢，瑞王怎么对他妹妹动手动脚的？小妹，擦擦脸，有没有伤到哪里？先别说这些，赶紧抓人，错过今日，往后再想抓可就难了。我已经命人封锁起来了，你先休息，缓一缓，这些事我来处理。小妹，你放心，咱们的人一直守在外面，他跑不掉的。他飞身跃上屋檐，站在最高处，仔细观察着天悲寺的布局。纪承霄和萧敬晨跟在纪灵后面。灵儿，方才的爆炸声太大了，你先回去让大夫看一看，这里交给我。我身子没事。纪承霄也有些担心纪灵的身子。不一会儿，纪灵眼尖的看到小七带着2名暗卫押着一个和尚回来。纪灵跳下屋檐，急忙走了过去。大公子，二小姐，人已抓到。难得棋逢对手，云归大师初次见面，别来无恙啊。他抬眸看了纪灵一眼。原来你不是他，难怪没起作用。纪灵抽出匕首刀尖抵在云归下颚。把他放哪儿了？不告诉你，你快来杀我呀！萧敬晨和纪承霄听得一头雾水。他狠狠转着刀刃，云归大师疼得大叫：你说不说？你有本事就自己找，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小妹到底在找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他？萧敬晨看出来纪灵很心急。此人关系到朝廷之事，先把人关押到刑律司，等我审出结果之后再来通知你。哼，你审不出我想要知道的事。人是我们将军府抓到的，小七带回去。灵儿，你知道的，此人关乎陛下，涉及朝廷，必须要关进刑律司审问。那是你的事儿，我也有我的事儿。等我的事情办完了，才轮到你审。纪承霄此刻才知道抓了什么重要的人。瑞王，此人是我们将军府抓获的，理应由我们先审。云归大师突然吐了一口血。纪灵眼疾手快，立即抽出银针搭在云归大师的胸口和脑袋上。哼，想死没门儿！云归大师被救后，没想到这个黄毛丫头医术如此了得。快说，不然我让你痛不欲生。他明明已经死了，原来你是冒名顶替了将军府的二小姐。你胡说八道什么？这是我亲妹，和我娘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妹，连血都能融成一块的亲妹，死前还想挑拨我们将军府的关系，我呸！要不是留着你的狗命审着，老子现在就剁了你。把他押回去。他示意暗卫上前押走云归大师。萧敬晨，灵儿，事关朝廷和陛下的事，你们将军府关押不合适，人必须要关押在刑律司。我知道你着急，你拿着令牌，可以随时来刑律司审。万一是通敌的细作，若是不慎死于将军府的牢中，少不了有人要拿这些做文章。云归大师心神一震，本就虚弱的身子由于情绪波动巨大，直接昏了过去。晕过去了，快送回去医治，别让他死了。萧敬晨挥手示意手下赶紧抬回去。小姐，您说的果然没错，这人有问题。方才爆炸声响后，他便想趁机开溜，幸好被我抓住了。小姐，大公子，你们没事吧？没事，把人给瑞王。阿燕也很懵。大哥，叫上所有人，随我去找一些东西。纪承霄转头叫小七去把所有暗卫都叫过来。这时2队官兵左右相护，簇拥着一位气度华贵的妇人缓缓走来。皇嫂，您怎么下来了？晨儿，还好你在这儿。我在普济殿里听到下面有爆炸声，庙里这么多百姓，我担心出了事，所以下来看看。纪灵一眼便察觉到这些人个个武艺高强，难怪住这里这么久还能相安无事。皇嫂，
这里有我，您无需忧心。场面混乱，恐伤到您，您还是先回殿中歇息，待我处理妥当，再上去找您。皇后缓缓点了点头。萧敬晨自小便在她膝下长大，她早已将他视作半个儿子。臣季晨霄见过皇后娘娘。臣女纪灵参见皇后娘娘。免了。他目光依旧放在纪灵身上，他印象中将军府并没有这么个女儿。臣还有要事，先告退。季承霄和纪灵转身要往普光殿的方向去。灵，你怎么受伤了？纪灵转头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臂，季承霄赶忙上前掰掉萧敬晨的手。瑞王请自重，是受伤了吗？大哥看看。我没事，不是我的血。灵儿，你听我的，你先回去，让大夫好好看看。你要找什么东西，我让人全搬回将军府给你，好不好？这个男人今天怎么这么啰嗦？季大公子，你难道不担心你的妹妹吗？万一她受了内伤，耽误了医治，你良心过得去吗？小妹，瑞王说的有道理，咱们还是先回去好不好？这里交给小七就行。纪灵听后极其无语，今日这两个男人怎么这么奇怪？碍于皇后在这，小七叫人把普光殿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搬回府中，一张符纸都不能落下。是，小姐。纪灵先告辞了。目送纪灵三人离开后，那小姑娘是将军府的小姐，本宫怎么没有见过？她是流落在外的那一位，前不久刚回府，她还救了我一命，没有她，我可能早就死了。原来如此，难怪我看她有几分眼熟，是像季夫人对吧？你是把人家小姑娘当救命恩人，还是当心上人呢？皇嫂怎么和皇兄一样，总是喜欢当面戳穿她的小心思？皇嫂，这些日后再跟你说，现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您先上去休息，我去把这些事情给处理了。兰因见到纪灵这副模样回来，她赶忙去备水给纪灵洗澡。泡在浴桶中的纪灵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小姐，去天悲寺抓人，怎能弄成这样？发生了什么事？无碍，就是寺庙被炸了啊！那不能再泡了。小姐，您赶紧起来，我替您擦干身子，马上叫大夫过来瞧一下。纪灵知道他们是在担心自己，况且他觉得没事就是没事。纪灵穿戴好后出来，绝大夫已经在外面等候了。绝大夫，可有什么问题？小姐可有头疼、胸痛症状？没有。如此，那没什么大碍，先观察观察，明日再看看。有劳绝大夫去我大哥那里，给他也看一看。绝大夫刚走，季心迪就闻声赶来，看到纪灵没事，他松了一口气。小七带着人扛着几袋东西回了府，纪灵逐一挨个检查，都没有寻到云舒的影子。明日得去撬开云归的嘴才行。第二日一早，景和帝则偷偷变装出宫。皇后看到景和帝的到来，不禁有些惊诧：陛下怎会来此？臣妾以为您早就忘了呢。陆贞，你可知这个荷包朕一直带在身上，从未离身，直到前2日才偶然发现里面还藏着其他东西，这你知道吗？陛下这是特意来兴师问罪吗？既然料定是臣妾做的，又何故来问？哎呀，朕自然不信是你做的啦，啊，所以才来找你嘛。你先听朕把话说完。这不是我缝的那个，所以陛下过来是想要说有人陷害臣妾，有人疏离你我2人，对吗？景和帝把自己的苦衷诉说了一番。陆贞，是朕眼拙，怪朕没早点看出荷包的问题，让你在这受苦了2年啊！如今此咒已破，朕定然不会再因此做出什么糊涂事儿来。你随朕回宫吧。他忍辱负重，在这里祈福2年，要回宫也得揽些名声回去。那陛下可有查出是谁这么陷害臣妾？陆贞啊，此事不单单是陷害你那么简单的，都已经谋害到朕的头上来了，朕又岂会放过他们？陆贞，我们2年未见了，你难道就一点不想念朕吗？皇后冷眸瞟向一旁的知夏和东允，能模仿她的针法，还用她陪嫁特有的云丝线缝制。东允余光瞧见皇后一直盯着他，他心脏狂跳不安，即便把贤妃供出来，陛下也不可能放过他。娘娘，是奴婢对不起你，奴婢以死谢罪。说完，东允猛地朝柱子撞去。皇后见状，她闭了闭眼。来人！2名侍卫推门进来，拖出去，五马分尸。是。 2名侍卫拖着人出去。珍珍，随我回去吧，好不好？陛下当年昭告天下，让臣妾来此为百姓祈福，如今悄悄的就接臣妾回去，百姓会如何议论？好，朕明日便摆驾来接你回去。陛下若无其他事，请回吧。
他是为了他的恒儿回去的，不急这一日。纪灵和阿燕提着几个笼子来到大牢。季二小姐，小的就在隔壁，你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纪灵挥挥手示意他出去。云归大师抬眸看了一眼纪灵，大师，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能少受些苦，否则我有的是法子让你痛不欲生。他受苦一世，你就和他一样煎熬一世。有什么招数尽管使来。敬酒不吃吃罚酒。随即伸手从笼子里面掏出一条蛇，抬手伸到云归面前，脸上的嘲讽瞬间变成僵硬。大师要不要试试？虽说被这蛇咬到，也就仅仅会头晕恶心、神经麻痹而已，不过不是立即见效，想必大师不喜欢。我给大师换一个见效快的。纪灵又重新抓了一条出来，长蛇盘在纪灵手臂上。这条大师一定会喜欢的。被咬到的伤口瞬间如刀割般疼痛，一炷香内皮肤便会溃烂发黑，很适合大师这般黑心肝的人。阿燕在一旁看得头皮发麻，小姐真的是个狠人，有本事就弄死我，废什么话。纪灵冷哼，随即把蛇丢到他身上。云归大师惊得身子一抖，纪灵坐到椅子上。这时萧敬晨也来了，霍成见此更是惊掉下巴，纪二小姐真的是奇人啊。纪灵见萧敬晨来了，他并没有理会。大师赶紧想清楚了说，想一死了之是不可能的。认识这个词吗？喏，七叶重楼一枝花，专解蛇毒的。放心，我还会给你配地丁花乌桕，死不了的，就是受点折磨而已。五步蛇已经爬到云归的肩膀，他转头闭眼不再看这条蛇。五步蛇直接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霍成和阿燕看得一身冷汗，到底是什么事能让纪灵下这么狠的手？他随即起身在云归身上扎了几针护住心脉。放心，死不了的，就是痛了点，我让水蛭帮你把毒给吸出来。他死死瞪着纪灵，这个黄毛小丫头手段居然如此狠毒。我劝你快说，否则我让你把笼子里的全部都尝试一遍。我怎知说了，你还给不给我解毒？先解毒。他把草药敷在云归伤口处，越过天悲寺那座山，埋在另一面，深夜雨大去的，记不清位置了。纪灵锋利的眼眸掐着云归的脖子，你要是敢骗我，我让你痛不欲生。怎么，你不是很厉害吗？还怕找不到？阿燕，走。萧敬晨赶忙追在身后，我同你一起去。出了刑律司，往东走，去一家叫万法园的铺子。随后纪灵上了马车，萧敬晨便跟在后面上了纪灵的马车。我已经命霍成回去带人一起找，人多找得快一些。瑞王不去审你的犯人，怎么有空来操心我的事？我们不是朋友吗？你的事比较急，犯人可以明日再审，又跑不掉。随你吧。纪灵隐隐感觉萧敬晨起了别的心思，不一会儿就到了万法园铺子。纪灵跳下车，快步走进铺子。掌柜在吗？小姑娘又来了。萧敬晨打量了一圈，长得倒是清秀，居然开这种铺子。公子可有空闲？想雇公子随我一起去个地方，找一个被封印的物体。有空有空，不过今日我很贵哦。公子开个价吧。500两。这里有300两，回来再付你200两。好说好说，姑娘想要带些什么法器过去，随便挑。剩下的本王替她付了。清源瞬间收住笑脸，他看着手中的钱袋，又看向纪灵。瑞王不必惦着，我纪灵还没有穷到给不起500两。那你就当欠本王的吧，日后还给本王就行。咱俩比较熟不是？欠熟人的总比欠陌生人的好。行吧，回来还给你。是他，难怪。清源则去收拾了自己的背包。公子请。纪灵把清源请上马车，萧敬晨非常的困惑。公子怎么称呼？叫我清源就行。纪灵轻轻点头，便没有再说什么。灵儿，被埋的是何物？本王一会儿叫手下们一起找，人多会找得快一些。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有可能是木盒或者一些瓶子、法器等等。找的时候留意看看有没有符纸或者钉子扎的，有这些可疑的地方告诉我就行。萧敬听后明白了，清源坐在两人对面，郎有情妾无意，情之漫漫何其远呐。马车到了天悲寺另一边的山脚下。王爷要找什么东西？把地底下一切可疑之物全都翻出来。霍成会意，这是要跑整座山。这丫头有这么多帮手，还来找他帮忙。你找那半边，我找这半边，一个被镇压的神魂和我长得一样，别找错。行。拿人钱财替人办事，清源麻溜的就往另一边走去。灵儿，
你现在的身体有没有事？没事。他一边往前走，一边掏出八卦罗盘，开始找起来。萧敬腾跟在纪灵身侧，另一边，清源烧了一张符纸，他叫上一名侍卫，随他朝目标奔去，最终在一棵松树停下。随即他吩咐侍卫开挖，侍卫大约挖了3指，便挖到了一个木盒。你去把那小丫头叫过来，就说东西找到了。侍卫放下锄头，就往山下跑去找人。王爷，季二小姐，那位公子说找到了，让您过去确认一下。纪灵二话不说，就朝刚刚侍卫跑来的方向跑过去。小丫头，赶紧看看是不是这个。纪灵拿起后，小丫头要解开封印吗？当然。灵儿，要带回去处理吗？不在这里，马上就拔。真的做好准备了？拔钉可是会很痛的哦。我知道。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云舒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痛苦。劳烦清公子帮我拔，还请下手干脆些。最后，请把它收到这个紫玉中。哇，小姑娘，这等级品含灵气的玉石，你上哪儿寻得的？方便告知吗？我也去寻一块。萧敬腾看了一眼，那不是他送的吗？纪灵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羞涩地瞥了一眼萧敬腾，萧敬腾已经捕捉到纪灵脸上闪过的那一抹绯红。清公子，办正事要紧，动手吧。哼，先替你主子拿着，一会儿才用到。接着便在木盒上剑指比划，下一秒，一颗钉子被他倏然拔起，纪灵胸口猛地地往前抽了一下。萧敬腾快步上前扶着纪灵。怎么了？哪儿不舒服？没事，继续。清源念着咒语，继续拔第2根。纪灵膝盖猛地一软，他浑身好像被抽走了力气。住手！不许拔了！拔，不许停！灵儿，小姐，要不回府再说？拔！清源快速念着咒语，就在最后一根钉子飞出时，人也倒了下去。灵儿，纪灵躺在萧敬腾怀中，虚弱喘着气。云舒被放出来后，他便挺不住晕了过去。萧敬腾抬眸，却看到一个和纪灵长得一模一样的神魂飘在空中。阿燕也是头一回见到传说中的神魂。清源接过紫玉，云舒变成一缕青烟投进紫玉中。给你主子拿着吧，他醒来后会自己处理后续的事。瑞王，把小姐给我吧，我带小姐回府。他抱着纪灵转身朝山下走去。等等，萧敬腾顿住脚步，把他放下。我给他施几针，否则他明天也醒不过来。说是你施了针，他反而醒不过来，到时你该当何罪？不可能，这种事我有10成的把握。他方才遭术法反噬，三魂七魄动荡不稳，才晕了过去。此时只需施针固魂稳魄，3个时辰后便能醒过来。若是你等他自己醒来，少说3日，多则7日。随后他缓缓蹲下，在纪灵的头部、胸前、手腕扎了几针。好了，今晚某时他会醒过来。王爷有发现？说。他抱着纪灵站起身，霍成双眸瞟向一旁的清源和阿燕。萧敬腾会意，他抱起纪灵往山下走，而清源和阿燕也识趣的没跟上。王爷，有弟兄们挖到2箱官银。萧敬腾听后侧头看了一眼霍成。封锁现场，去禀告沈大人，让他来查。好的，王爷。到了山底后，萧敬腾则抱着纪灵上了马车，他正盯着纪灵的脸庞看得出神。车帘被人一把撩起。清公子，将军府和你那儿不顺路，公子骑马吧。啊！清源睁大无辜的双眼。怎么，那么多匹马在那儿，不够清公子挑吗？还是说公子不会骑马，需要本王吩咐人带你回去？会骑。会骑。瑞王殿下，你应该没别的事儿了吧？直接回你们将军府就行。阿燕应声点头，随即驾着马车赶回将军府。萧敬腾紧紧把纪灵拢在怀里，眸光最终定格在纪灵方才刚吐过鲜血的小嘴上，看得不禁惹人心疼，还忍不住想咬上几口。随后在纪灵的额间落了一吻，马车停了下来。瑞王到了。随后他抱着纪灵下了马车，大步朝将军府里走去。萧敬腾如同回自己王府一般，径直往纪灵的院子走去。季承霄从练兵场回来后，就在找纪灵。正当他在院中转悠斟酌时，便看到萧敬腾抱着人回来。他急忙跑过去，想把人抢过来。季大公子，还请让开。瑞王殿下，灵儿是我妹妹，把她给我，你抱着不合适，男女授受不亲，瑞王难道不知道吗？都到府中了，季大公子还急着抱一下，不合适吧？本王心悦他抱着正常，总不能让你这个当哥哥的也心悦于他吧？哼，别和本王说你还有这种癖好。
让开！季承霄被萧敬晨的话当场怔住，待季承霄反应过来后，萧敬晨已经抱人进了屋，他快步跟了上去。瑞王居然连他这个大哥的醋都吃，就不多留瑞王了。不过我还是得提醒瑞王，小妹不一定心悦你，所以请你自重些。除非哪天小妹亲口说喜欢你，否则我们是不会同意您和她这么亲密的。多谢季大公子告知，本王会努力让他亲口承认的。到时候咱们还会是一家人。季大公子还是少动一些怒，客气为好。萧敬晨说完潇洒离开。今日他算是见识到了传闻中那个脸皮厚的瑞王了。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又受伤了？大公子，上午我和小姐去行律寺审了云归大师，大师招了，说把小姐的神魂埋在山上，我们便去山上找，找到后，小姐便直接叫亲公子解除封印。但小姐遭了反噬，亲公子已经尸身稳固了，说小姐虚实便会醒过来。哪个亲公子？是万法园铺子的老板，奴婢也不认识，不过小姐好像认识。再去叫太医过来看看。是。阿燕转身出去找绝大夫，兰音也帮季灵擦好了双手和脸颊。季承霄烦闷地在季灵屋里坐着，小妹为什么出门都不喜欢叫上他？季辛迪和季夫人也一同赶了过来。绝大夫来后给季灵把了一脉，他如实禀告后便退了出去。大公子，今天挖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秦公子说等小姐醒后让他自己处理掉。盒子一打开，一个身上包着布好人刺入几人眼中，几人来看一眼没什么事，便各自忙活去了。燕儿，你伤口掉痂了没？差不多了。走，去我屋。小姐说女孩子身上不能留太多疤痕，给了我几盒祛疤膏帮你擦着。真的？小姐给的？对呀，不然我上哪儿买这么好的药膏给你擦？那快去！阿燕催促着，拉起兰音起身往她厢房去。虚时一到，季灵如期醒来。小姐，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儿不舒服？还好，应当是睡久了，有点昏沉，无碍。小姐饿了吧？奴婢去给您端些吃的来。去吧。兰音去端了吃的，阿燕则扶着季灵走到桌边。小姐，这些东西您看着还要怎么处理？季灵满脸心疼，她拿起紫玉在手中抚摸了2下，有灵气温养，7日后云舒应该又能活蹦乱跳了。季灵慢慢吃完后，她从盒子里面拿出那个小草神。兰音，拿笔和朱砂墨来。兰音效率很快，马上备好笔墨。季灵拿着笔把上面的8字改成了季婉堂的。去把火盆拿到院中来。季灵把草人丢到火盆里烧起来，嘴里默默念着咒语。刹那间，一阵冷风倏然袭来，卷走了火苗上漂浮的草木灰。另一边，萧文俊和季婉堂此刻正在相拥。先前他以为萧文俊就他一个女人，谁知东宫早就有一位侍妾了。一阵风吹来，季婉堂脑中忽然出现赵家夫妇正在地狱里被拔舌。他倏然睁开眼，推了一下萧文俊。你干什么？殿下，堂儿跪麻了。坐下。萧文俊命令季婉堂坐在床边。走开！季婉堂不想好好伺候，就给姑滚出去。殿下，是堂儿这几日没有休息好，精神欠佳，堂儿明日再服侍殿下好不好？滚出去！季婉堂只好灰溜溜地走人，浑身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扯。这时，婢女看到季婉堂跌坐在地，过来扶了一把，并好心把她送回房中。你别走，今晚陪我1晚可以吗？这个送给你，今晚守1晚可以吗？婢女伸手接过答应了，但有好处拿在这守1晚是可以的。这一日，太子没半点心思搭理季婉堂，因为景和帝要接皇后回宫。城中的百姓听闻后，早早便簇拥在城门口和回宫的道路上。青竹院，小姐，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吧，难得有机会一睹圣上和皇后的尊容。小姐，您这一点也不好奇吗？自然要去，先准备点东西，一会儿咱们再出发。好啊，小姐最好了。对了，小姐，您要准备什么？给皇后娘娘的一个相意惊喜。主仆3人忙活了一小阵便出发了。随后他又和阿燕分头行动，2人分别上到街边最高的阁楼，在檐廊下互相往对方所在的阁楼楼顶弹几颗米粒。终于浩浩荡荡的队伍缓缓驶了过来。季凛川与萧敬晨一身戎装，2人骑马在最前头开道，萧文俊则骑马紧随在帝后的銮驾后面。皇后娘娘真的心善啊，听说
日日素衣素食的给咱们老百姓祈福啊，是难得一遇的贤后啊。可不是嘛，前几年天灾丰收都不好，这2年都没什么灾害，庄稼比往年丰收了不少呢。难怪圣上疼惜他，弄这么隆重的排场接他回去呢。哎呦，来了来了，快看快看！百姓纷纷窥望銮驾上的皇后，果真是母仪天下的皇后。皇后啊，心系着咱们百姓，是咱们大昭国的好国母啊！空中忽然飞来一群美丽色彩鲜艳的鸟群。百鸟朝凤，皇后这是感动了上苍啊！吉兆啊，天佑我大昭国！坐在銮驾的圣陛下和皇后也被此异象给惊讶住了。萧文俊见此暗暗皱眉，怎么会有这种天象？景和帝慧眼扫了一遍四周，看到纪灵时，他垂下眸子微微笑了笑，当赏。纪岭川疑惑地看着那群鸟，他张望2下便看到自己的女儿站在那处阁楼上。萧敬晨还是一眼看到那个他喜欢的人，他暗暗夸赞他的灵儿就是很特别，很耀眼。纪灵只淡淡瞥了一眼萧敬晨，哇，那就是当今圣上和皇后吗？奴婢今日能一睹天颜，也算真真切切开了眼。希望今日能沾沾皇后的福气，愿往后平安健康快乐。小姐，端王一定是在看你，他目光都没有挪开过呢。别胡说，程哥哥带队护驾，他只是在观察周围环境，这么多人，他怎么可能注意到我？哎呦，小姐，您是赵京第一闺女，又和端王殿下一起长大，端王肯定是看您的。奴婢瞧他已经看了很久呢。说这些话的声音很近，听着意思大概是这位小姐仰慕萧敬晨已久。宫门口文武百官早在此等候。恭迎陛下，娘娘圣安，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平身，皇后为民祈福，承动天地。今日安然回銮，实乃国朝之幸，朕心甚慰。众卿当同贺。迎接仪式结束后，随后皇后便回了自己的福宁宫。李淑妃是靖安侯府出来的嫡女，名为李思佩，太子没那么容易扳倒。皇后一踏进门，臣妾恭迎皇后娘娘回宫，娘娘圣安。皇后端坐在凤位上，身上国母的气度仍丝毫未减。都起来吧，本宫不在这些时日，后宫诸事平稳，皆是你们安守本分、恪尽己责的功劳。诸位都辛苦了。娘娘为天下万民祈福，凤体辛劳，臣妾等人不过是在宫中各守本分，何谈功劳？娘娘这般说，臣妾愧不敢当。李淑妃自然担得起。本宫不在的这2年，你协理后宫，辛苦了。本宫既然回来了，即日起你不必再替本宫费心操劳。李淑妃心有不甘，谢皇后娘娘体恤，此前臣妾不过是暂代分内之职，谈不上操劳。往后随时听皇后娘娘差遣，为娘娘分忧。今日都见过了，你们的诚意本宫心领了，想必也都累了，跪安各回其位吧。待众人退下后，皇后回到自己的寝殿中。她不回来，谁替她的恒儿谋前程？另一处宫殿，一位华贵的妇人倚在斜榻上。大祭司，今日的祥瑞你如何看？哪有什么天降祥瑞，不过都是人为的。哦，怎么说？今日鸟群飞来时，在下也在场。那些鸟都是有目标而来，碍于人多眼杂，在下并没有现身上去查看。不过我可以肯定，是有人刻意为之。太后缓缓瞟了一眼祝席，何人能有这等本事？等在下查清后再禀告你。哼，将军府那2个小丫头你都弄不死，你已经打草惊蛇了。瑞王都查到哀家这边来了，你给哀家小心些，别坏我大事。您放心，上次是我小看了那2个小丫头，今后绝不会大意了。想办法让云归消失，别让瑞王从他嘴里撬出什么东西来。他不会的，他绝不会出卖任何人的。怎么下不去手？还是你觉得你还能救他？让他杀掉自己的同胞，他做不到。大祭司，请以大局为重。我有分寸，时候不早了，在下先告退了。祝席说着转身离开。瑞王没死，皇帝又把皇后接回了宫，难道云归的血咒失效了吗？翌日，
不知萧敬腾用了什么办法，查到云归大师与李淑妃有牵扯，景和帝直接下令把李淑妃打入冷宫。太子萧文俊知道后，心头直突突跳着。眼下他们母子只能夹起尾巴以静待时，不知不觉便到了将军府的认亲宴。季辛迪头一回经历这种大场面，他不免有些紧张。姐姐怎么了？小妹，我在你这儿同你一起梳妆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姐姐不用担心，今日一定能让众人一眼惊艳。不知过了多久，姐妹俩终于梳妆好了。季岭川等人在祠堂准备好后，季灵和季辛迪到场，开始入谱吧。几笔落下，他终于有家了。看到姐姐那么激动，姐姐应该很开心吧？灵儿，辛迪，快上香磕头。等等，爹不把季婉堂的名字除去吗？话落，众人一震。爹，确实没必要留着了，把季婉堂的名字抹掉吧。季夫人半句话也没说，季灵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季婉堂名字被抹除。两人上香磕头后，外面的宾客也基本都到齐了。当母女三人缓缓步入宴会正厅时，季岭川他正准备开口介绍：“瑞王殿下来贺！”只见萧敬腾带着侍卫抬着8个大箱子走来。叶轩见此，脸上顿时难看起来。申哥哥什么时候认识将军府这2位小姐的？本王奉陛下之命，特来将军府道贺，这些都是陛下给季二小姐的赏赐。此话一出，众人惊呼，原来是陛下的赏赐。这个二小姐到底和陛下什么关系？后面这2箱是本王给季二小姐的谢礼。季岭川听后暗暗松了一口气。叶轩见状，面色稍稍缓和，不是提亲就好。太子和季婉堂不邀自来，季婉堂在女眷那边的人群，这种万众瞩目的时刻应该在他季婉堂身上才对。沈玉看到今日精心打扮的季灵，美得戳到他心里头。季灵谢陛下圣恩，谢瑞王殿下厚赠。萧敬腾轻扬嘴角，定定注视着季灵。典礼快些收下吧。季灵微微点头。承蒙诸位拨冗赴宴，今天这场认亲宴，想必大家都有耳闻。本将有个小女儿，从小就遭贼人绑架，现在幸得老天庇护，让她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本将身边。另外还有件悲惨的事儿，本将的大女儿从小就被有心之人调包了，这10余年一直在受苦，如今也找回来了。本将呢，今日设宴就是想同诸位郑重介绍我的2位亲生女儿。来，辛迪啊，过来。悉数打量的目光全都落在季辛迪身上，缓步走到季岭川身旁。诸位，这便是我季岭川的长女季辛迪。和季将军有几分相像。众人纷纷小声议论起来。季婉堂在后面听到，后槽牙都要咬碎了。今日得以归宗，辛迪满心感激，更感谢诸位抽空到场。初入府中，尚有诸多礼数要学，往后若有不周之处，还望诸位海涵。季岭川对季辛迪的表现也甚为满意，随后他朝季灵招了招手。季岭川同样向众人郑重介绍了一番今日的认亲宴，感谢诸位亲临见证。今日这等隆重的场合，有些话本不该讲，但我这人喜欢丑话说在前头。我季灵是失踪11年没错，但不代表我这11年的过往可以随意任人编排造谣。前阵子传得沸沸扬扬的谣言，诸位肯定有所耳闻，我自然也知道悠悠众口，难以堵住。虽说清者自清，无需自证，但今日并不是想自证什么，而是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很护短，还很记仇，向来睚眦必报。此言一出，众人纷纷低语议论，敢欺负他女儿，他这个爹第一个不放过。季时宴在一旁暗笑，看来小妹确实挺记仇的。灵儿说得好，往后还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当众欺负你，直接打回去，不用有任何顾虑。看来这位季二小姐和瑞王的关系很特殊啊。这还用说？没看到陛下都在今日赏赐这么多东西，显然是在给他撑场子，不然他能这么有恃无恐地说这些话？叶轩嫉妒又羡慕，他堂堂国公府的嫡小姐，他和陈哥哥应该走得更近才对。季承霄看不下去了，瑞王怎么总是第一个跳出来给小妹当出头鸟？诸位，灵儿是我将军府的人，有些不实的谣言，还望诸位切莫在背后妄加非议。无论如何，我们将军府一家人都会站在他的身后，做他坚实可靠的后盾。
绝不会让他独自面对的。季承霄说完，冷冷扫了一眼萧敬晨，轮到他来操什么心？上官雪看到季承霄走出来的那一刻，室内是救他的公子。今日本将还有一事宣布，是关于纪晚堂的，诸位也有所耳闻，本将就不再过多的解释了。那本将在此宣布，纪晚堂不再是我谢家的人，往后他无论如何都与我将军府无关。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并不稀奇，只是有人小声议论纪晚堂的所作所为。爹，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好歹我陪伴了你们11余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他怎么来了？萧文俊咬牙攥紧拳头，他就不该听纪晚堂的。我以为你好歹有点自知之明啊，看来时至今日，你还是不曾有过半分的愧疚之心呢。哼，不瞒诸位，纪灵那时的谣言就是我说出去的。我承认，他回府时我是对他做了一些下作的事，但我只是让他丢了一点脸面而已，从未想过把他赶出府，而他们却因为这点事直接把我赶出去。对，我非亲生的没错，但我生下来睁眼便是将军府，我何错之有？我何其无辜？这10余年，我一直把将军府当我的家。某一天，他们忽然就告诉我，我不是亲生的，便直接把我赶出去，就连收我做养女都不愿。诸位觉得公平吗？厚道吗？众人一听，好像有些道理。季承霄和季时宴今日才见识到纪晚堂的厚脸皮，季夫人她失望地转头到一边。仅仅是这样吗？啊，原以为我们不对外去说，给你留着一丝体面，你还会感恩。哼，没想到你还能跑来自取其辱。自己做过什么，要在这一一说出来吗？是我不过就是弄点小小的伎俩针对他，可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从未想过要他的命，你们把我赶出去，就是要了我纪晚堂的命。论心狠，谁比得过你们？纪晚堂，你别在这里颠倒众人是非，你屡次害小妹险些丢了性命，居然还有脸在这恬不知耻说这些话。我要是你，当初就麻溜的跟陆伯去江南安然度过余生，而不是拼死厚脸皮留在昭京缠着不放。说白了，你就是贪心不足，还要反过来倒打一耙。像你这般恶毒的女人，陈塘进猪笼都不为过。如此说来，纪晚堂确实太过恶毒了。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评头论足？你在赵家国的连个下人都不如，如今摇身一变抢了我的位置，还想捧高自己踩我一脚，你也配？哼，谁人不知你从前有多粗鄙有多丑，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旁门左道，换了副皮囊，就敢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了，难怪大师说纪灵本该是已死之人，居然还能活着回来。他不是人，他绝对不是人，他是妖女啊！说得通了，说得通了。从他回府后，我就频频看到不干净的东西，是他，一定是他，他会妖术。这你胡说八道，我打烂你的嘴！居然敢当众说小妹是妖女！你个贱蹄子，敢打我！他反手想给季心迪一巴掌，手挥到空中，被一道力量死死捏住。他愤恨瞪着纪灵和季心迪，他直接一脚把纪晚堂踹飞。他在对面又一脚把纪晚堂踹飞回地上，他连连吐了2口血。哼，我是不是警告过你，再胡说八道一个字，撕烂你的嘴，上赶着往我这找死，你是第一个。纪晚堂连续被踹了2脚，已经说不出话来。这姐妹2日后的婚事，怕是难以有着落。纪晚堂，我念在养你10余年的份上，一直给你留着体面和后路，可没想到时至今日，你还能反咬一口。白眼狼这3个字都不足以形容你了。今日你的所作所为，意欲何为，不用我多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毕竟这里全都是聪明人，你以为凭你的3言2语，别人就会被你牵着鼻子走了？在纪晚堂垂死挣扎之际，萧文俊在人群后面偷偷溜走。太子殿下，既来贺宴，怎么还没开席就要走了呢？太子莫不是对将军府有什么不满吗？皇叔哪里的话，姑才刚来，见大家都围在这里，不知发生了何事。他赶忙爬到萧文俊脚步。太子哥哥，他们都欺负堂儿，堂儿是您东宫的人，他们居然敢当众打我，这是在打您的脸，您要为堂儿讨个公道。纪灵听
后白了一眼纪婉堂和萧文俊。季将军何事这么大动干戈，不给姑一个说法吗？此女在我将军府口出狂言，屡次挑衅我将军府的底线，若不是看在殿下的份上，本将早就地斩了。太子殿下，你后宫的妾室都敢跑来将军府撒野，若非是你点头允许，他怎敢在此当着众人的面登峰造次？纪灵嗤笑一声，萧敬臣说的这般直白，很好。瑞王话可不能乱说，姑并不知道他会来此闹事，毕竟大家都知道纪婉堂和将军府有些个人恩怨，这些恩怨与姑无关。殿下，他是您的人，殿下怎么能这么薄情？你还好意思说？今日你擅作主张，把姑的脸面都丢光了，还不滚回去？若不是此刻人多，他绝对不会管纪婉堂的死活。纪将军，怎么说婉堂也是您养大的，虽然他随姑入了东宫，做了姑的妾室，但终究是从将军府出来的。今日之事，姑有一定的责任，但说到底，还是将军您自己没有处理好那些事，扰了将军的宴会，姑就不多留了。萧文俊甩袖走人，纪婉堂被魏启扶着离开。纪婉堂那么喜欢做太子的女人，就让她死太子身边去。沈玉看完整场戏，不禁对纪灵另眼相看。叶轩也明白了，陈哥哥不喜欢乖顺的女子。纪灵和纪心迪才刚坐下，姬儿小姐，我是国公府的嫡小姐叶轩，介意我坐这儿吗？当然不介意，叶小姐请坐。沈千兰原本也想凑过去的，看到叶轩比她动作还快，她便没有起身。姬儿姑娘，我想要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叶小姐请说。姬儿小姐，你和端王是怎么认识的？叶小姐，这个无可奉告。二小姐，我没有恶意，若方才的话冒犯到你了，还请你不要介意。不会。叶轩只好转移话题，主动聊一些城中的趣事。纪灵平静的句句回应，认亲宴顺顺利利的圆满结束。哎，灵儿，陛下为何要给你赏赐啊？你可知？陛下的病好了，也是出自云贵之手。小妹，你知道？你何时见的陛下？小妹也太能藏了吧！不是什么很棘手的病，碰巧能治。纪岭川没想到还有这事，陛下的病好了，看来朝堂又要变了。今日你们都累了吧？都早点回去歇息吧。纪灵回到青竹院，来爷，这些怎么放这儿？抬到库房去。小姐，夫人说了，这些呢都是陛下和瑞王赏赐给您的，让您存在自己的库房中，您可以随意支配。小姐要不要先布幕里面的内务，随后奴婢再清点整理，抬进库房。他回过神，打开一个箱子，是上等的绸缎布匹。来爷，去叫姐姐过来。好的，小姐。等等，回来。小姐，还有何事？我先看完，等会儿。纪灵接着翻开所有的箱子，老皇帝果然成双送的。萧敬臣送来的有一箱是玉石，还有一箱是金灿灿的元宝。叫人来把4箱抬回去给姐姐。是。兰因转头去叫家丁过来搬。小姐可太豪横了。喏，赏你们的。小姐，是不是太多了？不多，快拿着。谢谢小姐。随后兰因也笑着接过道了谢。虽然她是孤儿，但刘大娘在她小的时候帮衬过她。对了，我是不是还欠瑞王200两？小姐若是没派其他人送去，那就是还没还。派人送过去，就说我忘了，非常抱歉，我连本带利还给他。小姐，瑞王都送您1箱子银票，他不差您这几百两的。我知道他不差钱，他赠礼是他的事儿，我那是借的，借的就得还，一码归一码，人不能没有信用。季心迪还在看着院中的几个箱子发愣，就当帮小妹保管着。瑞王府，殿下，希儿小姐派人送来银子，说是借的您的银子，前段时间忘了还了，还望您海涵，她连本带利还给您。这点小钱都能让她给记着，好像纪灵给她送了什么不得了的宝贝，让她爱不释手。翌日，纪灵拎着一壶桃花酿来到万法园。哟，贵客来了，贵客今日有何贵干呀？金公子可有兴趣小酌一杯？有兴趣，有兴趣。能与季小姐同饮是在下之幸。季小姐里边请。纪灵跟着清源上了2楼，阿燕则透过窗户看着楼下熙攘的人群。哦，好酒！季小姐今得怎有兴致来找在下饮酒啊？清公子道法独特，不知师承何处？师傅说在外头不可报他名讳，季小姐恕在下无可奉告。依清公子的才能，不仅仅是万法园掌柜这么简单吧？季小姐说笑了，我就跟随过师傅几年，道法不精，如今靠变卖法器，看点风水，捉点鬼，以此为生罢了。
那日看到此人施法和师傅太像了，又不是一个世界的，也没听过师傅还有其他弟子。季小姐，你这魂儿如何了？已经没事了。季小姐需要帮忙吗？不用了，我已经处理过了。原本他归魂是想找此人在一旁帮忙护法的，如今他不需要了，不归魂已经不行了。阿燕扶着季灵回到青竹院时，哎，小姐这是怎么了？喝了点酒。季心迪过来时看到季灵脸颊微红，小妹你喝酒了？姐姐回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什么任务？姐，你知道吗？我当初只是想回来看看亲生父母长什么样，看完就想走的。再后来知道季婉堂不是亲生的，就想把你找回来，把季婉堂赶出去，等将军府回归正轨，我就走。如今确实做到了，我是不是可以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小妹，你要去哪儿？我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片土地，然后归隐田园，悠哉的过完下半生。他其实就是想师傅了。小妹，你想去哪？姐姐陪你去。这时兰音端来了醒酒汤，我来吧。小妹，来，先喝点醒酒汤。喝完醒酒汤，季灵脑中清醒了不少。小妹，你是想出去走走吗？是啊，想去看看大赵国的大好山河。小妹，咱们才刚刚团聚，马上就中秋了，咱们一家子还没过过节呢。如果你想出去走走，姐姐陪你一起去好不好？不过我还是想咱们先过完中秋，然后可以去淮江。听闻淮江那边的风景很好，我也没去过。去完淮江，如果还想去别的地方，咱们到时候可以再看看。况且咱们还没一起过过年呢，姐姐想和你一起贺年寿。姐姐想去淮江。季心迪缓缓点了2下头，那就听姐姐的，等过完中秋后，咱们去淮江看看。与此同时，萧敬晨听完霍成的禀报，你说他去找谁喝酒，醉着回去？王爷，人没醉，或许是季姑娘找那亲公子有事呢。况且他身边的婢女也一直陪着呢。他有事为什么不来找我？想喝酒，本王也能陪他。萧敬晨眸中裹着一丝忧伤。王爷，早知道他就不禀报这事儿了。王爷，要不我去警告那个姓卿的，让他别惦记着季姑娘。你没看到是灵儿自己去找的他？灵儿为什么不来找他？难道一点都看不上他？王爷，萧敬晨直接挥手让他出去。霍成无奈告了退。他看着镜中满是锦衣华贵的自己，是不是这样穿不好看？他不喜欢。季婉堂死了，死得很诡异，倒挂在床边，脑袋抵在地上，面上表情惊恐万分。婢女见这惊恐的惨状，吓得急忙跑出去禀告太子，本就是没什么用的人，死就死了，丢出去。要不是季婉堂出的馊主意，他那日也不会丢尽了脸。几个下人随便找了个死枯井就扔了进去。同样，云归大师也离奇的死于狱中。为了大局，他还是动用秘术亲自把云归送走。云归，我对不住你。阿喜，别这么说，谢谢你帮我解脱。云归，是谁先发现的？将军府还是瑞王？是将军府的人。阿喜，你要小心将军府那个纪灵，他懂蛊。竟真的是他？他对你做了什么？我之前并不知道他会这些秘术，所以在季婉堂来找我时，我震了他的魂，他因此是找到了我。他很不对劲，我怀疑他被夺舍了。但他审我那日，我仔细看了，又不像夺舍。太奇怪了，此人留不了，你一定要找机会除掉他。难怪当晚她们姐妹2人能熬过他的蛊毒，想必瑞王的蛊也一定是他解的。云归，我会带你回南游的，你放心。阿喜，谢谢你。随后祝喜把云归的魂魄收了起来，现在就等邢律司把云归的尸体丢出来。萧敬晨听到云归的死讯没有一丝惊讶，派人把云归的尸体如往常一样丢到乱葬岗，便吩咐人盯着，就看有没有鱼儿上钩了。3天后的乱葬岗，2个粗布麻衣的大汉在众多尸体中来回翻找。鱼儿上钩了。2个大汉找到后扛走了。霍成见状，带人悄悄摸摸跟在后面。云归的尸体搬到草堆上，便点起了火。捡尸仅仅只是为了焚烧吗？随即围攻了上去。2个大汉深知他们中了计，同时咬破嘴里毒药，当场中毒而亡。操他娘的，又死了！去看看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祝席在如约的时间内没等到自己的人回来，云归，只能先委屈你了。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派人去把你的尸骨拿回来。他们帮萧文俊登上太子之位，萧文俊也是时候该出点人力物力了。当萧文俊收到密信时，他满脸惊愕，原来是纪灵救的他。那父皇呢？父皇的病也好了吗？不论是谁挡他路者，全都得死。霍成回来禀报后，萧敬
臣直接让他撤神。本王叫人新做了几套衣裳，你随我一起去看看款式怎么样？王爷变了，他家王爷变了。两人走进殿中，你觉得这3套衣裳如何？王爷，这衣衫是您穿的还是给谁的？自然是本王穿的。哦，王爷，属下明白了，您是不是中秋佳节约了季小姐？您快穿上试试，属下给您好好瞧一瞧。衣裳摆在这儿，你看不出来？哎，王爷，这哪能一样？这衣衫肯定是要上身了才知道，一定要选一套最合适您的，中秋那日才能让季小姐眼前一亮啊！萧敬腾觉得有一丝道理，换上第一套青白色的长袍，如何？王爷，这身衬得您清雅俊逸，很像书中的翩翩公子啊！王爷，您再试试下一套。他又换上了另一套月白色长袍。王爷，这套就这套，宛如谪仙啊！见萧敬腾似乎又要黑脸，王爷，属下真的没骗你，真的如神君下凡一样。只是您别总黑着脸啊，这身衣袍你应该配上您那温柔的笑脸，那样季小姐才会喜欢啊。这套也是他相中的。王爷，容属下再多嘴2句。您从前总是喜欢穿玄色衣衫，又总是黑着脸，这做事又雷厉风行的，给外人的感觉就是您这个人很不好惹，不好相处。这俗话说啊，先敬罗衣后敬人。季小姐刚认识您的时候，一定也觉得您不好惹，所以您想让她喜欢上你，就得让她对您改观。你是说她对我的第一印象很差？王爷，方才属下是乱说的，兴许季小姐并不是这么想的呢。您想啊，季小姐年纪比您小上几岁，或许她这个年纪还并未考虑这些事情呢。可能是咱们太急了。这么多年他都一个人过来了，他可以等。王爷，您才和季小姐相识多久呢？她年纪也还小，女子一般16、17才婚配嫁人呢，季小姐还早着呢。我家王爷没救了，王爷他变了。萧敬腾现在甚是后悔当日的举动，不然他绝不会像现在一样开始会胡思乱想了。王爷，过几日便是中秋了，您是同季小姐约好了吗？本王还没约她，她应该会陪季大小姐的。王爷，那您这衣服是要什么时候穿啊？不是中秋穿吗？约不到，总能遇到吧。王爷，您是想偶遇啊？这个主意好，到时候您就这一身谪仙般的出现在季小姐面前，她一定会被您惊艳到的，您相信我。萧敬腾竟被霍成说的有一丝动容。王爷您放心，到时候属下都会给您安排的。时序至中秋，将军府比往年增添了清欢热闹，姐妹俩早早便命人准备好食材。小妹，你真可爱。姐姐也很可爱哟。小妹，你现在真的像一只小猫一样。姐姐，这叫伤敌1000，自损800。小妹，姐姐给你做一个独一无二的月饼。随即她拿起一个揉好型的面团开始雕刻起来，姐姐居然还会这手艺。给你。谢谢姐姐，我一会儿就把它烤了，吃进肚子里。随后季灵也学着季辛迪雕刻了几个月饼的4不像，就这么被烤了出来。到了傍晚，全家人欢欢喜喜地吃团圆饭。大哥，这么热闹的日子，你不约几个朋友一起游玩吗？不，大哥要陪你们，你们对城中这些不太熟，大哥带你们玩。二哥，你呢？要不要同我们一起出去？抱歉，二哥有约了，不能陪你们一起去了，让大哥带你们好好玩。哟，二哥约了谁呀？男的女的？季灵这直白的话让全家人都笑呵呵起来。同聊而已。二哥，你该不会……小妹，别乱想，你二哥很正经的。我不信，除非你把八字拿过来我看一下。难不成我2个儿子真的……不会吧？我们将军府要绝后了吗？石燕，你约的谁啊？聊，只是同聊，没有其他关系，我没有断袖之癖。说完，他瞥了一眼季灵，看你惹出的误会。当那几个4不像的月饼被端上桌时，这个是什么呀？大哥，我做的，你要不尝尝看？季灵傻眼，那不是他做的吗？辛迪，这个肯定不是你做的，一定是小妹做的。这个才是你做的，大哥都喜欢。大哥，你不怕撑死吗？不怕，你大哥我胃大得很，一会儿出去走2步就没了。吃完晚饭后，一行人要出门游玩。中秋夜的闹市区早已挤得水泄不通，兄妹3人顺着人流走。大哥，小妹，前面有皮影戏，咱们也过去瞧一瞧。好。而兰英和阿燕、季灵让他们自个玩去了。3人又走到一条全是卖灯笼的街市。姐姐，这个好不好看？
好看。大哥，你看这个大虾，你想到了什么？啊？什么？小妹莫不是想让大哥猜谜语？猜谜语啊，这个大哥不擅长哦。不过你容我想想。半晌才讷讷开口：难道这就是黑灯瞎火？大哥聪慧。这我猜错了吗？没有。那你们笑什么呀？大哥猜谜语的样子很搞笑。走吧，前面还有好玩的呢。几人走到金水桥上，岸对面有一个男子正朝季承霄招手。辛迪、小妹，你们在此稍等我片刻，我去就来。欢月，看好两位小姐。去吧，大哥，我和姐姐就在这看一会儿。季承霄和同僚寒暄几句后，便往回走。季大公子，他转身疑惑地朝声音的方向看了一眼。季大公子，您是一个人出来夜游吗？是你。上次公子相救，雪儿还未正式谢过公子，多谢季大公子相救。不用，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季凌芳才时不时就在看他大哥。姐姐快看，大哥桃花来了。还不知姑娘是哪家小姐？家父尚书大人上官之远，在下上官雪。原来是尚书大人的千金，幸会啊。上官小姐，我妹妹还在等我呢，我先失陪了。上官雪心中有一丝丝遗憾。季大公子请便。小姐当心！季灵和季辛迪在另一边看得抓心挠肝。咦，大哥真怂，8九不离10，将来就是他的嫂嫂。他转头到一边想洗洗眼睛。萧敬晨一身洁白月袍缓缓走来，那个是萧敬晨吗？该不会是他的什么孪生兄弟吧？灵儿，方才见你们笑得很开心，是在看什么趣事？他不想让萧敬晨看到自家大哥那副怂样子。没什么，睡王也出来夜游哈。季辛迪他正要行礼，季大小姐不用客气，今日中秋佳节，就当朋友一样，不用在意这些礼节。他自然知道瑞王是为了小妹来的，他识趣的趴在一旁继续看着自家大哥。睡王怎的一个人，不约几个朋友一起游玩吗？这他很好奇他们到底在看什么。不过什么好看的都不如眼前的人好看。本王没有朋友，连季小姐也不想和我做朋友，所以我只能一个人逛。哪里，我们一直都是朋友。走，我带你去那边看，那边有更好看的。他很想握上去，但他不能，他现在得学会以退为进。哎呀，王爷，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季小姐的手就在眼前，勇敢的牵上去啊，快呀！没想到中秋还有水上表演，往年也有吗？每年都有，只是每一年的都略有不同。今年的表演我还没有看过。哦，睡王每年都是一个人看的吗？今晚不用多礼。你方才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还是说你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哪里都依你，萧公子。萧敬晨听着有一种怪怪的感觉。那今晚本王可以同你和季姑娘一起逛逛吗？年年一个人逛很无聊。季灵闻言惊诧地看向萧敬晨。当然可以，你不介意就行。我不介意。两人随意聊了一些中秋的话题。季灵看到季承霄回来了，走吧，我大哥回来了。萧敬晨这才恍然大悟，是不是季大公子在干什么事？大哥，你脸怎么这么红？有吗？大哥，今日中秋人多眼杂，你该不会被什么人下药了吧？快，我给你把个脉看看。没有的事儿，你大哥好得很呢。睡王也在啊，睡王也要一起吗？季大公子介意？哪里？你请便。浩浩荡荡的6个人就一同在大街上边走边看着。小妹，咱们去放花灯。季承霄和萧敬晨则紧跟在两人身后，姐妹俩一同挑着花灯图案样式。季儿小姐，叶小姐，好巧，看到萧敬晨居然也在。陈哥哥，你也在啊？季灵是出于看戏的目光打量，瑞王若是和其他女子有纠缠，就不要来找小妹了。论辈分，你该喊本王一声叔叔，不喊也该喊本王一声瑞王。陈哥哥，还不是你能喊的。叶轩见过端王殿下。他
摆摆手示意叶轩走开。叶轩伤心难过的看了一眼萧敬晨，看来陈哥哥是真的喜欢季二小姐，径直往别处走去。大哥，你要不要也选一个？正要掏钱时，摊主说钱已经付过了。多谢萧公子慷慨大方，别和我客气。随后他提笔写下了心中的愿望。大哥，不许偷看，愿望偷看了就不灵了。哦，好吧。随后四人一同走到河边，把花灯放到水里。霍成老早接到自家王爷的暗示，拿起来看了一眼，随后又放回河中。萧公子，我将军府门风清正，没有什么三妻四妾的。你若是心里同时惦记着别人，就离我小妹远点。如果她愿意嫁给我，我这辈子只会有她一个女人。萧公子这些话，我先替我小妹记着，但我小妹会不会喜欢你，暂时还不知道。这话又狠狠扎到萧敬晨的心。难道纪灵是在欲擒故纵？小妹，那里有对诗的，咱们也过去看看。几人走过去时，纪灵一眼便瞧见季时宴。二哥，你们也来了？我们是特意来看二哥对诗的。小妹难道不是来对诗的吗？二哥莫要打趣我，我哪有这般才能，我半个字也不会。小妹，咱们又不懂，看着就好了。季时宴不禁无奈地笑一声。只见台上的先生给出一个上联：天涯共赏一轮月。只见季时宴提笔写道：海角同饮两地情。二哥果然有才，台下的群众也纷纷赞叹：二哥好棒！小妹谬赞了。沈玉方才也写了下联，没选上。季二小姐也来对诗吗？我不会。沈玉见纪灵如此坦率，不禁笑了起来。他冷冷凝视沈玉，似是无形的警告。中秋佳节对诗，大家也都是兴致来潮。季二小姐不妨也试一试，赢不赢都无所谓，重在参与。季二公子，你觉得呢？小妹，你感兴趣可以试试看。大家也都是雅兴来了，写着玩的，不一定是来比赛的。我没这个才能。灵儿喜欢就参与，中秋嘛，图个乐子而已，好与不好都不会有人笑话。你大胆的写。你觉得我会怕人笑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怕你不好意思。你喜欢就参与，不喜欢咱们就看着，都随你。这一轮不对联子，大家自发奇想，写一首诗，任何形式的诗句都可，题材不限。参与者请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上来。小妹，这个简单，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确定不写个试试？纪灵无奈地朝天上望了一眼，忽然想到了龟田居和师傅，随即他提笔洋洋洒洒写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沈玉没想到纪灵的字居然写得这么好，萧敬晨不免有些心慌起来。如果纪灵心中早就装满了一个人，那他还有希望吗？小妹，诗咱们也写过了，现在要不要去别的地方看看？二哥要一起吗？不了，你们自己玩，二哥待会儿还有事。纪灵和季心迪、季承霄三人走后，沈大人，不该惦记的人还是别惦记，那不是你能觊觎。萧敬晨放下话后，又默默跟在后面。回到府中时，萧敬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又想到纪灵写的那句话，顿时又伤心起来。翌日，纪灵和季心迪找到纪岭川，说想去怀州的事。去可以，让小七带人跟着你们一起去。你们独自出门啊，我可不放心。好吧，去同你娘和你大哥说一声。爹放心，我和小妹玩2日就回来。随后，姐妹2人又去找季夫人说了一番，季夫人自然同意。拿着，出门在外的，多些银钱傍身，以备不时之需。谢谢娘。随后2人又去和季承霄短暂告别了一番。辛迪，小妹，你们要不要等大哥一段时间？等大哥忙完手上的事，陪你们一起去，好不好？大哥，你就忙你的事儿吧，有小七保护我们呢。那你们要注意安全，多带点人。大哥放1万个心好了。哎，大哥，昨晚那个姑娘是谁家小姐啊？少打听，小年纪你都开始会挖苦你大哥了是不？大哥，你这样不行哦，抱了人家姑娘就得对人家负责。男子汉大丈夫，要敢做敢当，不能当缩头乌龟的。大哥，我想起来了，咱们认亲宴的时候我见过那姑娘，你要是不知道对方是谁，我和小妹挨个帮你打听。能来参加咱们将军府认亲宴的，想必家世和咱们也相差不了多少。等弄清这位姑娘的身份，你早点过去提亲。大哥你也老大不小了，是该娶嫂嫂了。哎，我是你们大哥，你们还管教起我来了。大哥快点哦，我想吃喜酒了。他不知上官姑娘有没有婚事在身，更不知对方有没有心上人。纪灵和季心迪收拾好后，便带着阿燕欢悦出发了。2辆马车一前一后的往怀州去。祝喜便收到纪灵出城的消息，这等难得的机会，他怎会错过？在将军府吃过2回亏，萧文俊觉得确实得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您命人去办，把人给大祭司便可，其余的事不用参与。
无论成功与否，与孤无关。属下这就去办。纪灵一行人顺顺利利地到达怀州。而另一边，瑞王府当探子来报说纪灵去了怀州，听到是陪纪大小姐出去怀州游玩，这才放心下，应当过2时就回来了。祝喜领着萧文俊给的20名死士，这次定会让他们全部丧命。小七观察发现应该是冲他们来的，随即便派1名暗卫先一步回将军府通知纪承霄。姐姐，要不你先留在城中，我让小七留下保护你，我和阿燕去会会他们。不可，万一大哥没能及时来，你出了事怎么办？如今是他们想置我们于死地，若是直接让大哥来怀州劫，对方肯定知道他们已经暴露，那么将会错过这次抓捕的机会。现在好不容易对方自己冒出来，若是错过，不知对方又要潜伏多久，不如将计就计。既然他们自诩运筹帷幄，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破局之策，扭转乾坤。姐姐你不会武功，听我的，留在城中等待我们消息即可。小妹，如今咱们已经被人盯上了，如果分开了，他们2头夹击，咱们只会更加危险。姐姐不是怕死的人，我们一起，我不会拖后腿的。大小姐说的没错，若我们全部留在怀州保护大小姐，要是大公子没能及时赶来，属下担心您空有不测。若是分1半人留下来也不妥，对方明显准备的很充足，仅有2-3人，无论是跟您还是跟大小姐，他们都有可能2头偷袭，这样我们的人力就会更削弱。小妹，咱们一起吧，我不会拖后腿的。行吧，那咱们一起，但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随后纪灵去药铺买了几味药粉调配，给每人分了1包。准备好后，一行人便出发回了昭京。2辆马车没有赶得很快，而是像出游一样走走停停看看。此时纪灵一行人的马车缓缓驶到一片林子，来了。出发前纪灵给他匕首，他觉得他用斧头更顺手。四周无数暗箭从林中迸发出来，钉在2辆马车上。阿燕和欢月2人各守一边，2名黑衣人被划了一刀便翻身后退。他隐约听到远处一阵嗡嗡嗡的声音正朝他们靠近。药，几人掏出药粉后便倒在自己头上和身上，只见密密麻麻的一群毒蜂嗡嗡嗡的在那些死士和纪灵一行人身边围转。祝喜在远处的树上见到这一幕，后槽牙磨得咯咯响。攻！先把这群人解决了再说。纪灵握着长剑，季辛迪拿着斧头，2人专注看着局势，准备随时应战。黑衣人不知何时正要一刀砍到季辛迪时，他立即攥紧手中的斧头就朝黑衣人的腰子砍去。黑衣人被砍了1斧头，纪灵没想到季辛迪是真的敢砍人。不远忽然传来一阵奇妙的笛声，这群毒蜂开始无差别的攻击起来，对方这是让他们死在这儿。小七，去把暗处吹笛子那个人先解决了。树上又跳下2名黑衣人阻拦。季承霄正带人往这边赶，在他们来的路上也遭遇了一些阻碍。带头闹事者就地斩了。暗卫接到指令，立即手起刀落。拦路的众乞丐见此惊怕不已，是这个人找到他们说来此地待一会儿就能拿到好几两银钱。季承霄则快马加鞭地赶过去。欢月，你带姐姐先走，往大哥来的方向去，这里交给我。小妹，不可！听我的，这些毒蜂对我没什么用，你先去和大哥会合，否则我还没死，姐姐你先被毒死了。欢月便抱着季辛迪飞身上马，朝回昭京的路驰去。欢月一掌拍在马背，瞬间飞起，挡住2把砍来的利刃，只能由着季辛迪独自骑马往前跑。这是他第1次骑马，还是个没有马鞍的马。他告诉自己不能慌，而其中的1名黑衣人见状，往季辛迪的方向射了1枚暗器，被扎了一屁股，忽然狂奔乱窜起来。前方忽然迎来一队甲士，让开！在他准备跳马之际，军武为首的男子飞出1枚匕首，刺向失控马儿的脖颈处，马儿当场跪地倒下。季辛迪整个人猛地往前飞去，身穿铠甲的男子飞身上去把人接住，稳稳落地后，男子一言不发。难道又是谁派来杀他的奸细？多谢将军搭救。萧逸恒抬手让季辛迪起身，他没有搭话。他看着面前这位俊朗高大的小将军，既是大昭国的将军，抓奸细应该是天经地义吧。大殿下，马屁股有枚暗器，是受了暗器，受惊乱窜。你
你是景王殿下对不对？你是何人？臣女季心迪，见过景王殿下。家父乃骠骑将军季灵川，我和妹妹途经此地，遭遇贼人伏击，马儿受伤失控，这才冲撞了你。方才之事实属意外，请殿下莫怪。心迪斗胆，恳请殿下帮忙，帮我搭救一下我小妹，可以吗？哼，本王怎么从没有听说过将军府还有这样一位小姐？景王刚回昭京，还不知道季婉堂是个赝品很正常。景王殿下，我没必要和你扯这个谎。我大哥季承霄在来的路上，这个时辰本该到了，但他迟迟未到，怕是路上也遇到了麻烦，所以我才斗胆请您帮忙。我是真的担心我妹妹。随即，萧逸恒让侍从带一小队人马过去探路，他则骑上马缓缓行驶向前去。季心迪跟在一旁，心不在焉地走着。没走一会儿，季心迪看到为首的人是季承霄。大哥！季承霄看到季心迪后，立即勒紧缰绳，翻身下马。心迪，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大哥，我没事，小妹呢？来的路上遇到欢月和瑞王，事出从急，我和瑞王兵分两路，他先去救小妹了。大小姐真的没有受伤吗？奴婢给您看看。月儿，我没事。景王殿下，不必多礼。承霄，这位是你妹妹啊？是我妹妹，殿下。趁现在还有急事，就先不叙旧了。大哥，你赶快过去，伏击我们的人会遇苦，很可能是上次绑架我和小妹的那个男友奸细，我担心小妹他们挺不住。随即便策马往纪灵的方向奔去。难怪他皇叔会来，他不由得看向季心迪，所以他才是将军府的大小姐啊。随即他也率领军队跟在季承霄后面，欢月扶着季心迪上了马，两人也默默跟在队伍后面。而另一边，毒蜂没了笛声的控制，在空中无厘头的乱飞。祝席见状再也按捺不住，他今天必定要手刃这个黄毛小丫头。又见面了，阁下这回似乎准备得很充足，很有把握啊。哼，受死吧！这时，萧敬晨也带人赶来了，看到纪灵和一蒙面人缠斗时，随即握紧佩剑，飞身踏马，一脚踹飞祝席，抓活的。祝席着实没想到纪灵的援军能来这么快，他在手下的掩护下，一边撤离，一边抽出腰间的短笛吹了起来。萧敬晨带来的人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只能先行对付冲上来的毒蜂，数枚暗器朝纪灵射来。萧敬晨见状，一把拉过纪灵，替他挡住，暗箭噗的一声径直插进他肩膀中。霍成傻眼，他家王爷在干什么？那不是能躲吗？为什么不躲？纪灵慌忙把人扶住，方才是在替他挡箭吗？霍成见状，赶忙跑过来把自家主子扶住。你先扶住他，我先把毒蜂给解决了。这时，季承霄和萧逸恒也赶了过来。季承霄听到小七的汇报后，直接带人朝祝席的方向追去。皇叔居然受伤了，萧逸恒带着军医立即过去查看。军医方才说，这等毒性中毒到发作不到半个时辰便会毒发而亡。姬儿小姐，案件有剧毒，你一定有办法救王爷的，对不对？他没多说一句废话，上前便快速把了一脉，赶紧把他衣服脱了。霍成听后飞速解开萧敬晨的腰带，纪灵迅速在胸前、背后和手臂上下了几针后，萧敬晨猛地吐出一口血，脸色也没那么苍白了。水有吗？萧逸恒闻言挥手让手下去取水。这女子何人医术这么厉害？徐医师跟随她这么多年都没办法。萧敬晨意识逐渐清醒，漱漱口，张嘴。萧敬晨乖巧的像个小奶狗。姬儿小姐，这个是解药吗？不是，只能暂缓几个时辰，还得尽快回去医治。霍成听后赶忙把自家主子扶起，谁知萧敬晨冷脸给他一个警告，还不停地暗示他走开。他家王爷又抽的什么筋？皇叔，你怎么样了？无碍。姐姐，你可有受伤？季心迪摇了摇头。小妹，大哥去追奸细了，我们要在这儿等他吗？等一会儿吧，应该跑不掉的。姬儿小姐，王爷的毒我怕其他大夫不会治，我只信得过你，劳烦您帮我把王爷带回去看一看吧，这里就交给我吧。霍成说完，手一松，转身就走了。萧敬晨顺势就往纪灵身上倒去，纪灵和季心迪两人见状赶忙扶住，而萧敬晨倒过去时，他双臂径直抱住纪灵，他愣愣地抱着，松手也不是，抱紧也不是，紧接着他心跳的节奏也跟着加快起来。两人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这么水灵灵的抱着。大皇子不是在这里吗？他不是也要回昭京吗？瑞王的这些举动一看就是故意的，他也太会了吧。
皇叔就一点也不害臊吗？皇叔，我正要回京，还是让我送你回去吧。大殿下别呀！王爷为了能抱一下季姑娘，硬生生用自己的身体当肉盾才换来的。季灵撑着萧敬腾的身子想挪开一点去。灵儿是不愿意送我回去吗？你送我回去好不好？原本要让萧逸恒带回去的话，就这么堵在喉间说不出来。玉白，咱们不顺路就不麻烦你了，灵儿送我回去就行。什么不顺路？想和心爱的人捆在一起就直说。这么多人在这儿，小妹又不傻，瑞王这是想考验小妹心中有没有他吧？这一点小心思呀，哎呀。啊，对，大殿下，皇宫和瑞王府不顺路，不麻烦您了。萧逸恒没眼看，霍成立即去把马匹牵到纪灵和萧敬腾身侧。季姑娘，王爷就麻烦你了。扶着。霍成是想搭手扶人，奈何自家王爷纹丝不动。你先松手。哦。随后纪灵跨步上马。上来。萧敬腾的魂已经兴奋地飞上了天。萧敬腾坐稳后，轻轻揽住纪灵的腰，拿这里。太远了，我没有力气。罢了。纪灵妥协，姐姐，我们先回去，让小七在这等大哥就行。季心迪点点头，随后欢悦去牵了一匹马过来。他扶着季心迪上马后，也跟着上了马，坐在季心迪身后护着。这么说他不会骑马，那方才的情况那么紧急，他不禁佩服季心迪的勇气和臂力。萧逸恒也赶着回去复命。与此同时，祝席被三方人马围剿，双方你来我往，展开强烈厮杀，拼死替他杀出一条生路，但他仍身中几刀，一路把人追到一处断崖。祝席踏马奔到崖边时，便驾着马一同跃下悬崖。去崖底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祝席跳崖后，他死死抓着马儿身上的鬃毛，马儿在下面给他当了肉垫。祝席看了一眼四周环山的路，推算着追兵会从哪里赶过来，不知道跑了多久了。当季承霄赶到崖底时，又让这家伙给跑了。另一边，纪灵带着萧敬腾回到瑞王府，他只想尽快处理好伤口，再写下药方就能走人了。谁知小厮放下药箱和衣袍后便直接出去了。你府里的人就这样的？这不怪他们，平日都是霍成贴身伺候的，我不喜欢和太多人接触，用惯了霍成，他不在都是我自己来。今天这个男人的戏有点多。瑞王这么说，那只能等霍成回来再救你了。我先告辞。我可以自己脱衣服。随后他坐在床上不紧不慢地褪去腰带。我来吧。他上前替萧敬腾脱掉上衣，坐在萧敬腾后面快速清理伤口。等绑完纱布后，萧敬腾缓缓转身握住纪灵的手。萧敬腾，你干嘛？灵儿，我喜欢你，是认真的。他怕纪灵再三思考后的答案就是拒绝他的话。你不必着急给我一个答案，给我一个机会，好吗？若是3个月之内你还是不喜欢我，我绝不缠着你。我考虑考虑。他激动地拉着纪灵的手臂，就想把人抱在怀里。萧敬腾，我说的是考虑，还没答应你。萧敬腾看纪灵脸上躲闪含羞的神情，他很想捉弄一下。你放心，我萧敬腾对天起誓，只会对你一心一意，绝不纳妾。萧敬腾，我还没说要嫁给你呢，你是不是想得有些快了？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也能做到。好了，我知道了。他起身去拿笔写下药方，按方子抓药服用即可，让小厮进来伺候你。时候不早了，我就要回去了。不容萧敬腾作妖，纪灵已经快步朝门外走去了。他坐在床上勾唇笑了笑，灵儿这是害羞了，背也不疼了，人也有力气了。来人，备水。纪灵慌不择路地回到将军府，他脑袋里面乱糟糟的。情欲这东西果然会让人丧失理智。而另一边，霍成回府了，看到萧敬腾正在端碗喝药，他松了一口气。王爷，感觉怎么样？好些了没？去拿一点盐过来。盐？王爷，喝药不用放盐，您是说蜜糖吧？你觉得本王盐和蜜糖都分不清了吗？他家王爷最近脑子里的想法，他是一点都读不懂了。王爷，盐来了。解衣。霍成讷讷地上前给萧敬腾解衣宽带，把纱布解开。霍成震惊，王爷这是想干什么？莫不是想在伤口上撒盐？王爷，你要干嘛？往伤口上撒点盐，快点。闻言，霍成瞳孔震惊，快点。王爷，这好好的干嘛往伤口上撒盐呀？会很疼的，这又不利于伤口愈合，可能还会让伤口溃烂呢。我今天跟他表明心意了，他是会考虑的，证明他心里有我的，所以不能让伤好的那么快，否则
他就不来看我了。所谓趁热打铁，我得好好抓住这次机会，让他认清自己的心，不然我怕他冷静几天后又不同意了。他不禁佩服他家王爷的勇气呀！快点，现在撒上，明日一早便能去将军府把他叫过来了。情爱这种东西着实可怕，别磨叽，快点！王爷，那属下真撒了，您做好准备啊！他两眼一闭，便往萧敬腾后肩上撒去，这刺痛感直接贯穿他整个后背，指尖狠狠扣着桌面。王爷，能不能受住？要不要先清理一下伤口？没事，再忍一忍就好了。萧敬腾硬生生扛了一晚。纪灵一觉醒来后，精气神好多了，直到下人来说大公子回来了，迫不及待地去找季承霄。大哥，人没抓到吗？跳崖了，没找到人。那大哥可有机会看到他的样吗？季承霄摇了摇头。不过昨日有2批人，一批应该是南游的，另一批是死士。可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季承霄摇摇头。这时小厮来报说，瑞王府的人在门口等候，想请纪灵过去给瑞王看病。昨天不是看过了吗？什么病啊？他府中没有大夫吗？昨天情况紧急，瑞王替我打了一箭，箭上有剧毒，我过去看看吧。说完，他径直朝门外走去。主席命大，他吊着一口气回到僻静小院附近，手下看到后立即施救，他活了下来。他硬着头皮走进萧敬腾的寝殿，只见萧敬腾躺在床上，面色有些苍白。季姑娘，您来了，劳烦您看一下王爷。今早发现王爷身子不太对劲儿，赵太医又不在，只能一大早叨扰您过来。他上前给萧敬腾把了一脉。怎么会这样？他昨晚干嘛了？啊，没有啊，我先去打盆水来。霍成蹬腿麻溜地出去了。你昨晚吃什么了？药膳粥，没有吃别的了。起来，我看看你的伤。萧敬腾强撑着身子坐起来。灵儿真的是只把他当病人看，还是他身材不行？是萧敬腾搞的鬼？萧敬腾，你是不是很无聊？如果你不想自己的伤早点好，那你随便做，但我没心思陪你玩这些。说完，他大步离开，用尽最后的力气快步追上。他将纪灵紧紧拥在怀中。不是的，灵儿，你听我解释，我只是想让你能来看看我，你总是躲着我，我只能这样，你才肯过来看我一。我不喜欢你这样。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不会对付你的模样。不喜欢我这样的，是喜欢清源那样的，还是沈毅那样的？纪灵惊愕转过身，他一脸蒙圈。你每天脑子里面就是这么胡思乱想的吗？我说过，只要你说不喜欢我便不会缠着你。是我自作多情了，你走吧。他胸前好闷，好堵，好难过。纪灵不知怎的，看得胸口一阵抽疼。我没有说不喜欢你，我是说不喜欢你这样虐待自己。你是不是烧糊涂了？萧敬腾闻言身子一惊，他径直扑过去，再次把人抱住。所以你也喜欢我，对吗？纪灵被紧紧抱着，心中的情绪跟着对方的心跳一直翻涌着。看到萧敬腾这样，他会难过，这应该是喜欢吧。我当真了，你不能反悔了。好了，先处理好伤口，把衣服穿上。萧敬腾这才松开纪灵，坐回床上去。萧敬腾乖乖坐回床上。不行，他待会儿得让灵儿给一点抚慰心灵的药剂。萧敬腾，你是小孩子吗？怎么还玩这种幼稚的把戏？以后不会了。纪灵上好药后，萧敬腾懒懒散散把衣服套在身上。我刚刚很伤心，很难过。说着，他把纪灵的手放在他胸口处，这里也很痛。好了，不疼了。不够，我的心还痛着。你不安慰安慰我吗？那你要怎样？萧敬腾唇角扬起，他缓缓朝纪灵薄唇靠近去。不许胡来！就一下也不行。纪灵浑身热血翻涌。这里，萧敬腾原本只是想捉弄一下，没想到纪灵这么容易害羞。他缓缓朝那雪白脸颊轻轻点了一下。萧敬腾脑子烧坏了，他怎么脑子也坏了？莫名其妙就让对方亲。灵儿，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提亲？长幼有序，我大哥、二哥、姐姐都还没成亲，还没轮到我呢，不急。看他这可爱的模样，内心无比愉悦。皇叔，你在吗？这兔崽子来的真不是时候，他还想多抱一会儿呢。
也不管萧敬晨有没有应他，径直走了进来。皇叔，有个事，当看到萧敬晨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他脑子嗡的一下，整个人僵在原地。景王殿下，不用跟他客气，日后他还得叫你皇婶呢。萧敬晨，他便起身走到纪灵身旁。这么早把你叫过来，你肚子饿不饿？你陪我一起用早膳，好不好？二位打扰了，你们继续，我先去外面等着。不用，我有事这样回去。景王殿下，你们慢慢聊。走前还不忘踹了萧敬晨一脚。好痛，灵儿，我还受着伤呢。纪灵没搭理，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白了一眼萧一恒，一大早的，你找我有何事？皇叔这般屈尊附就，是不是人家姑娘不愿意嫁给你？你懂什么？有事说事，没事出去。好，被我说中了。皇叔恼羞成怒了，以后来我府中，没我应声以后，不许再闯进来。哦，不用你说，就皇叔这样子，我都没脸看。要我来，我都不来了。说正事。昨日的奸细是不是没抓到？母后说想借此机会办个洗尘宴。皇叔，这事儿你怎么看？可以，正好可以看看太子都拉拢了哪些人。皇叔，洗尘宴会不会意图太过明显了？那就换个名字。萧一恒想了想，那就这几日名义上办个秋日宴，邀请重臣家眷全部都一同过来，如何？对外可以宣称有物色王妃人选的意向，这个借口再合适不过。那就这么定了，我一会儿回去同母后通个口信。萧一恒从瑞王府出来后，最后进了万法园。江源看到人来，终于等来了。天恒见过景王，不必多礼。多年前，国师大人云游前给了他半块玉佩，倘若某一日有人拿着另一半玉佩来寻他，那么此人便是可用之人。你和大国师是什么关系？回景王，清玄子乃家师，师傅观天象有异动，昭今恐有变故，特遣我前来进些绵薄之礼。原来是国师的弟子，国师可安好？有劳景王挂怀，师傅一切都好。国师为何不一同回来？自从师傅他老人家云游四海后，便幽居归隐修行，如今懒得再为俗物动身了。这2日先委屈清公子住这儿，我明日叫人收拾好院子，你再搬进王府。不，殿下不用操劳住宿，我住这儿习惯了，不想换地方了，就这儿挺好的。那就随清公子，有什么需求你尽管开口。一定，天恒先谢过景王殿下。不用客气。你来昭江多久了？可还有其他人知道你的身份？有一小段时日了，在下未曾把身份透露给任何人。清公子对外想如何称呼？我和师傅的关系公布出去，恐对殿下不利，还是保密为好。果然是国师大人的弟子，不拘小节，不为名利。不过我得给你介绍一个人，他得知道你的身份，无论何时本王不在，你都可以找他。是谁？瑞王，我皇叔，他是自己人。原来是瑞王殿下，在下和他打过一次照面。好，为的什么事？这事说来话长了，不过瑞王还不知道我的身份，瑞王应该对我有些误会和偏见。什么误会？本王去说说。也没什么，瑞王大概是把在下当情敌了。你还认识姬二小姐？小丫头找我帮忙办点事，瑞王也在。之前我并未告知这层身份，所以才让瑞王多想了。殿下说的对，确实得告诉瑞王，免得日后生出更多的误会来，不好解释。难道纪灵也是国师的弟子？清公子和姬二小姐很熟，她是你师妹吗？没有很熟，打过几次交道。那改日我约皇叔出来，重新给你们介绍一下。那就有劳景王安排了。很快，秋日宴的帖子便下发到昭京众权贵世家的府中。夫人啊，这2日你要同2个女儿讲讲宫中要注意的事宜。这皇宫可不同其他地方，行事还是低调些为好。夫君其实不用担心的，辛迪和灵儿都是沉稳内敛的孩子，不会特意去出什么风头，更不会故意说些什么话引人注意。丞相府，沈千兰终于等到心心念念的人回来。这一次的宫宴，她一定要好好展现自己。今日秋日宫宴到来，众朝臣夫人小姐们到场后，已自觉坐到该坐的位置上。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众人闻言纷纷行跪拜礼。平身。今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此乃君臣同心，百姓勤勉之故。今日喜宴，诸位尽管开怀畅饮，不必拘于朝堂礼节。话毕，便有歌姬们身着罗裙踏乐而入。纪灵小口吃着桌上的瓜果点心，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高位。可身侧那位年龄稍长、气度雍容的贵妇，莫非是太后？灵儿今日这身打扮也太低调了，
季心迪没有那么多心思，他只淡淡看了一眼众人的表现，便和纪灵小声交流着歌舞表演。今日是萧逸恒第2次见到季心迪，他不禁想起初次见面时的场景，这姐妹俩是真低调，怕被他母后看上吗？继承萧落座后，目光时不时看向上官雪的位置。娘，右边那桌穿鹅黄色衣裙的姑娘是哪家小姐？那是尚书府的夫人和她的千金上官雪。娘，你看大哥。季夫人抬眼看去，自家儿子眉宇间尽是掩不住的春风。只见上官雪也是一股羞涩的模样。改天我让人打听打听尚书府那边的意向，若是两人情投意合，咱们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娘说的没错，我瞧上官小姐人不错，与大哥很般配。真的？你们见过？在中秋那日见过，那日人多百姓挤兑，大哥一直护着上官小姐，两人可登对了。等宫宴结束，明日他就派人过去打探打探。这往年宫宴多是乐师献艺，镇关诸卿家公子千金皆端庄秀雅，想来是各有绝技吧。今日无需拘谨，无论是抚琴歌舞还是吟诗舞剑，皆可尽兴。谁先来让朕开开眼呢？沈千兰自然不会放过第一个上去表现的机会。陛下，臣女沈千兰愿弹琵琶一曲，为宫宴助兴。好，来人备琴。很快，宫女便拿来一把琵琶琴，她眉眼带笑，纤细的手指在琴弦上拨弄，眸光时而看向高位，时而看向地下，她都未曾看到那个心心念念的人看她一眼。沈玉看自家妹妹今日的举动，他深知沈千兰为的景王，但景王在上面只扫过一眼，便再也没看过他。难道景王也看上纪灵了？赏！沈千兰谢恩退下，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目光直直地看着萧逸恒。几轮下来后，听闻前几天大祭司又因这两女子栽了跟头，好在命大没死。李淑妃听后轻蔑地笑了笑，因宫宴缘由，她才得以从冷宫出来。她正找不到理由刁难，太后此举正合她意。季夫人面色稍稍有些难堪，太后是故意来给她女儿挑刺的吗？太后娘娘开了口，臣女自当遵从，只是才艺寻常，还请太后娘娘莫要见笑。说的哪里话？宫宴上众小姐各显才能，无非就是凑个热闹罢了。这里不是选拔赛，你姐妹俩有什么才艺，尽管露出来让大家瞧一瞧，过过眼。他比谁都清楚季心迪在赵家过的什么日子，字都不认识几个，更别说才艺了。那臣女就给大家献上一舞，还请妹妹给我伴奏。纪灵看季心迪很有信心的模样，他点点头，开始吧。纪灵拨弄琴弦，琴声朗朗响起，季心迪也随之翩然起舞。而上面的萧敬腾和萧逸恒莫名的替这姐妹俩紧张起来，他眸光紧紧盯在纪灵身上，心中不免忐忑起来。那两颗眼睛就像不受控制一般，紧紧锁在殿中翩翩起舞的人身上。他才终于看到一个能让自己儿子感兴趣的了。反正终归要成为一家人，那就亲上加亲。只见萧文俊也在打量殿中的两人。纪灵起身走到季心迪身旁，纪灵和季心迪谢恩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叶之年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叶轩，随即上前朝朝景和帝鞠了一礼。陛下，臣今日想借此机会同瑞王讨个当年的允诺，还望陛下和诸位做个见证。是何事啊？国公直说。当年亥水一事，国公替他挡了一箭，他允诺过日后国公有什么需求，他都会答应。国公大人想要本王如何兑现呢？您只说，本王若是能做到的，定在所不辞。今日所求不为别的，就是想让瑞王娶了轩儿，这对于瑞王来说是能做到的事儿吧。话落，萧敬腾面色一僵，纪灵捏紧酒杯，瞳孔微震。国公大人换别的吧，这个恕难从命。为何？这对瑞王来说并不是坏事，反而是件喜事儿。难道瑞王觉得轩儿配不上你吗？众人皆在看戏，明眼人都知道瑞王在看谁。本王心有所属，此生只会娶她一人。她若不嫁，本王就是孤寡一辈子，也不会再娶旁人。
萧敬晨说这话时是一直对着纪灵的方向说，国公大人若是真想给女儿找个好女婿，就应该找个爱护她的，而不是来找本王。本王对她没有半点意思，还请国公大人莫要强求，除了婚事，其他的本王一概可以答应。瑞王当年允诺的时候说什么事都可以办到，如今只不过让你娶一个人，并不是上刀山下火海，我就这么一个要求，瑞王这就办不到了。皇后紧张不已，叶之年平日不是这般不讲道理的人，今日怎能突然逼晨儿娶轩儿那丫头呢？国公大人一定要这么为难本王的话，当年替本王挡的那一剑，今日国公大人就亲自刺回来，您挨哪儿就刺哪儿，不用手软，本王绝对不躲。来人，拿剑来！纪灵闻言呼吸一滞，他隐隐有些担忧地看着萧敬晨。门外的守卫将随身带的上剑呈了上来。国公大人，动手吧。叶轩慌了，他在府中只是求他爹提一下婚事，就是想看萧敬晨在这样的场面下会不会答应。萧文俊等人看得津津有味，都不用他们出手，自己人刺自己人，真有意思。皇后再也坐不住了，叶之年是他哥哥，萧敬晨又是他带大，要朕开口可以，那皇后今晚来不来伺候朕呢？都什么时候了，这个男人居然还有心思想这些。哼，那就随他们去吧，他们自己的恩怨自己了结。我去，臣妾今晚会去伺候陛下的。够了，今日宫宴乃是大好的日子，在大殿上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这点小事还动刀动枪的，今日朕就给你们做主了。瑞王是一诺值千金，那回去之后，瑞王就还给国公1000两黄金，之后此事就此作罢。二位可有异议啊？陛下圣明，臣无异。臣也无异。纪灵也暗自松了一口气。哎呀，今日还有谁要朕替你们做主的？都站出来，朕一一都替你们解决了，免得日后伤了和气。全场无声。那都没有的话，就继续吧。又过了几个环节后，便到了众人走动敬酒的环节。沈千兰终于等到机会来了，她端着酒杯缓缓走到萧逸恒案几前。景王殿下，臣女沈千兰乃当朝丞相沈绍元之嫡女，今日宫宴承蒙陛下恩典，有得殿下在此，臣女无以为敬，谨奉薄酒一盏，祝殿下身体康健，万事顺遂。殿下，臣女先干为敬。随后抬手让工人倒酒，工人他将藏在指甲缝里的噬心毒卵弹到酒杯中，这一幕恰巧被纪灵看到。小妹怎么了？大皇子的酒有问题。季心迪猛心头一跳，他一把拿起自己桌上的酒杯，快步走了上去。景王殿下，抬眸望去，只见季心迪风风火火朝他走来。景王殿下，心迪想感谢景王当日出手相助，心迪先敬您一杯。季心迪说着，手指不停地敲着酒杯。沈千兰愤怒不已：季大小姐，宫宴千杯有序，敬酒也得分个先来后到，你这样很没礼貌。沈小姐实在抱歉，我刚才没注意到你。莫不是他的酒？又抬眸看向季心迪，正要饮下时，别喝！季心迪握着萧逸恒拿着酒杯的手。季大小姐，你这是在做什么？纪灵见状惊诧站起身，纪灵刚走出一步，想要上去解围，他身后的工人一同朝面前的人刺去。那尖锐的匕首深深刺进他的后背，他痛苦地叫了一声，他抬腿出击，工人被纪灵这一脚扫腿撞到后面的桌子上。纪令川和纪承霄几乎是同一时间飞过来把工人拿下，两名工人很快便被萧逸恒和纪令川分别拿下。太子提供虫卵时便提醒他们，若纪灵在，让他们提防着点。纪心迪慌忙上前和纪时宴一同扶着倒地的纪夫人，景和帝立刻宣来太医，把纪夫人扶到本宫那里医治吧。谢皇后娘娘。姐妹两人一同随皇后去了福宁宫。说是谁指使你们的？两个工人皆沉默，因为他们是哑巴。禀告陛下，酒无毒。萧逸恒有些疑惑，一定是季心迪也喜欢景王。沈千兰胸口憋闷不已，
另一边，纪灵和太医一同给纪夫人处理伤口。纪大小姐，方才的事，本宫替恒儿谢谢你。皇后娘娘言重了，是小妹先看到的，当时情况紧急，我并未考虑那么多，若有失礼之处，还望娘娘与殿下莫怪。怎会？本宫与恒儿赶接你们还来不及，往后你姐妹二人若是有空闲了，尽管的来宫里陪本宫说说话，解解闷。娘娘折煞臣女了，幸好殿下无事，感激二字不敢当。娘娘若不嫌臣女姐妹笨拙，往后我和小妹得了空，便进宫来陪您说说话，只求不扰了娘娘的清静才好。福宁宫就本宫一人，清冷得很。你们若是能来添添人气，让这福宁宫鲜活鲜活，本宫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时太医走了出来，见纪灵和婢女在替纪夫人换着衣裳。小妹，娘的伤势如何？还好没伤及心脉，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纪灵和纪心迪谢过皇后后，便打算带着纪夫人先行回府。当纪岭川等人听闻纪夫人没事后，父子三人也松了一口气。去把纪二小姐醒过来。片刻后，纪灵重回到大殿中。灵儿，劳烦你验验酒。只一眼，他便看到虫卵还在。景王殿下，可愿献几滴血？当然可以。他决定还是咬破手指为好。他滴了几滴血进去，不一会儿，可以重新验毒了。萧敬晨在一旁看得很冷静。果然，陛下有剧毒。这么说，皇叔之前中的毒不是太后做的，还是说太后与萧文俊早就暗中勾结？太子果然在今日让他看了一出好戏，真是让他刮目相看。将军府一行人告辞离席，纪岭川心中已默默记下仇恨。萧逸恒被皇后叫到福宁宫。母后，您找我。恒儿，你待会儿备一些礼，亲自去将军府道个谢。纪夫人挨那一道，想必也是将军府两位小姐插手的缘故。但若是没有他们，今日你怕是凶多吉少。母后放心，这些孩儿都懂，一会儿孩儿就去。恒儿，母后从前总对你说要宽以待人，是盼你心存仁善，将来能成大事，做个明君。可是如今你身在储位之争中，这些道理对某些人是万万不能再用了。咱们对那些行事磊落、心怀坦荡的人才能这般的做，对那一些藏奸耍滑、暗箭伤人的小人，咱们的宽容便是给了他们可乘之机，退让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母后，孩儿已经看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再和从前一样让着他的。皇后欣慰的点点头，今日之事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萧逸恒要去将军府的消息很快传进萧敬晨耳中，恒在萧逸恒前往将军府的必经之路上等着。皇叔有事要去将军府啊？礼物给我，我替你去。不，本王得亲自去道谢，不用皇叔代劳。那我陪你一起去。皇叔去将军府做甚？明知故问。宫宴上不是才见过，这才分开多久，皇叔就耐不住了？要你管，本王乐意。两人到达将军府时已是傍晚。纪岭川赶忙从纪夫人的房中出来迎接，萧逸恒直接禀明来意，把两位小姐都叫过来，他要当面致谢。纪灵和纪心迪两人一同赶到。纪大小姐，今日的事谢谢你。景王言重了，是小妹发现的，不是我。但是你上来阻止的，否则本王就喝下了，所以得谢谢你。纪心迪含笑沉默接下这声致谢，也谢过纪二小姐。景王不必客气。灵儿，我有一些事情想问你，可否借一步说话？纪灵狐疑地看着萧敬晨，最后还是带对方来到了一处无人的亭子下。有何事？他两手撑起纪灵的腰侧，把人抱到石桌上坐下。今日我被人逼婚，你为何一句话都不说？我能说什么？你就不怕我被人抢走吗？姻缘这事儿讲究的是缘分，强求不来，能被抢走的就不属于我的。若今日我被逼娶了别人，你是不是也无动于衷？你难道就一点也不在乎吗？还是你根本就不喜欢我？这男人怎么总是一副患得患失的模样？我对感情向来顺其自然。所以哪怕我被人抢走，你也一点不会伤心难过，对吗？我一旦被迫点头，你便会潇洒转身的离开，对吗？我主动来找你，黏着你，你就施舍一点感情出来；我若是不来找你，你就能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丝毫不在乎我，对吗？他想解释不是这样的。纪灵惊诧不已。桥上谁是美阳痿？没良心
不再相配，安陵上青翠。萧敬晨亲了好一会儿才松开嘴。萧敬晨，你不是说顺其自然吗？那日后本王做什么你都该顺其自然的接受，不能拒绝。这几个字是让你这么理解的吗？那我如何理解？本王时至今日细想才想起来，你从未亲口说过你喜欢我，也只在本王向你表明心意时你点头应声，但你却从未回应过我。是不是本王一直在自作多情？还是你觉得玩弄本王的感情很好玩？这男人这么没安全感吗？回答我。不是，我是喜欢你，但我觉得我们还没定亲，有些事我无权过问。我相信你自己能处理好那些事。我不信，除非你亲我。这男人是不是故意这样？我知道了，是我每天都在自作多情。纪灵才上去环着萧敬晨的脖子。喧哗微雨湿了青山，是一半芬芳藏如袖。世界一顿唇齿交缠后，纪灵后知后觉，这个男人是不是一直在演戏？他有种上套了的感觉，推开萧敬晨的肩膀。怎么了？弄疼你了？你是不是故意的？那下次我轻点儿。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只是想要听你亲口说喜欢我，你表现得很不在乎，让我很心慌，也很难过。纪灵听后尴尬不已。萧逸恒在大厅内和纪岭川已经不知道要聊什么了，于是告辞，打算回马车等萧敬晨。季心迪也跟着走出大厅相送一程。两人走过院子，经过长廊，季心迪余光便看到瑞王和自家小妹两人在凉亭下拥抱着。瑞王和小妹也太大胆了。你怎么了？没有。他朝季心迪刚刚看的地方望去，他顿时惊掉下巴，难怪他皇叔争着要来。景王殿下，你不是要走吗？我等皇叔一起回去。萧逸恒厚着脸皮不走，他紧盯着季心迪的脸颊。那景王慢慢看吧，心迪先告退。季大小姐，本王还要等我皇叔一同回去呢。你看他这边还不知道要多久才好，坐下来陪本王聊聊如何？季心迪不知萧逸恒想说什么，但两人还是往前方的廊子走去。纪灵交代好萧敬晨后说：明日我准备好东西，让人给你送去，可有把握？放心，为夫定会办得妥妥当当的。萧敬晨，你别得寸进尺。就让我提前叫一下，行不行？灵儿下手这么重，万一把为夫打残了怎么办？为夫残了，日后还怎么伺候你？滚！那本王明日等你东西，我先回去了。不得不承认，萧敬晨这张嘴怪会撩拨人的。皇叔完事了？季心迪抿唇转过头去。走了。我还以为皇叔不舍得走，要留下来住一宿呢。这兔崽子真的是什么场合什么话都敢说，径直往门外走去。季大小姐，那本王先告辞了。景王慢走。纪灵回到青竹院，思考着明日要准备的东西，等个合适的天气才能成。3日内能成。随后他跳下屋檐，回屋洗漱泡澡。小姐，您嘴唇怎么有些肿啊？是不是晚上的饭菜不合适？嘴唇辣不辣？待会儿奴婢给您拿点药抹上吧。下次不能让萧敬晨这么放肆了。无碍，吃饭不小心咬到的，一会儿就消下去了。翌日下午，萧敬晨收到纪灵送过来的一袋东西，纪灵让他在2日内找准时机把这些东西安插在东宫。第2日，萧敬晨便把纪灵约到醉香楼。灵儿，我都办好了，有没有奖励？呵呵，没有。我想要一些奖励吗？事情还没成，你急什么？那接下来怎么做？走，换个地方办正事了。纪灵和萧敬晨又来到一处阁楼的最高处，肉眼又能看到远处东宫的位置。很快，那块乌黑的云层飘到了东宫的正上方。时机已到，随即他掐诀念咒引雷。霎时，天上乌云传来轰隆隆沉闷又震耳欲聋的雷声，乌云缝隙间还夹着一道道闪电。这雷如果真的能劈中东宫，不用等明天，今日午后他便要让这消息传遍整个昭京城。正在景王府和萧逸恒喝茶聊正事的清源，殿下，我出去看一眼。清公子，看什么？清源走到院中，抬头看向天上那朵闪电打雷的乌云，随后他直接跃上屋顶观看。萧逸恒见清源神神秘秘的，他满脸疑惑地跟上去。清公子，你在看什么？这天不对劲。天不对劲？他没看出什么花样来。哪里不对劲？
殿下，那个地方是皇宫的何处？是东宫。东宫，既是东宫，那就顺承天意，不必理会。清公子可是看出什么端倪，不妨直说。不出意外，这雷待会儿会劈到东宫那个位置。真的？还有这等好事？这简直是老天开眼了！劈吧，赶紧劈！黑云压在皇城之上，下一刻，远处东宫瞬间亮起一道火光，那雷真就这么劈下去了。紧接着，萧逸恒此刻已不足用震惊2字来形容他，莫不是那丫头干的？除了他，也没谁又讨厌太子又有引雷这个本事。下一秒，一道天雷直击而下，紧接着天色也骤然变暗，狂风席卷每个角落，暴雨也随之而来。萧逸恒和清源也回到屋内。清公子对这天象有何看法？殿下不必做什么，此事自有能人任之，利在我方，我们静观其成即可。本王好奇的是，雷为何会劈东宫？可有什么说法？天无正邪之偏，为首一道，若得势之人背道而行，自遭天谴。而东宫那边，萧文俊的脸已经黑成一锅炭，难道天雷是想劈他？殿下别怕，属下会护住您的。殿下，屋顶要塌了，快出去！魏启护着萧文俊从殿内离开，纪灵做完这一切，得意地勾起唇角。一会儿就让人把这事传出去，定会让满京城的人都议论起来。最好能气死他。那奖励呢？没有。萧敬晨握紧纪灵的手，我要奖励，灵儿不给，那我就自己来了。好，给你一个奖励。他摁下萧敬晨的肩膀，坐下。灵儿这是玩什么花样？好了，该回去了。纪灵转身朝门外走去。对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对的关心。明明是不够，再亲一下好不好？你别得寸进尺。萧敬晨亲了一下纪灵的耳尖，他忍不住又在纪灵脖子上吻了一下。够了啊！灵儿，让我亲一次好不好？刚刚太快了不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一次也不行。他揽过纪灵的腰间，狠狠往他胯上一带。纪灵惊愕，什么东西硌到他了？萧敬晨，你流氓啊！灵儿再不让我亲，我就控制不住了，万一憋坏了可咋办？哼，要不要我帮你扎几针，治治你这毛病？好啊，在这里吗？是要我自己脱，还是你帮我脱？他二话不说，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唉，什么时候能娶回去啊？快忍不住了，今晚又得自己解决掉吗？东宫被雷劈这事先是传到景和帝和皇后的耳中，景和帝让人暗中盯好3个儿子的动向。福宁宫，皇后直接拍手叫好。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除掉李淑妃的办法。不过半日，太子寝宫遭雷击3次的事就传遍了整个昭京城。李淑妃尽管被关在冷宫，但仍能听到这些消息。难道就连老天也要偏颇那些人吗？季夫人的伤好了许多，从她睁眼醒来后，便联系人帮忙打听尚书府那边的意向。上官夫人听到阮夫人道明来意时，而婢女把将军府来打听婚事这件事说给上官雪听后，季大公子这是也喜欢他吗？上官雪还在为此事烦忧，连晚饭都没什么胃口。雪儿，饭菜不合胃口吗？不是。有心事？雪儿，上次去参加将军府的宴会，你觉得季大公子这人如何？挺好的。你若是也有此意向，爹自然也同意；若是没这个意思，爹就替你回绝了。女儿愿意。真的看上了？一旦答应，可就不好反悔了。我想好了，我愿意。行，那明日娘让人过去回个话。翌日，这消息传到季承霄耳中，他娘怎么突然要帮他说媒？娘，我听说你要找人替我说媒，谁家姑娘啊？是尚书府的小姐上官雪。娘那日在宫宴上看你一直盯着人家瞧，灵儿他们说你跟上官小姐情投意合，娘这才替你做了主。是我们误会你了吗？是他啊！哎呀，昨日我只是让人去探探口风，还没派人正式说媒呢。若真是误会了，我就没误会。他巴不得把人家娶回家呢。那边是怎么答复的？就在刚刚，尚书府那边来话，这桩婚事啊，他们也愿意，娘这才要找人去说媒呢。那就有劳娘安排了。娘，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开心的都忍不住想要蹦几下，得先去挑件礼物。要送什么呢？什么东西能讨女孩子欢心啊？要不把两个妹妹叫上给点意见。季灵和季心迪两人在院中写字画。大哥，何事这么开心？你们俩别明知故问了。不过大哥还是要谢谢你们的，什么都逃不过你俩的法眼。大哥过来，应当不是只是为了说句谢谢吧？那个，你们有没有空陪我出去挑件礼物？大哥要给未来的嫂嫂挑礼物。我不知道送什么，怕选的不好，怕她不喜欢。难得大哥有求，咱们必须得有空。走，马上去。大哥，走吧。兄妹三人来到城中一家最奢华的饰品铺，选一块上等的羊脂白玉璧，寓意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或者是金钗一只。所谓赠而金簪，许尔同心。大哥觉得如何？不能两样都送吗？若是没确定婚事啊，头一回见面送两样定情之物，是略显心急了些。不过娘都派人过去说媒了，也算敲定了婚事。大哥想表明自己的真心，是可以送的。这些啊，全凭大哥做主。他心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东西。大哥在想什么？这两个不满意？不是，我感觉少了些什么。你们帮我想想，是不是还少了什么？少了你和上官小姐的名字。哦，对，我就说上面还少了什么东西。那大哥要自己刻，还是拿去给工匠刻？我自己刻，这样显得有诚意些。大哥就不怕你自己刻的歪七扭八的？没关系，我先在木棍上练2天，等练好了再刻。季承霄关上锦盒，大摇大摆地走出铺子。我家大哥也太纯情了，这模样实在少见。这一日，季承霄一封书信邀约上官雪到秋风茶楼一聚。上官雪收到信时又惊又喜。上官雪如期来到。雪儿，你来了。上官雪微微点头。季大公子，你找我有事啊？坐。雪儿，你我的婚事，我不为别的，仅仅是因为喜欢你，你肯点头答应，我很高兴。能嫁得意中人，雪儿此生何其有幸。他小心翼翼去牵上官雪的手。秋风正卷着赤红枫叶漫天飞舞，有的落在窗台，有的坠入对面的阁楼上，最适合有情人执手共赏。殊不知季灵出这主意时，便叫阿燕和欢月提前来捡一些掉落的枫叶收集起来。而对面的阁楼处正在喝茶议事的萧敬全三人，那不是他的灵儿吗？随后他目光往下看了一层，季承霄和上官雪在下面相会。萧一恒看得目瞪口呆，这两小姐也太没架子了吧，这不得等两位殿下戏份看完才能继续谈正事。季灵匍匐到屋檐边，季承霄瞬间傻眼，被发现了。大哥是什么反应啊？当然是吃惊了。将军府的人都有趣得很，她嫁过去应该不会太无聊。雪儿，这个送你。谢谢。你回去再看好不好？好。上官雪回府时打开一看，她不禁甜甜地扬起嘴角。傍晚，季灵听到婢女来传话，说是瑞王找她有急事，都快戌时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带她到瑞王府时，季姑娘来了，快里面请，王爷在等你呢。什么事儿这么急着找我？那个王爷在等您呢，您去了就知道了。季灵随着霍城绕过几条路，来到一处庭院。找我有何事？没什么大事，只是不想要错过今日，便把你叫了过来。不想错过今日？今日初5，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日就是初5，就是我们相识的第5个月。我想要纪念一下，和你一起过。就这？对啊，难道我们的事不算大事吗？算。喝点酒怎么样？什么酒？流霞酒，喝过吗？季灵摇摇头。那要不要试试？这是皇宫的御用酒，来尝尝看。季灵端起酒杯，小口酌了一下，确实是好酒。灵儿，我们认识这么久以来，你好像还从未与我谈过什么心事。你是对我的过往感兴趣吗？我的过去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没关系，慢慢说，你想要说哪些我就听哪些。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因为我想要多了解你，关于你的一切我都想要知道。但如果你不愿意说的话也没关系，总之往后的日子都会有我。我的过往，活过，死过，最后一次活过来是在丰幽城的乱葬岗。算上其他维度的时间，我年纪要比你大很多。叫声姐姐来听听。灵儿，你醉了吗？我没醉啊，区区2杯酒，还不至于把自己灌醉。我就知道这种事儿不会有人信，所以并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相信你。那你能告诉我你多大了吗？你猜猜看。萧敬晨想到国师大人有不老之神的称号，难道灵儿也不会老？灵儿，你是不是容颜
年不会老，那你到时候会不会嫌弃我？瞎想什么？我也会长大，也会老的。那我要你保证，你不能抛弃我。你就不怕我其实已经人老珠黄，只是披着一张好看的皮囊？是吗？如果有这种好事的话，那等我年过半百，你也帮我披上年轻的皮囊，我们一起做一个不老的神仙眷侣。你还怪会想的。我是想问你，你不嫌我老吗？不嫌弃。你都不知道我多少岁，哪怕1000岁我也喜欢。你当我老妖怪了是不是？即便是老妖怪，我也喜欢。不怕我吃了你？吃了我，求之不得。将军府醒来，他不知道他如何回来的。冷宫，李淑妃已经几夜睡不着觉，忽然一团迷烟吹进屋内，李淑妃在床上昏了过去，贴身宫女也跟着晕了过去。黑衣人轻轻推开门，蹑脚走了进去，随后拉起被褥盖过李淑妃的头，死死摁着。由于身体本能的窒息感，挣扎了几下，便窒息而亡。陛下，李淑妃薨逝了。他动手了？是的。第二日，冷宫昏迷的宫女醒过来，她掀开被子一看，人已僵硬。娘娘薨了，快去禀告陛下，娘娘薨了，娘娘薨了。萧文俊闻言后悲痛欲绝，皇后干掉陷害自己的对手，暗爽万分。几日后，偏僻小院，太子殿下前来，有何贵干？大祭司的伤好了，托殿下的福，好的差不多了。我需要你帮忙，届时你和同卫起一样，站在姑身后，做姑的贴身护卫入场即可。殿下不怕我被认出来吗？他们见过你的真容？这倒没有，但我不敢保证他们发现不了。这你不用担心，萧以恒和萧景晨都没见过你，只有将军府的2个人和你打过1次照面，又戴着面具，到时候少说话，他们认不出来的。既然这样，那就按殿下的计划进行。记住，我要的是万无一失。这一次时间充足，足够提前部署了，殿下可以放心。到时候我会想办法引开将军府的人，你最好别让我失望。在下一定竭尽全力。1年1度皇家秋猎已开幕，整个皇宫的嫔妃以及昭京各个世家权贵纷纷一前一后的到场，兄妹4人一同达到猎场入口。灵儿，你来了。他和王爷早来这里，没成想是来这里等季姑娘。瑞文殿下，你是在等我吗？走，我带你进去。哎，小妹，等等我。季时宴则不紧不慢，温文儒雅的慢慢走来。瑞王，可还记得那日在我府中说过的猎兽比试？记得。既然记得，今日要不要比一场？好，既然是比试，总得有点赌注。季大公子，你说是不是？瑞王想赌什么？灵儿，你觉得赌点什么好呢？你们自个儿商量，我看戏。小妹，这是中立态度啊。不如这样好了，谁要是输了，谁就给对方1000两，如何？没问题。那走吧。灵儿，你觉得谁会赢？希不希望我赢？哎，瑞王，您这说的什么话？我需要你让我吗？比试就得尽全力去比，放水就没意思了。比赛就是要各凭本事，打假赛没意思。好，那听你的，本王不会输的。切，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灵儿，你赌谁会赢？小妹，肯定是赌你大哥啊！你大哥不会输的，你要相信大哥。灵儿不赌我吗？是不相信我的实力，还是你不相信自己的眼光？我可是让你看上的男人，你不看好自己男人吗？瑞王，你过火了。什么叫你是他的男人？你俩八字还没一撇呢。季心迪忍不住了，他拿着帕子掩嘴笑了起来。灵儿，你说我是不是你男人？是。
小妹，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你俩都还没成亲呢，就说出这种话来。季大公子，我告诉你，要不是灵儿说他上头还有大哥未成家，又好事将近，本王早就娶她进门了。本王让你的，懂吗？你别不知好歹，赶紧娶你的上官小姐回去，我好娶我的灵儿。本王多等一刻都不想等，再磨磨唧唧耽误本王时间，本王可不再让你。萧敬晨，他之前那样说只是搪塞萧敬晨的借口而已。本王说错了吗？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吗？你又骗我是不是？纪灵一拳要捶在萧敬晨肚子上，萧敬晨双手接拳。你别跟我装啊，这里这么多人，你堂堂瑞王不想要脸了是不是？脸，本王为了你可以什么都不要，脸面算什么？而你却骗了我，就知道你说那些是不想要嫁给我胡乱找的借口。萧敬晨满脸受伤，负气离去。季承霄整个人僵住，小妹跟瑞王真走到那第一步了。萧敬晨再不追来，他可要真闹脾气了。瑞王是不是生气了？这男人脾气怎么比女人还小气？萧敬晨，说吧，又想要怎么骗我？猎场人多，全是眼睛，别装了，正经点。你求我？我求你。那你赌谁呀？赌你，赌你。既然灵儿赌了本王，本王绝不会让你失望。这瑞王还真让小妹给看上了。皇叔，他急急忙忙朝萧敬晨走来。皇叔，好巧，走吧，咱们一起进去。青公子也来了。承蒙景王台准许在下一同进来观赏观赏。他没想到清源居然和萧逸恒认识，一行人结伴走进猎场。祭祀仪式后，景和帝讲了一些致辞。纪灵和季辛迪在女眷这边游玩，萧逸恒、萧敬晨和季承霄整装好，准备要出发。皇兄，今日要不要比试一场？好啊，皇帝，今年可不会再让着你了。姑从来就不需要皇兄让着。四人整装好后，一同离开摄谱库。纪灵和季辛迪在女眷区这边悠闲地吃着瓜果。沈小姐，季大小姐，光坐着吃也是无趣，不如咱们去那边比比投壶怎么样？沈小姐想怎么比？以咱们头上的金钗作为头筹，谁输了谁当众拔下头簪送给对方，还要当众大声说一句自己不如对方，敢不敢比？沈小姐这般说，可介意我也参与？不行，谁不知道你会武功？这些对你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你要是参与，胜了也是胜之不武。本小姐和季大小姐都不会武功，我们俩比试才显公平，所以你不能参加。那就玩一玩吧，我也没玩过，还望沈小姐多多谦让。季大小姐放宽心，不过是场投壶游戏罢了，又不是要割块肉，难不成还舍不得你头上这根宝贝簪子？自然不是。三人来到一处空地，季辛迪和沈千兰两人各拿6支箭，上官雪也围了过来。二姑娘，上官姐姐，是大姑娘在比试。我先来。沈千兰一箭投过去，箭矢落入湖中，紧接着又投一箭，掉在了外面。纪灵见状，就这点技术，他还以为沈千兰有多厉害。沈千兰6箭投完，中了4箭，轮到季辛迪了，6箭下来进了5箭，有1箭是他故意放水的。3局定胜负，还有2局。这回倒是幸运，6支全进去了。季大小姐，该你了。季辛迪面色平静，轻轻松松就全部投进去了。最后一局，沈千兰内心隐隐有些紧张，只中了5支，季辛迪依旧轻松全部投中。沈小姐承让了。沈千兰满脸不愿地拔下头上的簪子丢给季辛迪。等等，沈小姐，规矩是你自己定的，你是不是还忘了说什么？沈千兰死死咬唇。季大小姐，我不如你，行了吧？说完，沈千兰甩袖愤然离去。与此同时，萧逸恒和清源正在林中捕猎。萧逸恒和清源转过头，2只体格肥膘的老虎朝他们扑来。猎场怎会有猛兽？2只猛虎显然对这几匹马丝毫不感兴趣，四周的飞禽走兽全逃离此地。纪灵不禁想到今日萧逸恒身后跟着的清源，他不禁担忧起2人。2位姐姐，你们在这玩，我去林中看看。小妹，你也要去猎兽吗？他们可能出事了，我去看看。你们在这儿注意安全。谁出事了？不确定，方才看到远处的鸟兽四处逃窜，林子里面可能发生一些事，我去看看。那你小心些，欢月，你也同小妹一起去吧。不用，有阿燕陪着我就好，或许也没什么事儿，我只是去看一眼，别担心。2人才驶入林子，便看到萧文俊等人横在路中。掉头！萧文俊带人立刻围了上来。季二小姐要去哪儿？萧文俊，你到底想干嘛？当然是想留住季二小姐。季二小姐才刚来，一只猎物都没打到，要空手而归吗？姑陪你狩猎如何？你以为拖住我就能胜券在握吗？季二小姐这么聪明，不妨猜一猜姑接下来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都无妨，本姑娘就陪你在这耗着。而另一边的萧逸恒，老虎一跃
地朝他冲去。萧逸恒拉紧弓箭，3支箭从弓上飞出，清源竟跟悬针飞进了老虎骨缝里，老虎瞬间失去力气。驻席带着数十名黑衣人便亮起刀剑冲了上来。萧敬腾立刻带人往东边赶去。当他赶到时，萧逸恒和清源两人正在和几名黑衣人搏斗，同时赶来的还有季承霄。驻席看到来了人便想逃，他方才亲眼见到萧逸恒被蛇咬了，但萧敬腾岂会放过哪个黑衣人？驻席一身轻功在树梢上飞跃着，萧敬腾立即追上去，但一直在担忧纪灵等人的季心迪却看见了。月儿，我还是不放心，你快过去看看。是，小姐。欢月立即起身前去，应该没事的，可能只是皇子或者公子间的比赛斗争，每年皇家狩猎都是如此，妹妹不用太过担心。季心迪点点头。萧敬腾几乎是刀刀要命，驻席很快落入下风。住手！我是太子的人，只要你们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全盘托出。来人，绑了！霍成立刻跑过来，把驻席五花大绑起来。萧逸恒整个身子顿感乏力，整个人径直的栽倒下去。景王殿下，清源赶忙上去把脉，殿下中毒了，是蛇毒。萧敬腾二话不说上前就要把萧逸恒扛走。毒素已经开始扩散，现在必须控制，等回到帐营中再施就已经来不及了。你会治？在下现在只能先控制住毒素，不让其进入五脏六腑。要治还得找解蛇毒的草药。清源为其施针驱散一些毒素，不是拖住纪灵就行吗？怎么还有一个会解毒的？欢月策马奔得很快，他才刚驶入林子不久，便看到远处拔刀围着几个人，带头的还是太子，他得回去禀告大小姐。欢月远远的又掉头回去找季心迪。出事了，何事？太子带人拔剑围攻二小姐，但还没动手，双方还在僵持着。他脑子飞速运转，得去找人去帮帮他们。上官雪闻言也担忧了起来，咱们去找皇后娘娘。三人急急忙忙跑过去找皇后。季心迪让侍女进去通传后，看到皇后缓缓走了出来。雪儿见过皇后娘娘。免礼了，找本宫有何事？娘娘，臣女有要事要禀告，可否借一步说话？能求到他这里来，想必事情不小。季心迪这才赶忙把自己看到的，还有欢月去探查到的，都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太子此举一定是在针对他的恒儿，是在林子入口不远处看到的太子。回娘娘，是在入口周围看到的。走，随本宫瞧瞧去。皇后带着头往东面的一处观景台走去。皇后等人来到观景台。皇后娘娘，奴婢方才去前面探路，那边能瞧见太子和二小姐。去把所有的夫人小姐都给本宫叫过来，一起观看。侍女奉命立即去喊人，光她看还不够，所有夫人小姐都看。皇后发话后，那些小姐直接跟在后头一同走来，全都给本宫睁大了眼睛仔细看了。时间1分1秒过去，萧文俊知道他等不到了。季儿小姐，听说你武功不错，姑同你讨教一下。萧文俊不给纪灵任何反驳的机会，率先出击。不用过来，别伤了太子的人。季儿小姐似乎猜到姑想做什么呀？你好像很能猜呀。你的计谋不过如此。萧文俊再次出狠招逼向纪灵，奈何纪灵就是只守不攻。季儿小姐这般才智，应该与姑一同联手赢得这天下。我做皇帝，你做皇后，不好吗？为何非要与姑作对？因为咱们无缘，谁让上天让我先认识了萧敬腾？他咬咬牙，径直朝纪灵砍去。就在纪灵抬手侧挡时，萧文俊手腕一扣，剑尖笔直插进他自己的胸口。大胆，竟敢刺杀太子殿下，速速拿下！都看了没？太子是怎么伤到的？众人垂头不敢说话。怎么都没有长眼睛是不是？都给本宫听着，今日眼前这一切，你们看到什么就如实记什么，谁敢乱歪曲一个字，本宫定不轻饶。是皇后娘娘。纪灵着实没想到萧文俊还能对自己下手。这时萧敬腾一行人踏马飞奔而来，当看到纪灵被萧文俊的人围攻时，挥剑如风，毫不迟疑地把萧文俊的护卫们全杀了。别中计！萧文俊就是想让他们动手，好坐实罪名。西边忽然窜出来几个人。太子殿下，您怎么受伤了？水王这是做什么？想谋杀太子殿下吗？你胡说，明明是你们先拔刀伤人。你莫要颠倒黑白，明明是你们先出手的，地上死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哪里伤了你们？你方才说什么？再说一遍。皇叔莫不是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了姑？众所周知，皇叔深得父王宠爱，但您也不必这么着急上位，父皇身体还健康着呢，你就不怕世人诟病？是这王，即便陛下再疼你，你也不能倚仗陛下的疼爱，在这种日子肆意妄为吧？太子殿下，您不必担忧，臣稍后面圣
定会把这里的情况如实禀报，断不会让您白受这份委屈。好一个倒反天罡！赶紧去完了，一会儿血流干了就没命说了。瑞王，咱们现在救景王要紧，而不是在这逞口舌之快。景王殿下怎么了？被毒蛇咬了。怎么不早点说？这个耽误了会死人的，还不快走！萧敬晨也翻身上了马。还是太心急了，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都不明白，还想要做皇帝。哼！皇后看到林子远处的人散了，这才让众人离开。纪灵几人来到萧逸恒卧帐中，人怎么样了？毒是控制了，只是我身上没带毒蛇的药。瑞王，皇家秋猎应该备有解蛇毒的药吧？本王已经让霍成去请随行的御医过来了。听侍女传来萧逸恒中毒的消息，快步朝萧逸恒的卧帐赶去。恒儿，小妹，景王如何了？已经无碍了。娘娘放心，景王已无大碍，待会儿便会醒过来。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是出事了，他要怎么活下去？晨儿，林中发生了何事？瑞王殿下，陛下召您即刻前往御卧。萧敬晨沉着脸走了出去。皇后娘娘，在下和景王在林中招人暗算，是瑞王赶来救了我们。陛下应当是要瑞王过去问话，在下同他一起过去。纪灵扶了一礼，也跟着出去了。纪心迪也慌忙跟上。纪承霄看了一眼上官雪，两人一同走出卧帐。萧文俊已经换了一身衣裳，不知陛下召臣过来有何吩咐？有人向朕禀报，说你勾结将军府势力，在皇家猎场伤及太子与景王，疑心可诛，意在谋反呢。朕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可有什么话要辩？御卧帐门是开着的，他们先听着。草民清衡叩见陛下，陛下圣安。草民有话要禀报。纪灵一行人也纷纷行了礼。都免了，有何事要报啊？回陛下，草民与景王有些交情，今天景王特邀而来。方才草民在林中与景王突遭人袭击，对方甚至放出2只老虎来针对我们，幸得瑞王起事相救，这才保下性命。皇家猎场怎会有猛兽出现？定是有人刻意安排针对，草民恳请陛下彻查。方才你说你叫什么？草民清源。瑞王，你的辩解呢？为何杀了太子的护卫，又伤了太子？纪灵一听，白了萧文俊一眼。护卫的确是我杀的，至于太子的伤是怎么来的，我怎知？这得问太子。回陛下，儿臣的伤的确不是瑞王伤的。儿臣在林中猎兽，突然遇到了将军府的纪小姐。纪小姐二话不说，就带着身边的婢女朝儿臣动起手来。接着瑞王也来了，幸得李公子等人及时出现，儿臣身边的护卫拼死相护，才只挨了一剑。你胡说！陛下，臣女亲眼所见，是太子带着众多护卫围攻我妹妹，小妹从未出手，太子却提剑屡屡相逼，请陛下明察。纪大小姐为了保护自己妹妹，不惜赌上自己的脑袋也要做伪证。你们都是一家子，自然袒护自家人，空口作证谁不会？太子这么说的话，那我问你，刚刚在林中，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你，为什么刚刚不杀，还留你恶人先告状？我们若是想下手，为何毒了景王又救他？这些说得过去吗？按照你的意思，我们将军府今日和瑞王勾结，本该除掉你俩，为何留你的命，又留景王的命？合着闹这一些，是我们脑子有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说得通吗？景王情况如何，孤的确不知。孤和景王是同胞，又一同受伤，方才只是猜测。但你和瑞王拔刀伤了孤的人是事实，孤怎知是不是你二人密谋已久，想在今日除掉孤和景王，你们将军府好扶持瑞王。孤有这样的猜测很合理，你们会这么做，无非就是见事情败露，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下手，这才改变主意。禀陛下，方才瑞王踢剑指着太子殿下的脖子，我们是亲眼所见。若臣等几人不在，太子殿下极有可能遭遇不测。臣可以替太子殿下作证，太子殿下说的句句属实，请陛下明察。清源，你方才说有刺客刺杀你们，是瑞王前来相救的，那刺客呢？已将主谋拿下，臣立刻叫人押上来。闻言，萧文俊脸上僵了一瞬，柱席被押了上来。纪灵看后却觉得此人的身影有些熟悉。禀陛下，此人是太子的贴身侍卫，还擅长运用毒物。景王殿下被毒蛇咬伤，便是此人驱使的，并且我们抓获时，此人也亲口承认了，他是太子的人。上次绑架我和姐姐的那个蒙面人，就是你，对不对？纪承霄一听，这么一看，应该就是这个人。太子，你可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陛下明鉴，此人是儿臣今日带在身边的没错，但他是儿臣前几日才从禁军里挑选出来的护卫，儿臣怀疑有人故意安插此人在东宫，意欲何为，不言而喻。好一张巧舌如簧的贱嘴。说，
你是谁的人？祝席故作担惊受怕，偷偷看了一眼萧敬晨。小的是太子的护卫，到底是谁指使你来陷害我的？既然萧逸恒没死，让他们互相斗，自相残杀。既是太子的人，又是奸细，恳请陛下就地处决。其次，太子通敌，论罪应先废除太子之位。好一个通敌的罪名！萧敬晨，你是多想置孤于死地？暂且不说此人的身份有待查验，你随便安个奸细的名头上去，就给孤论上了通敌的罪名，其心可诛。太子这时在给自己护卫辩解吗？他死不死与我何干？但休想把通敌的罪名扣在我头上。禀陛下，臣的2个妹妹曾被一个蒙面人绑架，那人自称是南幽的人，说是要灭我将军府，后来又在怀州路上设计伏击我2个妹妹。当时臣与他交过手，他背后被我砍了一刀，其被砍之处背后还有一个诡异的图腾。此人是不是绑架我妹妹的南幽奸细？扒开衣服一看便知。话落，祝席身子猛然僵硬。验。萧文俊手臂都在微微颤抖，季承霄和一旁侍卫直接上前去扒掉祝席的衣服。祝席背后露出一个神秘又诡异的图腾时，陛下，此人就是南幽奸细，这图案是南幽人专属的特殊图腾，他绝非我朝之人。家父当年随您征战四方，与南幽的人交战数次，您定还记得这纹样。此人还扬言要杀光我将军府的人，替他同族报仇。我将军府与此人不共戴天，还请陛下彻查此事。大哥的思维这么细，还这么能说。祝席他二话不说，捏紧双拳，运起内力催动体内毒素，紧接着他吐了一口血。殿下，别忘了你答应的。纪灵和清源第一时间过去查看。死了。纪灵轻轻吐了一口气，难道就这么便宜他了？陛下，此人举止怪异，分明就是在陷害儿臣，求您彻查，还儿臣一个公道。什么公道？皇后与萧逸恒走了进来。太子自导自演这一出，演得很精彩啊。皇后娘娘，孤知道您爱子心切，但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进来就往孤的头上扣下如此大的一顶帽子。萧逸恒把自己在林中遇到的一切都重新讲了一遍。林中的事，朕已经命人去查了，具体谁才是主谋，等到消息落实之后，朕自会定夺的。陛下，臣妾有目击证人，证明此事与太子脱不了干系。萧文俊心头一颤。选。卧帐内乌泱泱一片人。你们这么多人都看到什么了？禀陛下，我们在观景台看到太子殿下不知为何一直拦着季家二小姐，似乎不想让季二小姐进入猎场。他们僵持了许久后，太子便带着护卫围攻季二小姐，季二小姐一直躲闪，太子忽然就捅了自己一刀。不久后，瑞王便赶来了。太子这莫名其妙的做法，不知是想干嘛？方才太子说要讨公道，本宫问你，你要讨什么公道？想为你的伤讨要公道？你的伤如何来的？你不是最清楚吗？本宫若是猜的没错，你勾结外敌，今日想杀了我儿。当时此刻正在行动，所以你拦着季家二小姐，不让她去坏你好事，对吗？你今日就是想要利用外敌除掉他们，他们今日若是死了，你顺手还能把他们的死推卸到蝶国身上。本宫说的没错吧？但天不顺你意，你失败了，你便开始演戏，让自己也成受害人。只是你千算万算，算不到你做的这一切全让大家给看见了。不可能，景观台根本不可能看到那个位置。你居然知道看不到？你不是心中有鬼是什么？萧文俊低下头，手指捏得咯吱响。观景台的确看不到，不过翻越围栏，往右边的杂草走一段距离，便能看得一清二楚。你以为本宫与你一样谎话信口拈来吗？纪灵不可思议地看了一眼季心迪，一定是姐姐的功劳吧。这时侍卫统领走了进来，侍卫在景和地耳边低声汇报查到的结果。混账东西！萧文俊脸色骤变，正要跪下。皇帝息怒。太后在婢女的搀扶下缓缓迈步走进营帐。皇帝仅凭这些言辞证明不了什么，只能说明太子和季小姐过不去罢了，又何必因这点小事动怒？太子和将军府本就有些纠葛，二人闹点小矛盾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太子此事言行着实过激了，这伤敌800，自损1000的做法，实在有失储君的沉稳与格局，确实该罚。太后娘娘说的没错，纪灵曾对姑出言不逊，姑心中耿耿于怀。今日碰上，只不过是想给她一点颜色瞧瞧罢了。儿臣今日行事不妥，求陛下责罚。太后，您不是在寺中清修礼佛的吗？怎么突然移驾至此啊？是啊，皇太后怎的突然亲临猎场？您不是向来不过问这些杂事，一心远离杀生向佛吗？秋猎见舍无眼，杀生不断，遍地都是血腥晦气，与您亲近修佛的心有一些背道而驰啊！众人心中明镜，帝后都在暗指太后越界干涉朝中的事。皇帝皇后，这都哪里话？哀家今日在寺中礼佛祈福，怎料佛像前的琉璃灯竟坠于哀家身上。寺中大师观后直言，此乃妖物作祟之兆，恐会暗中扰乱朝堂纲纪，幸得佛祖垂怜，念及天下百姓安危，特托大师示警，令哀家拿此物前来此地查清祸端。萧敬晨瞧着太后脸上那几两肉，胃里就一阵恶心。太后娘娘何意？您该不会是想说今日这一切都是有妖物在作祟？正是，大师特意嘱托了，让哀家今日务必揪出这个妖物，为我大招清除祸害。有些人在作妖却不自知，此妖极有可能附在人的身体上。大师说了，今日一定要揪出这个祸害，错过今日便再难寻到，绝不能任之为非作歹下去。敢问太后娘娘，妖在何处？他早看透这个老妖婆了。纪灵紧紧盯着太后手中的圆盘，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个圆盘有一股力量，并非邪力。纪灵向清源投去疑问目光，清源冲他轻轻摇了摇头。皇太后，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在这里大放厥词，说有妖物作祟，若是今日您不能让他现出原形，可就是成了妖言惑众的人，到时候可别怪朕没提醒你。朕劝您现在收手的话还来得及。皇帝，这话可不是哀家说的，哀家只是传递云州大师的话，绝非有一丝一毫曲解。云州大师的话有多少分量，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若是有谁不信，也可以自行去找云州大师求证。哀家无端来此，全是因为在佛前无故被琉璃灯打着，又得大师提点，更是不忍看到妖怪横行霸道，扰乱我朝国政，这才委身前来。说了这么多，到底在哪儿呢？云州大师莫不是被太后绑架了？诸位看好，这是云州大师的随身法盘。大师说这法盘可以揪出妖物，想必有些大人或者夫人小姐得到云之大师照拂过的，应当见过此物。此物哀家就不过多解释。云州大师是谁？是静安寺的一位高僧。静安寺推行苦修，说什么一切随天地法源，所以这求财求官的都不去那里，只有遇到难以解决的事才会有人去，香火自然就没有天悲寺旺盛，但口碑却一直很好。纪灵点头，内心赞叹。最后他随着金色圆盘的指引，一步一步走到纪灵面前。原来竟是纪二小姐，看来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众人皆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既然传闻不是空穴来风，那纪婉堂的话就是真的了。纪二小姐当真美得不像一个人。季承霄拳头捏得咯吱响，季承霄想上前辩解，萧敬晨却先他一步把纪灵拉身后。少在这妖言惑众，您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太后，就能倚仗这层身份为所欲为？把大招的律法放在哪儿了？
仅凭一个破盘子就断定别人是妖物，先不说有没有依据，你有这个职权来管这个事儿吗？唯一说得通的就是太后和萧文俊是一伙人。皇帝，哀家虽年事稍长，却还没到脑子糊涂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哀家说了是受托而来，这事我不想再重复诉说，想要证明他是不是妖物也很简单。太后向一旁的婢女伸手，婢女从袖里掏瓶放到太后手中。这是云州大师给的神水，大师说此水可以让一切妖魔现身，一切全凭皇帝做决策，哀家只是受托带个话，自然做不了主。太后这是想借刀杀人。太后此举既能解救太子，又能把将军府推到浪尖上，这丫头什么来头？还能被云州针对？哎呀，之前就听说啊，纪婉堂她是妖精变的，不然天底下哪有长得那么漂亮的人呐？那瑞王孤身20年，偏偏对她动了心，谁知道是不是使了什么狐媚妖术，蛊惑人心？小声嘀咕说这话的女子突然被一枚玉佩重重打在嘴边。想被砍脑袋就大点声说。瑞王何必恼羞成怒？云州大师的法器一直指着纪二小姐，这金盘到现在都不曾偏移过，大家有这样的揣测也正常。瑞王若是不信，何不验一验呢？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喜欢的人到底是人还是妖？他伸手去握住纪灵的手，握得很紧。无论他是什么，本王都喜欢，更不会改变心意。纪灵他轻轻弯唇笑了笑。太后自个在这里妖言惑众，没点自知之明吗？是不是日子过得太舒坦，全忘了这些都是谁给的？竟然还有闲情来这里说三道四，如此闲着没事做，活着也是空熬，不如早日并天，到地下陪陪父皇。想必父皇见你去了，心里也会格外高兴。放肆！你竟敢咒哀家去死！瑞王可真敢说啊！从前敬你不过是看在父皇的面子上，你还真拿自己当回事儿啊！若是没胆自裁，本王好心可以送你一程，定会让你走得体体面面，断不会缺胳膊少腿的下去伺候父皇。众人再次唏嘘。皇帝，你不该管管你这个纨绔弟弟。他的嘴又没长在朕身上，朕怎么管啊？您既知道他是纨绔，作为长辈就多担待着点儿，别和他一番见识。皇后轻笑，说得很好，还得是他皇叔，不争储的人就是可以肆意妄为。先帝在世时待哀家素来宽厚，如今哀家不过说句公道话，倒成了碍眼的。你们这是连先帝的颜面也想一并踩在脚下吗？先帝呀，您睁开眼睛看看吧，如今妖祟乱政，扰乱江山，您在天之灵快显显圣，救救这岌岌可危的江山，救救命苦的臣妾呀！太后此言是在说朕正被妖人所迷惑。皇帝，你知道哀家并非这个意思，只是云州大师的法盘只在这儿，不是哀家空口捏造。这事若是随意掀过去，日后让大家如何安心？难道不该当着大家的面还一个真相吗？你们来说说，哀家讲的哪点有错？难道你们就不怕吗？大家神色各异。靖安侯李怀安从帐外站了出来。陛下，此事当众闹得沸沸扬扬，若不查清，日后人心惶惶，恐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乱。陛下，既然太后娘娘说是云州大师提点此处有妖祟，如此不巧，还竟是在臣女身上，不如把云州大师请过来，亲自给臣女验一验。捉妖这种事儿，臣女觉得还是得大师亲自来，否则不管臣女是不是，明日都铁定就成了祸害朝政的妖精。这丫头倒是机灵，也沉得住气。立刻去请云州大师来。季承霄朝门口望了望，季时宴点头后悄然离开，还得让他爹站在这儿，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与对方较量。清源目光暗示纪灵他胸前的那块玉，他明白那个法盘指向他，就是因为紫玉里面装着云舒这一魂。上官雪不安地向自家娘亲求助，希望待会他爹娘能帮帮将军府。都出去等着。景和帝不耐烦地赶人，纪灵和太后等人也在后面慢慢走了出去。太后娘娘，
相天命不凡啊，佛祖竟派您来查此等大事。继二小姐这是怕了吗？不如继二小姐赶紧认了，免得大师来了让你当众难堪。太后娘娘为何如此断定我是妖呢？就不怕事情不成遭到反噬？你是什么你自己心知肚明，怎么用着纪云舒的身体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哼！便扬着脸走开了。太后怎么知道这事？季承霄等人听得一头雾水。纪灵不是云舒吗？纪灵仍在原地愣神。如果待会他元神现身是两个人，将军府的人会怎么做？萧敬晨发现纪灵脸色不对劲，他上前拉着纪灵往自己的营帐走去。小妹，没得到纪灵的回应，季心迪更加忧虑无比。大哥，你信小妹吗？别乱想，她就是咱们小妹。诸位大可放心，小丫头不是什么妖怪，放心好了。秦公子，你知道小妹的事？别急，如果她想让你们知道，一会儿自然知道；如果她不想让你们知道，我也没资格替她说。但你们可以放心，她不是什么妖怪，哪个大师来了都没有。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哑谜？萧逸恒看清源这副轻松神态，难道真如他猜想那样？萧敬晨把纪灵拉到帐内，他俯身捧着纪灵的脸。怎么了，灵儿？纪灵这样子明显很不对劲。我说过，不论你是什么，我都认定你了。待会儿不管谁来了，你都不用怕，有我在，你不会有事，别担心，好吗？鲜花为雨湿了青山，是一般芬芳藏入袖。你就不怕我是个妖怪吗？因为这身体确实是云舒的。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变成妖怪？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云舒，也不全是。我与他是前世今世的关系，前世的我，今世的云舒，我们都死了。我的神魂在身体死后归到了这里来。这些荒诞的事，我不知你信不信，但我就是这么来的。我信，无论何时你都还有我，其他人你都不用在意。当真不怕我？不怕。紫玉里面的是那个纪云舒吧？纪灵点点头。你们长得一样。纪灵摇头，想骗骗萧敬晨。我是没有云舒这副好皮囊的，我样貌要丑陋很多。如果你想看，待会儿大师来了，一定会查我元神，到时你就可以看到了。等你见到了我丑陋的面容，就不一定还会喜欢的。丑能有多少丑？总不能连个正常人都不是吧？见萧敬晨沉默半天，他心凉了半截。他就知道，只要是个人知道了真相，心里就一定会膈应。等这事结束，他会离开将军府，离开昭京。灵儿，你别这么想，我都还没有见过，你也先别急着下定论，好吗？纪灵撇两下头。瑞王殿下，云州大师已到，陛下请您二位过去。闻言，纪灵转身便走了出去。是生气了，还是他快步跟了上去？景和帝的御帐内已经站齐了一些人。季承霄方才已经把那些话全部和纪灵川他们说了。见到纪灵走来后，小妹，灵儿。纪灵只淡淡看了将军府的人一眼，便走进了御窝。云州大师敏锐的目光放在纪灵胸前的玉石上。阿弥陀佛。纪灵走到云州大师旁边。是，皇太后拿着你的法盘说，受你的嘱托，扬言镇这里有妖怪作祟。现在人都到齐了，你看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陛下，确实有一人可疑，但是人是妖，需要开坛做法才能看到真身。他方才观察身旁女子，此人就是夺舍他人身体的邪修。大师，一会儿可得仔细看清楚，别让您这一身修为闹了笑话。太后讽刺一笑，死到临头还嘴硬。大师，此处没有专门的法坛，但是不远处便是护国神台，那个地方本是皇家祭天护国的专用之地，寻常人绝难进前。不过今日为解眼下困局，朕特许大师借用此台，不知大师觉得可行否？多谢陛下通融，那就劳烦陛下一驾一同前往。护国神台沾天地灵气，所有妖魔无处遁形，一旦其真身显露，大家肉眼便能看得明明白白。如此一来，也省得贫僧多费口舌解释，省去了许多麻烦。如此甚好，摆驾。将军府的人一句话也没能说上，今天他要他死，还要将军府一起赔进去。队伍行得极快，不
多时，便到了祭祀神台。大师要如何设坛啊？陛下，护国神台的灵气最是纯粹，专克阴邪妖魔，无需刻意设坛，只需把人带到神台上的阵眼中央，贫僧和2个小徒弟施法借神台天地灵气为引，便能让其真身无处遁形，乖乖显露出来。那就开始吧。纪灵已经走到神台中央，他负手笔直站在阵中央，阵法已启动。原本什么还都看不到的众人，现在肉眼看到了神台上悬着几道漂浮的金色符文。倏然一阵风吹过，云州大师右手一滑一抓，他手上多了一个人，竟然和纪灵长得一模一样。你抓他做甚？姐姐救我！姐姐，众人疑惑不已。今日贫僧要做的，便是让诸位亲眼瞧见这具躯体里住着谁，而真正的神魂又在何处。现在真正的神魂在贫僧这里，暂且由贫僧护着，而躯体里的是什么东西，贫僧自然也会让大家瞧得清清楚楚。贫僧若没看错，这具身体的原主早已殒命，你是如何用邪术夺得他肉身的？臭和尚，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赶快放了我！姐姐才没有夺我的肉身！你个妖僧，竟在这里妖言惑众，胡说八道，要遭来劈的你！姐姐快救我！大师既然想看，那我就让你好好看。说着，纪灵便盘腿坐了下来。霎时，一股强劲的风势骤然凝聚。下一秒，纪灵体内倏然爆发出一道刺目的金色光影，所有人睁大眼睛，仔仔细细去看。他一张清冷绝尘的脸，没有任何情绪地站在阵中，供众人欣赏议论，是长大后的模样。萧敬腾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这是丑吗？竟想骗他！将军府的人面面相觑。大师还没看清楚吗？纪灵说完，抬起右手，单掌掐诀，周身萦绕的金色光芒瞬息万变。东边的柱子熬出一道龙吟声，声响荡涤整个神台。青龙在上空盘旋一周后，突然卷走纪云舒，来到纪灵身边。他绕着纪灵的身形盘旋了几圈后，又归到东边的柱子里面歇着。景和帝见此已经坐不住了，国师却一直说时间未到，唤不醒。这丫头到底什么来头？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会和原神的神魂一样？大师既然看不明白，那想必是修行还不到家呀。即便你不是妖，你也不应该来此，介入太多人的因果，你背不住。你个臭和尚懂什么呀？奇迹从天而降，他就是上天派来的，他做什么都是天意，你懂个屁啊你！什么因果不因果的，不懂就赶紧闭上你的嘴巴。纪灵侧头警告纪云舒闭嘴。你家人在哪儿？今天有机会能当面见证，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可以趁现在和他们说。怎么回事？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吗？我没什么话要说。云舒，是你吗？你好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总之你们别介意，姐姐其实也是我自己，我只是姐姐这一世的灵魂而已。被人打死后是姐姐来救的我。纪灵面上依旧毫无温度。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你们也是姐姐这一世的再生父母，都是一家人，别太计较其中的弯弯绕绕。纪灵，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没有。小妹，不论你从哪里来，你和云舒既是一体，那你就是我们家人。荒谬！妖精就是妖精，哪来这么多借口？说到底，不过就是想用这些说辞来诓骗世人。大师，此妖了得，将军府的人已经被他给迷了心智，竟还要当众认下这妖女。回看往日，纵是堂堂瑞王也未能免俗，竟也被其洗濯心智。如此下去，我大昭国官民若全被其蛊惑，轻则朝堂失和，重则动摇社稷之根本，后果不堪设想。您向来慈悲为怀，心怀天下，当以苍生为念。今日请您务必替天行道，除了这祸害，为大昭除此隐患。这老太婆脑子转得很快呀。本王没有被蛊惑，何时轮到太后你来操心？陛下都未曾开口说话，你就一口敲定他是妖怪，会祸乱苍生，动摇社稷。怎么，这大昭的江山是你太后一人的不成？你把陛下放哪儿了？皇帝，这等荒谬的言论，难道你也要相信？景和帝目光紧紧盯着纪灵。死老太婆，你说谁是祸害谁的妖女呢？我看你才是那个祸害。表面看着人模人样的，竟满嘴喷粪，狗吃屎张嘴都没你那么臭。这胆量不小啊！
你放肆，竟敢当众辱骂哀家！你真当哀家拿你没办法是吗？哼，你能拿我怎样？反正我现在只是一个灵魂，有种你现在就死在这里来找我呀！你死呀！你敢吗？你不敢，你怕死！你什么你啊？话都说不利索了，还想威胁我？呸！季将军，你难道要承认她是你的女儿？你若说她是被妖人所蛊惑，哀家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太后娘娘此言差矣，无论事实怎样，她不都是本将的女儿吗？你果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你们将军府手握兵权，满腹的野心藏都不藏了吗？今日敢骑在哀家的上头，明日是不是就想骑在皇帝的头上？季时宴白了一眼太后，陛下明鉴，臣绝无二心，可以随时交出兵权。景和帝摆摆手，表明他都懂。陛下老儿，我同你说，那个老太婆就是故意要挑起你们的矛盾，其实啊，她才是那个野心勃勃的人，你当心点啊！她是在觊觎你的皇位，你赶紧把她处死啊，不然你的皇位要不保的。纪云舒胡说八道，竟真说中了太后的心窝处。你的胆子很大呀，竟敢说这些话，是不怕掉脑袋吗？脑袋？可是我已经死了，陛下想砍我脑袋，得死了再说。纪灵对纪云舒的无知行为表示很无奈。合着你这般有恃无恐，是仗着这个原因？不然呢？我一个灵魂，我怕啥呢？离了这个阵法，你们瞧都瞧不见我，还能拿我怎么着？陛下，你别想查，我说真的，那个老太婆真不是个好人。你别看她拿着佛珠在手里溜来溜去的，说什么吃斋念佛、慈悲为怀，那都是假模假样，装给别人看的。她不仅天天吃野味，还吃生鱼呢，满身的腥味藏都藏不住，还在装慈悲。太后气得当场要晕过去。皇帝，此人满嘴胡话，你竟还纵容他在此信口雌黄，哀家颜面何存呢？苍天呐！哀家天天吃斋念佛，一心为民祈求平安顺遂，没成想今日还要遭人口舌是非，天理何在呢？你装什么装啊？平日虐杀吃的那些鱼肉野味，现在还围在你身边，有种你上来，让大家看一看你身边干不干净。阵法就开在这儿，只要身边有不干净的灵物，上来大家便能看到。你若是平时没有吃，身边肯定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敢不敢上来证明一下自己？他不能上去，一上去不就露馅了吗？你上来呀，有种你上来，让大家瞧瞧你天天挂嘴边的慈悲长什么样，是金光紫气还是黑煞邪气？你上来呀！大伙窃窃私语，议论纷纷。他脑中灵光一闪，当即抬手捂住胸口，身体便顺势向后栽倒。萧文俊在一旁，他惊愕地看向地上的太后，居然把这烂摊子丢给他，一定是做贼心虚，接受不了众人审判，自个儿断气了。景和帝眉毛都不曾皱一下，他吩咐随行的太医过去查看。纪灵今天的话怎么少，为什么都不说话？陛下，太后娘娘晕了过去，无性命危险。景和帝挥挥手，命人把太后抬走。皇后闻言不屑一顾，晕了倒是会挑舌。再见了，萧景琛，我天煞孤星，本就没奢望过爱情，遇见你是意外。随后纪灵闭眼，嘴里飞快念着口诀。纪灵要干嘛？为什么那样看着他？阵中旋起一道道金光结印，法印将纪灵和纪云舒团团包裹住。下一秒，神台上的两道神魂变成了一个。纪灵睁眼收诀，紧接着四面八方的狂风骤起，四根圆柱突然发出一声震耳的嗡鸣声。下一瞬，青色龙影、白色虎形、朱红雀姿、玄黑龟蛇相继从柱中跃出。四神兽腾空而起，就在众人全都抬头仰望天上盘旋的四个神兽时，纪灵的元神已经回到地上的身躯里。直到他站起身，清源顿感不妙，他立刻冲上去，声音随之而至：不可！清玄子一把拉过纪灵的闪到法阵之外，真是不要命，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纪灵抬头看到那张再熟悉不过的面孔，师父，整个人靠在清玄子的胸前哭了起来。纪灵这样子对他从未有过。萧敬晨难过的垂下头：臭老头，你是不是故意的？师父，我们回归田居吧。这里不好吗？没归田居好。萧敬晨闻言，心已经凉到了脚板底。将军府的人更是如此，国师神秘莫测，纪灵竟是国师的弟子。行了，这么多人看着，松手。
我不，一会儿你又不见了，你给我老实交代，你为什么在这里？为今之计，想拗过纪灵，只能敲晕了日后再说。纪灵顿时整个人松软下去，什么情况啊？怎么就突然把人打晕？他扭头朝萧敬晨说了一句：“还不快过来把人抱走！”是国师？怎么会是国师大人？废王，师父喊您去接人。萧敬晨这才从失落的神态中醒过来，他快步上前把纪灵横抱起来，还果真让他给猜对了。国师这些年一直不归，朕还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国家无虞，岁月静好，回来看看徒弟。国师大人，这灵儿真是您的弟子，让他回来认祖归宗，不知有没有给你们惹什么麻烦？哎呀，国师大人哪里话，她是本将的女儿，这何来麻烦一说呀？啊，如此就好。今日时间仓促，感恩叙旧的话，改日再聊。随即景和帝遣散了众人。国师的出现，在无人议论纪灵的来历，萧文俊暗自松了一口气。今日这么潦草结束，对他而言是好事。萧敬晨把人抱到马车旁。废王殿下，师父让您把人带回将军府。萧敬晨瞥了一眼后径直上了马车，但是国师都发话了，他不得不从。萧敬晨凝望着怀里安安静静的人儿，他顿时有种想把人藏起来的冲动。他重重朝那张关顺小嘴吻了下去。纪灵昏迷的毫无察觉，纪夫人和纪辛迪等人也赶忙坐上自家马车，两辆马车跟在萧敬晨的马车后头望进。不多时，马车便到了将军府门口。萧敬晨把纪灵抱下马车，他轻车熟路地回到庆祝院。兰英和阿燕已经习以为常，纪夫人和纪辛迪也在纪灵的房中守着。瑞王殿下，时候不早了，要不您先回去歇息。本王要等他醒来。他怕他一走，明日再过来纪灵就不在了。闻言，纪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一大家子就这样大眼瞪小眼坐着，直到纪岭川和清玄子回了府。他走到纪灵床边，都回去歇息吧，这丫头一时半会儿还不会醒过来。她何时会醒？明天来就能看到了。瑞王殿下，天色很晚了，你还是先回去歇息吧。明日小妹醒了，我派人过去通知你。萧敬晨依依不舍告辞回了瑞王府。深夜，军营里的某处角落，清源和萧逸恒在暗处窥望着两人的一举一动。终于等到了，两名黑衣人一路畅通无阻地把祝席的尸体偷运出去。萧逸恒和清源带人一路尾随，见到两个黑衣人把祝席扛到一处偏僻小院子。殿下，我跟你一起去。赶紧把药给大祭司服下。萧逸恒听得惊心胆战，是太后。国师回来了，局势有变，明日等大祭司醒来后，得让他赶紧走。走？还想走？他退了出去，吩咐一名侍卫立即去给景和帝传信。要多久醒过来？最快1个时辰。闻言，太后靠在椅子上闭目静静等着。很快，殿前司的指挥使带着一众士兵朝这边赶来。靖王，人还在。身后的士兵将小院团团围住。有人来了。太后惊恐地睁开眼眸，没等屋内这几人反应过来，门被人一脚踹开。全部拿下！两名黑衣人拔刀反抗，但根本不是张指挥使的对手。太后还想辩驳，但张指挥使不容他狡辩。太后娘娘有什么话，到陛下面前去说吧。两名士兵上前压着太后出去，还没醒过来的祝席也被殿前司的人抬走。到了门口，竟是萧逸恒通风报的信。有劳指挥使跑一趟了。靖王言重了，为陛下分忧是下官的职责所在。翌日，景和帝把查到的证据狠狠丢到萧文俊面前。你还想怎么狡辩？陛下息怒，儿臣已知错。太子萧文君德行有亏，今日朕宣布废黜萧文君储君之位，即日搬出东宫，前往皇陵禁足反思1年，罚没俸禄3年。此言一出，众人神色各异。谢陛下不杀之恩。萧逸恒没想到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原以为要废掉太子还需另花一些功夫，父皇还是对萧文俊留了情。萧敬晨没有去上朝，天一亮，然后直接去了将军府。他刚迈脚进纪灵的屋子，便听到里面传来师徒二人的嬉笑对话声。刚下朝回来的纪岭川也来了。死老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就是喊你一声爹，你也得答应。老实交代，你为什么变年轻了？是不是研究了什么丹药返老还童？快把丹药交出来！说的什么话？为师哪点像孩童了？明明年轻的像个青年才俊。啊，
原来你一直在装老，你天天在我面前倚老卖老，每天装着一副老骨头要散架的模样，竟是为了让我包揽所有的活儿，每天让我给你洗衣做饭，伺候你。你是师傅哎，你怎么能这么没有良心？我把你拉扯大，你伺候孝顺我一点，不是应该的吗？应该的，但你不应该骗我呀！你明明能动，为什么还要装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纪岭川和萧敬晨走了进去。当看到纪灵抱着清玄子的手臂，两人皆是一愣。很明显，纪灵把清玄子当亲爹一样亲近。萧敬晨本来就一夜未眠，今日再次看到，他心中那股莫名的危机感再次涌上心头。不小了，不是6、7岁了，注意点分寸。当看到萧敬晨的神情时，他脸上表情瞬间僵硬。萧敬晨转身离开了。萧敬晨没停下脚步，他胸口憋闷，堵着一股气。霍成看到自家王爷神情失落地走出来，他默默地跟在后面。王爷去哪儿？回府。有误会还是要早点说开，留久了可不好解释啊。纪灵思索了半晌，他和萧敬晨有什么误会吗？昨日你陷阵想干什么？有拿自己祭阵的？灵儿啊，日后不可再做这种危险的事儿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还有爹顶着呢，断不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啊！纪灵点点头，我要更衣，出去一趟。清玄子见纪灵没有丝毫反省的意思，他哼笑一声，摇头起身离开。纪灵收拾好自己后，急急忙忙赶到瑞王府。他们见到纪灵的到来，立即笑脸相迎，上去给纪灵带路。来到萧敬晨的院子，纪灵却直接上去敲了门。何事？纪灵则径直推开房门走了进去。萧敬晨睁眼看到来人，他眸光一聚，有事？这语气纪灵听得心里不是滋味，不开心啊。萧敬晨闭目像睡着了一样没回。入秋微凉，这般宽衣，若是着凉了怎么办？不是想要走吗？还有闲情来这儿？昨日是我冲动了，我向你道歉好不好？他告诉自己不能这么轻易就被3、2句话哄好。我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是不是因为现在国师还在，所以你才不走？若是国师走了，你是随他走，还是留在我身边？这个问题把纪灵难住了，他没想过这个问题。好，我就知道，我在你心里连国师的一根头发丝都不如，更别说我能在你心里占有一席之地。你想走，我不拦你。我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师父把我养大，曾用阳寿给我续过命，他对我自然很重要。他起身背过身去。本王知道了，没别事，还请回吧，往后不用来了。要他一时之间取舍，他还做不了决定。那我先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休息。纪灵决定先回去问一问他师父。萧敬晨见人就这么走了，他萧敬晨就这么不值，连考虑都不考虑一下。桌上的花瓶哐的一声砸在地上，碎了粉碎。霍成从回廊里走了出来，目见倒地的闷响，怎么回事？季姑娘不是来哄他家王爷的吗？王爷，往后不许在我面前提这个人。是。纪灵回了将军府后，他才知道萧文俊被废，太后被抓，他师父进宫了。他托纪岭川明日上朝的时候给他师父带个话，让他师父回将军府。翌日，清玄子随纪岭川一同回了将军府，师徒2人在院中石凳坐下。昨日你还没回答我，这些年你在哪儿？为什么来这儿？你还是国师，那你还回归田居吗？别去深究那么多，当你修行到一定的高度，自然会明白，归田居已不存在。为师教导过你很多次，真正的修行不在山林，而在人心。若你能在这烟火尘世里守住自己的本心，不被纷扰带偏，那才是真正领悟了修行的大道。总想着躲到清净处，远离世俗，说明你还没看透修行的根本，离真正的悟道还差得远嘞。为师本以为把你放到这里来，你能悟透什么叫做入世出世，想来经历了这么多，你脑子依旧不开窍啊。这些话他听得耳朵起茧了。别以为你这副模样就不说你了，天天背道德经，背庄子，都背到狗肚子里去了，书上的精华你是一句也没悟懂啊。我是在乎你，生怕你没了我，无人给你养老好吗？为师需要你来养老，你先活到我这岁数再说。纪灵顿时被清玄子的话给噎住。为师有为师的道要行，你也有你的路要走。天地万物各有其序，各担其命，别总把心思缠在为师身上，顺应自然，各寻其道。这8个字，希望你能牢牢记住。
那清源呢？你什么时候收的？他为什么能跟在你身边，我就得自己修？你哪只眼睛看到他能天天跟在为师身边呢？他悟性可比你强多了，你呀差远了。你先收的他，还是先收的我？自然先收的你。他虽入门较晚，但已经赶上你了。我不信，我找他较量去。纪灵气鼓鼓的起身去找清源，大抵是纪灵心里本就憋着一股气。纪灵气哄哄的跑到清源的小铺子。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我和师傅的关系，居然还假装不认识我？你真能憋。清源早察觉到来者不善，这你就冤枉我了，是师傅不让说的，你找他说去。叫声师姐，你欺瞒我这事儿，我就不与你计较了。你个小丫头才多大？论年纪，你该喊我一声师兄。你好意思跟我比年纪？我2轮加起来比你大多了，况且是我先拜师的，赶快叫师姐。不知道吃错什么药来他这里找茬，叫不叫？叫，师姐有何贵干？真没出息，老头还说你比我悟性高，我看也就这样。哎，你这丫头，你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瑞王吵架了来拿我撒气，有问题你就找问题的根源去，别来找我，我不给人解决姻缘的。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哼，谁人不知道？你俩就差把不开心写脸上了，藏都不藏一下，还好意思问别人怎么知道？一大早先是看瑞王脸色，回来又看你脸色，我招惹你俩了？你给我出去，找你的瑞王撒气去。喂，你早点告诉我，你也是老头的徒弟，我也不会这么生气。我还专程来找你问过，你说无可奉告，你什么都知道，却看我这么久的笑话。我不来找你撒气，我找谁？他去醉香楼狂吃了一顿，还喝了几壶酒，最后醉醺醺的回将军府。纪灵躺在院中的摇椅上，仰头望天，反复琢磨着清玄子的话，直到想了3天，纪灵终于想通了。他写一封信给萧敬晨，便提前去秋风楼等候。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也没等到人来。他起身决定还是去瑞王府找人说清楚。第二小姐，王爷不在府中。不在，我等他回来。随后径直走了进去。第二小姐，王爷一早就出去了。王爷近日公务繁忙，每日早出晚归。您若是在府中等候，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无妨，多晚都没关系。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是萧敬晨不想见他。季二小姐，找王爷吗？纪灵点点头。王爷他不在。萧敬晨在屋内听到了霍成的声音。纪灵来干什么？我在这儿等他回来。季二小姐去正厅等吧，王爷不知何时会回来，我让人给您备些吃食，过去打发时间。纪灵猜测萧敬晨一定就在屋内。不用了，我就在这儿等。纪灵缓缓迈步朝屋子走去。季二小姐，我就说王爷不在嘛。我在这儿等他回来。他转身走到庭院中坐了下来。啊，那您在这儿等着，有事吩咐下人就行，我就先去忙了。他方才明明感觉对方在的，是他想多了吗？霍成在另一处拐角与萧敬晨相遇。王爷，季小姐还在那儿，说要等你回来。等腻了自然就回去了。我去行律寺一趟，想办法在我回来之前把他赶走，我不想要看到他。霍成见萧敬晨就这么毅然决然地走了。哎呀，王爷真想赶人，自个儿早去赶了。明明狠不下心，就让我来当这个刽子手。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下来。那个季姑娘，天色不早了，要不您还是先回去吧。近日朝中发生了很多事，王爷每日都很忙，不如您改天再来，或者您有什么话要说，我替您传达。我等他。霍成抿了抿唇，不知道要说什么，他轻手轻脚地退了下去。刚走到院外，便看到自家王爷回来了。王爷，示意纪灵还在，难道是告别吗？他不想听。萧敬晨，纪灵的声音在身后传来。为什么要躲着我？如果是想要说什么我不爱听的话，就不用说了。我说不拦你，请回吧。我都没开口，你怎么就知道是不爱听的？反正也没几句是我爱听的，倒不如不说。你不是问我师傅和你选谁吗？闻言，萧敬晨心跳加重了几分。我选你。那日是我不好，我骗你说我很丑，见到你犹豫了，我莫名的有些伤心，所以当时脑子一热，就想回去找师傅了。萧敬晨猛地捧着纪灵的脑袋，认真地说：我当时不是在嫌弃你，我是在想别的事。当见到纪灵眼中布了一层泪光时，萧敬晨心痛不已，将人抱进屋。是我的错，怪我。萧敬晨把人抱到榻上。让你等了1天了，对不起。躲着我是怕我不要你吗？萧敬晨压在纪灵身上，他吻了上去，薄唇相叠，
寂静胜过千言万语，此刻心意自通，胜过所有的解释与诉说。纪灵闭眼感受着萧敬晨的狂虐。萧敬晨，我们还没成亲，我们先磨合磨合，好不好？就当是提前练习，为洞房做准备。不是，哪有这种说法？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成亲？你给个时间。大哥婚事在元旦，等他完婚后，我们就看日子好不好？太久了，我不想要等了，我想要填满你身上的每一处，就现在，一刻也不想等。那天早上，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就走了？看到你抱着别的男人撒娇，我很不开心。那是我师父。师父也不行，从现在开始，不许再提任何一个人，不许分心。别说，这男人吃醋的模样还挺好看的。想说，也只能说我爱听的。直到纪灵精疲力尽的求饶，纪灵眼睛都没睁一下，就这么靠在萧敬晨怀里睡了过去。萧敬晨理了理纪灵的发丝，在他额间落了一吻。翌日，阳光打进屋内，纪灵醒过来时已经晌午，他起身看到旁边放着一套崭新的衣袍，纪灵疑惑萧敬晨怎么知道他的尺寸。纪灵换好衣裳后打开房门，季二小姐，王爷在书房处理公务，说等你起来了要一起用膳，您先去膳房等一会儿，奴婢过去传话。纪灵点点头。纪灵到膳厅刚坐下，萧敬晨也来了。昨晚睡得好不好？最近很忙吗？局势有变，可能要开战了。开战？没事，先吃饭，一会儿再慢慢说。是不是跟他师父回来有关？纪灵大致了解局势后，既然是和男友的，那谁领兵去的？自然是你爹，你大哥，一恒也想去，都在等陛下做决定。我先回府一趟。萧敬晨还想说不着急，纪灵人已经跑得没影了。纪灵跑回将军府后，翻箱倒柜将他之前写的那本《奇门遁甲》找出来。如果大哥要奔赴战场，他希望这些知识能帮上一点。大哥，小妹，大哥，你和爹是不是要去打仗？这事儿还没确定呢，你怎么知道的？难不成是瑞王告诉你的？纪灵点点头。小妹，你该不会是来阻止我的吧？这是一个立功扬名的机会，我是一定要去的。你想什么呢？我来给你送东西的。送什么玩意儿？那给你的，趁着出发前赶紧看。季承霄拿起书，大致扫一眼。小妹，你哪来的兵书啊？这是我2辈子都还没有学完的知识，今天分享给你，你能学到多少就是多少。还有一本《孙子兵法》，等我写完了再拿给你。啥？小妹，你有这么好的书，怎么不早点给我？忘了。哎，小妹，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你来当军师如何？大哥想什么呢？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这些东西呢，大哥你得自个儿学，本事呢得自己拿捏在手才能服众。况且战场上刀剑无眼，关键时刻别人的脑袋也不能顶在你头上用。你好好学，好好发挥，我看好你哦。谢谢小妹，还是你关心大哥的前程。隐约看到纪灵衣领处露出的痕迹。你脖子怎么了？这么红红的，哪不舒服吗？被蚊子咬的。手上也被咬了。行了，大哥你好好看，我去给你写另一本书。这个瑞王也太没节操了，他小妹才多大，真可恶。5天后，景和帝的旨意落下来了。景和帝命纪领川领兵5万，3日后出征。出发这一日，季夫人母女3人一路相送到城门口。上官雪也来了，我等你回来。季承霄重重点头，随即搂着上官雪紧紧抱了一会儿。等我回来娶你。该启程了。城门上，萧敬晨和萧逸恒静看这一幕。没几日，纪灵和萧敬晨也踏上了旅途之路。纪灵说他还没看过大昭国的异域风情，他想看看这片国土。手心纠缠着曲线，城门外危难之间，英雄一怒为红颜。当我看清你的脸，惹人心醉了千年。3月后，纪领川和纪承霄领兵归来，此役大获全胜。捷报传回京城时，城门处早已挤满了迎接的百姓。回来娶你了。上官雪害羞地咬了咬下唇。纪领川和纪承霄进宫接受封赏，便封他为忠义将军。他终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了。
没多久，便到了季承霄和上官雪成亲的日子，处处透着欢喜和热闹。一整套迎亲拜堂下来，终于到了晚上洞房的时刻。他终于把人娶回来了。另一处角落，萧敬晨把季灵抵在桌上。你大哥现在成亲了，明天是不是轮到我们了？明天？那什么时候？我得看看日子。我要1个月内。这么快？我嫁衣还没得准备。我全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自己就行。季灵，别笑我晃呀荡呀，我自有思量。明月光摇呀晃呀，醉的温柔乡。春雨轻洒，唤醒烂漫春意。你呀，笑意温如星芒闪现。